凤微月刚穿越过来，不仅偷看墨玉雅洗澡，你还想用淬了毒的弯刀刺杀墨玉雅。怎么是想杀了本王吗？当然不是，我怎么敢杀您呢？这刀是我用来防身的，我对王爷的心意那是日月可见。凤微月立即开口辩解，又顺便给墨玉雅抛了个自认为很好看的媚眼。裴晨告诉他擅闯王府，并且意图刺杀本王，是何罪名？死罪。护卫大哥，你能不能别这么耿直啊？你说的有道理，那便杀了吧。儿子，母妃给你送吃的来了，你人呢？这女子不是凤太傅家的那个花。梅太妃刚想说花痴，又觉得不妥，一同泡澡还抱在一起，那我岂不是来的不是时候？这么多年了，墨玉雅身边总算有个亲近的女人了。虽说是个花痴，可好歹也是个女人。本宫心里头一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儿子，你等着，母妃这就进宫请旨给你们赐婚。等等，一个墨玉雅就够难对付了，现在又来了个梅太妃，等会儿会不会直接来个母子混合双打？毕竟随身带着淬了毒的弯刀，刚刚又和裴晨动了手。母妃误会了，凤微月今日来是有求于儿臣，裴晨送他走。走是哪个走？走黄泉那个走，还是还不跟上？秦越国的千蛇毒，有意思。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和娘亲说一说，你真看上那姑娘了。母妃，你话太多了。好吗好吗，是母妃错了，打扰你和人家姑娘鸳鸯戏水，下次母妃来之前，保证提前知会你一声，行不行？够了。裴晨带着凤微月回到太傅府的时候，太傅府的大堂内正坐了不少人。凤太傅，麻烦好好管教府中这位小姐，下一次若再爬荣王府的墙偷看王爷洗澡，那么再送回来的可是一具死尸了。我没有偷看他洗澡，我说了我是不小心掉进去的。你这个混账东西，太傅府的脸都被你丢尽，你简直是不知死活，竟然还敢偷爬进荣王府！今天我必定要清理门户。一看凤太傅要动鞭子了，一旁的安氏与女儿凤青羽对视一眼，两人的眼中皆有一丝幸灾乐祸。父亲，你别动手了，今日的事情真的是一场误会。你松开我，松开！误会？裴护卫刚刚都说得清清楚楚了，还有什么误会？凤太傅想把凤微月踢开，却发现凤微月力气特别的大，根本动不了。父亲，总之今日的事情就是一场误会，女儿向您保证，以后一定乖乖的听话，再也不去招惹荣王殿下了。大小姐，你上次也是这么保证的，可后来呢？前脚刚保证，后脚就偷摸着去了皇宫门口拦荣王殿下上朝的马车，那一次文武百官可都看见了。安氏怕凤太傅就这么放过凤微月，又补上一句，这话一出，凤太傅的怒火达到了一个顶点。来人，给我打板子！老爷，你若今日一定要责打月儿，那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吧。慈母多败儿，凤微月今日闯下的这些祸，和你脱不了干系。白香姨，你太让我失望了。就是啊，简简，要不是你屡次纵容凤微月，哪能有今日啊？荣王殿下要不是看在老爷的面子上，只怕咱们府早已经被抄家了。一旦如此的话，凤家百年基业可都被凤微月给毁了。这个安氏可真是个厉害的角色，句句话都拿着凤家来说事。老爷，我白香姨性命起誓，只要您饶了月儿这一次，若再有下次，我白香姨以死谢罪。没想到原主还有这样一位好母亲，只可惜原主到死都不明白这份真情。白氏是凤太傅的发妻，凤太傅对她也还有感情，加上白氏如今有孕在身，深深的叹了口气后，扔下了手里的鞭子。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多谢父亲，女儿以后定不会让父亲失望。从今日起，大小姐禁足北院，若是私自离开，直接打断腿。还有，夫人身怀6甲，以后没什么事也不要出阁了。还有，凤微月禁足期间，你不得私下住她，要让她自己好好反省，放着好日子不过，偏偏要去折腾幺蛾子。凤部长居然穿越到了一个花痴的身上，笑死宝宝了。空空，你居然和我一起来了。对呀，宝宝很倒霉，跟着你一起来了。我想沐浴。想沐浴呀，自己打水去啊，没长手吗？真以为自己是来这里享福的吗？你们看看他这副鬼样子，别说荣王殿下要被吓跑了，连鬼看了都能当场吓死。我都替他丢脸，亏他还是府中嫡女，和二小姐简直没法比。二小姐就像是高贵的白天鹅，至于他吗？如东和喜儿进来的时候，差点没认出来眼前的人。见惯了大红大紫的凤微月，此刻见到衣衫素雅、不施粉黛的她，竟然有些不习惯。尤其是如东，心底不断的犯怵。二小姐一直被誉为京城第一美人，可如今大小姐分明比二小姐美上了许多。看来我明天得去二小姐那里一趟了。这床板也太硬了，空空，给我来一套舒服点的床单被褥行不行？
请看以下获得积分的方式，若是达到，可以换50积分。方式1，让这2个丫鬟骂你一声贱人；方式2，让他们对骂一声贱人。作为彼此的天使，你能不能不这么皮？你这样岂不是毁了我一世英名？思来想去，凤微月觉得还是让他们骂自己一声贱人比较方便。你们觉得我贱吗？废话，你不贱谁贱？你可不就是这京城最贱的贱人。你们要不要这么直白？你换取的物品已经藏在了你的柜子里，目前仅剩24积分。第二天一早，监视了自己一晚的如东出门洗漱，喜儿留在屋子里看着凤微月。你要干嘛？小指骨折了，为什么不去治？幸好骨头没有错位，用这个小夹板固定一段时间就会恢复。真的还能恢复吗？他原本以为他的小指就这样的废了，甚至还在想，万一哪天被府中的人发现他的小指废了，会不会把他逐出府去？当然了，这不是什么大问题。谁在这里哭，会气死了。奴婢听说喜儿的娘亲病重，喜儿买不起药材。这点破事也值得哭哭啼啼的，你把这个簪子拿去当了，给你娘亲买药材吧，以后别来这里哭了，吵得本小姐头疼。大小姐明明有恩于自己，可自己竟然像个白眼狼一样，和那些下人们一样觉得大小姐是府中的耻辱。大小姐，从前是奴婢不对，奴婢对不起您。你起来吧，我不怪你。真的吗？奴婢以后一定只听大小姐一人的话。如东回来的时候，喜儿已然和凤微月一条心了。你不梳妆了吗？懒得化妆了，我觉得我这样就挺好的，不会惹父亲生气。如东一怔，想了想，决定先去把这里的情况和二小姐说一遍。你在这里盯着他，我出去一趟。你过来坐。小姐请说，奴婢站着就行。喜儿现在对凤微月是又惊又怕，但大多的还是心里那股对凤微月过意不去的感觉。现在是什么朝代了？丹呀，我这不是平日里都追在末，荣王殿下身后跑吗？日子过得稀里糊涂的。如今所在的朝代叫做印北朝，皇帝叫做莫敬然，年仅20岁。朝中的一些亲王，如今基本都是皇上的皇叔们，莫玉牙则是其中一位，排行第6。小姐，老爷如今动了怒，你可万万不能再遐想荣王殿下了，毕竟荣王殿下人称活阎王，万一他哪日对你……你说莫玉牙既然这么厉害，先皇为什么不把皇位传给他？小姐，这种话可不能乱说，关于荣王殿下的那些事情，咱们这些做下人的自然是不了解的。这么多年来，奴婢只听过荣王殿下一个传闻，听说荣王殿下不喜欢女人。喜的，我在这府里没有站稳脚跟之前，以后对外你我还是保持距离吧，以免拖累了你。见过姐姐，坐吧。昨日父亲发了怒，教训了姐姐，妹妹当时心里害怕极了，才没有替姐姐说话。姐姐不会怪我吧？怎么会呢？我知道妹妹的心地一贯的善良。姐姐今日怎么没有用胭脂水粉？这素面朝天的，实在没有往日的惊艳。这些是我新买的胭脂和水粉，给姐姐用吗？这些颜色不错。对了，方才我出府了一趟，见到荣王殿下的马车去西边了，估摸着是去茶楼了。真的？你说殿下去西边茶楼了？没有，我说错话了。姐姐你可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万一被父亲知道了。你说的对，我什么都不知道。凤微月一边说着不知道，一边已经激动地站了起来，拿起桌上的瓶瓶罐罐就走到铜镜前，开始往脸上抹。妹妹还有一些事情要做，先不打扰姐姐了，改日再给姐姐送些胭脂水粉来。凤青云走后，如东站在了屋子里，忽然惊呼一声：瞧我这记性，北院的后门我忘记关了，我先去关门。哎呦，不行，我的肚子好痛，我先去茅房。北院的后门果真开了一条缝，凤微月看了眼四周，蹑手蹑脚地跑了出去，在合上了北院的门。门关上的一刹那，如东的身子探了出来。快去禀报老爷，大小姐溜出府去找荣王殿下了。青儿又有进步了，这词段就算倒退20年，我都写不出来。安氏也曾是京中有名的才女，当年和凤太傅也是在一次文人雅士的聚会里认的，自此心生了情谊。青儿实乃我太傅府的骄傲，不像那个逆女。父亲别难过，方才女儿去见过姐姐了，姐姐已经知晓了悔改，并且向女儿保证，再也不会去见荣王殿下。如若这样，那就好了。老爷，不好了，大小姐又溜出府了，据说是去西街见荣王殿下了。混账，这个小畜生实在不知悔改，今日我定要嘎了他。怎么会这样？姐姐明明才答应过我，不会再做出让太傅府蒙羞的事情。青儿，这可不怪你，你从前劝了大小姐多少次了，她哪次听你的了啊？咱们太傅府如今在京中实在没脸了。这边看着乖巧懂事的凤青云，再想起凤微月，二话不说，直接揣着长剑出门，直奔北院。凤微月呢？回禀老爷，大小姐她
父亲，您别生气，大姐姐一定不是故意的，说不定她出府办别的事情呢。青啊，你别替她说话，她不值得你为她求情。她是女儿的姐姐，女儿不忍心看着姐姐和父亲闹成这样。父亲您别生气了好不好？老爷，为了大小姐气坏了身子不值当，咱们别气了好不好？大小姐既然那么喜欢荣王殿下，要不咱们改日去求皇上。你在胡说什么？凤微月这种小畜生怎么配嫁给荣王殿下？来人啊，去把凤微月给我抓回来！他若是不从，当场诛杀！诛杀！凤青允差点笑出声来，但生生憋了回去。怎么回事？吵吵闹闹的，耽误我抄经书。你是何人？父亲连女儿都不认得了吗？凤太傅大惊，细细一看后，才发现眼前这个面容干净、穿得素雅的女子，竟然是那个逆女凤微月。你怎么在这里？你不是？不是父亲让女儿禁足在此吗？昨日父亲教诲女儿过后，女儿深感惭愧，自知给太傅府丢脸了，因此女儿一早起来就开始抄写经书。父亲拿着剑做什么？为父锻炼身体。这样啊，那女儿不打扰父亲锻炼身体了，女儿继续去抄经书了。等等，你这2年个头长得快，衣服都短了，一会儿为父这人给你送些新衣来。多谢父亲。对了，妹妹，你早上送来的这些胭脂水粉颜色太鲜艳了，我不太喜欢，你留着自己用吧。青啊，这是你送他的？是女儿送的，请父亲责罚。好端端的，你送他这个干什么？女儿怕姐姐禁足期间心情烦闷，就想着既然姐姐不能出门，那装扮一下也是好的，这样姐姐心里也能高兴一些。姐姐高兴懂事了，父亲也就高兴了。大小姐，既然你不喜欢青儿送你的胭脂，那你为何当时不去收，现在才说不喜欢？当时二妹妹给我送胭脂的时候，告诉女儿荣王殿下去了西街，女儿当时下意识的就想涂抹胭脂出府，可后来一想，不对啊，女儿已经答应父亲不能再去招惹荣王殿下了，也不能再丢太傅府的脸了，所以要这胭脂也属是浪费了，不如还给二妹妹吧。姐姐，我何曾告诉你荣王殿下去了西街？你可不要污蔑我。是你告诉我的啊，不然我怎么会知道这事儿？行了，都别闹了。既然今天是一场误会，那这件事情便就此过了吧。以后没什么事，就少来这北院走动。微月既然在此禁足，那等他真正悔过的那一日，为父子会解他禁足。是父亲。空，我想吃大肘子。呸！就剩6个积分，还想吃大肘子？你在做什么美梦呀？那6个积分能换什么吃的吗？卧槽，方便面。这会儿北院的下人们都在吃饭，厨房里并没有什么人。凤微月找到了开水，开始泡面。几分钟后，泡面的香气飘了出来。这个面好香，感觉很好吃的样子。大小姐，你在吃什么？吃面啊，你要吗？这份给你吃吧。大小姐，这个是哪来的啊？是京中新出的吗？是之前荣王身边一个江湖术士给我的，叫方便面，我一直藏着没吃。大小姐，这个面也太好吃了吧！奴婢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面。是吧？好吃你就多吃一些。奴婢能和院子里的姐妹们一起分享吗？行啊。院子外，先前在厨房的2个小丫鬟见到喜儿端着这个面出来后，立即迎了上来，凑近仔细看了一眼。喜勇，你在吃什么？大小姐给的，很好吃，你们要试试吗？一听这话，小丫鬟们终于忍不住了，上来吃了一口。吃完一口，也是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这时，又有几个闻到香气的小丫鬟走了进来，见喜儿他们在吃一个很新奇的面，纷纷的表示想要尝一尝。喜儿姐姐，这个也太好吃了，何况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这里的人都没吃过方便面，方便面这东西又便宜又实惠，如果我能多搞一些来卖，那我岂不是可以赚点银子了？喜儿进来一下。喜儿姐姐，你能不能去打听一下这个面是哪里来的啊？要不我等等去问问大小姐。进了门后，喜儿将小丫鬟们的想法表达给了凤微月。凤微月见鱼儿们都上钩了，轻笑一声：有啊，我那里还藏了好几大箱呢，都是向那江湖术士买的，而且也不贵，顶多一袋几文钱吧。这么便宜？对啊，你可以帮我去统计一下有哪些人要。空，我现在怎么才能获得更多积分？1. 去拔10根安氏的头发，得100积分。2. 让安氏吞下一只蟑螂，得100积分。3. 去偷安氏今晚穿的小内内，得200积分。空，你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猥琐啊？哼，爱去不去。要不偷个小内内？不行，还是太猥琐了。算了，先拔头发再说吧。怎么回事？老爷，我刚刚忽然头一疼，然后睁眼的时候看到一个黑影跳了出去。来人啊，府中进刺客了，你怎么样？有没有伤到哪里？可能是妾身及时惊醒，所以那刺客才没有得手。要是晚了一步，妾身可能就……别说胡话，你不会有事的。安氏待在卧房里，想到刚刚发生的事情，她总觉得跳出窗户的刺客看起来是个女人，且特别的像凤微月，但仔细一想，应该并不可能。凤微月哪有这么大的能耐？
看见没有？刚刚大小姐手里拿的就是我和你说的那个很好吃的面。一听这个，许多小丫鬟纷纷跑去了厨房。凤微月余光一瞥，见人都差不多到齐了，嘴角忽然一撇，对着身旁的喜儿说：“忽然不想吃了，我还是吃点白粥吧，这个你替我吃了吧。”喜儿，我能吃一口吗？可以啊。一个个都待在这里干什么？那一大堆衣服等着我来洗吗？听到这声音，小丫鬟们吓得脸色一白，纷纷四处散开，各自去忙碌。凤微月听到来自厨房的声音，往门口看去，只见一个中年女子走了进去，面相有些的凶，看样子像是管事级别的人物。中年女子嗅了嗅，最后将视线定格在了那两盒面上。这是什么？秋姨，早膳吃过了吗？要不要吃这个？这是曾管家的妻子秋姨，负责给内院所有的小丫鬟们分配工作。如果她能成为自己的人，那无疑是多了一个有力的帮手。这是什么面？你尝尝吧。大小姐不会在这里面放了什么吧？我这老身板可受不了，还是算了吧。秋姨要这么想，那我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那行，我尝尝吧。这面可真好吃。那当然啦，我这是用开水泡的，还不算好吃。要是放锅里煮，再加个鸡蛋，那就更美味了。这是京城哪家铺子新出的面吗？我怎么从未见过？这是荣王殿下身边一个江湖术士给我的，我当时也是觉得新奇极了，而且没想到特别便宜。有多便宜？秋姨，这袋装的面和盒装的是一样的，只不过盒装就是图个方便。你要是想要的话，我给你一个友情价，袋装的3文钱一袋，盒装的5文钱。这么便宜？都说了是友情价嘛，我只给你这个价，要换成别人，那最少也要10文钱一袋了。秋姨一听，心想也是，这么好吃的面卖10文钱确实不贵。那行，先给我来20袋面。行，我明天给你货。喜儿按照袋装5文钱、桶装8文钱的价格去统计一下有哪些人要，并且每人限购2份。喜儿点头，听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很快就欢天喜地的跑了出去。到了天黑，喜儿就统计了一堆的名单出来。北院的大部分的小丫鬟都是2份的预定了，并且直接交了钱，一共是2000银子。小姐，大概什么时候能拿到东西呀？明天就可以了。空空把所有积分兑换成方便面。滴滴，系统死机中。卧槽，空空，你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啊？都说了，宝宝死机中，死机懂吗？凤微月内心只能期盼空空可以快点恢复，一直等到第2天清晨，空空依旧是显示是死机中，而一些小丫鬟却已经上门来询问什么时候可以拿到东西。不好意思啊，你们订的货太多了，我还要整理一下，可能有些来不及，我尽快行吗？我说大小姐，这都多少天了，你还交不了货？你该不会是在诓我们，故意骗我们的银子吧？就是啊，本来说好第2天就交货的，结果一等等了那么多天，一点信誉都没有。没想到大小姐竟然是这样的人，连我们下人的钱都要骗。大小姐不是这样的人吧？咱们再多等几天行不行？这明日复明日，大小姐你自己说，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们？秋姨，他要能拿出货来，至于让你们等这么多天吗？大小姐实在可恶，我这就去找老爷，让老爷给咱们一个说法。你来的正好，他们刚刚说你收了银子却拿不出货来，可是真的？回禀父亲，女儿只是身边出了点小状况，才不能准时交货。你有几斤几两，我还能不清楚吗？荣王殿下身边的人会搭理你，韦复原以为你已经改过自新，没想到反而变本加厉。就是啊，老爷，那天大小姐神神叨叨的，非要卖给我那个什么方便面，奴婢觉得价格便宜，二话不说就付了银子，哪知道大小姐竟然在骗我们。那不如我先把银子退给你们。这是退银子的事情吗？如若今天我们不来找老爷，大小姐是不是还要一拖再拖？我们做下人的1个月本就没多少工钱，没想到大小姐还要来骗我们的银子。喜儿张了张嘴，想替凤微月说话，却见凤微月对他摇了摇头。你自己说，魏父该如何处理你？父亲，你别这么狠心，再宽限1晚上好不好？我明天一定准时交货，行吗？你那么多天都交不了货，明天就行了。等，一定能。请，那姑且再信你一回，否则休怪我亲自送你去大理寺。真是做了个大死，本以为靠着积分可以在这一世做一些小买卖，赚点银子傍身，哪知道就捅了这样的篓子。凤微月看着地图，一直看到了天黑。这期间，他已经规划了3条逃亡的路线，就等着此时一过，溜之大吉。系统恢复。空空，你回来了吗？由于系统死机，影响用户体验，特此派发500积分，以表歉意。空空，我真的太爱你了。大小姐，天亮了，我们的东西呢？秋姨，看大小姐这副模样，显然是拿不出东西了。咱们不如直接去找老爷吧，老爷这会儿估计还没去上朝。我都还没说话，你在这逼逼叨叨什么东西？轮到你开口了吗？
秋姨，这些都是你们订购的方便面，我都已经一份一份装好了。另外为表歉意，我还额外赠送了你们一些那江湖术士自己做的小吃。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一些小吃，送给你们的，算是补偿。大小姐，前几天是我们太着急了，给你添了麻烦，还望你不要心里去，奴婢以后一定好好侍奉大小姐。没事的，本来就是我拖延了时间，和大家说一声抱歉。大小姐现在住在这北院，这马上天气也凉了，老爷那边气还没消，肯定照顾不周。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和奴婢说，奴婢能帮您的，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好了，谢谢秋姨。未来几天，凤微月在北院的日子过得格外舒坦。原本那些不待见她的小丫鬟们，一个个对凤微月都开始热情了起来。如果我没理解错，这是一封情诗，而且是写给原主的。看这信上的内容，8成也不是第一次写了。这个子规是谁？凤微月忽然想到了那把淬了毒的短刀，或许这个叫子规的男人是个突破点。如今这把刀现在又在莫玉雅的手里，就像埋了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威胁着我的性命。现在或许我能从这个叫子规的男人身上找到答案了。喜儿，你知道哪里有柳树吗？小姐，很多地方都有柳树啊。我要出府采购一趟，你们都给我勤快一些。要是被我知道谁在偷懒，我回来饶不了你们。那个秋姨，你要出府采购啊？那能不能带上我一起？不行，这当然不行。大小姐，你就饶了奴婢吧。不说你现在是在禁足期，上回荣王殿下的护卫都说了，你若再去骚扰荣王殿下，那可是死罪啊。秋姨，我现在对荣王殿下已经不感兴趣了，你放心吧，我不会害你的。我就是在这里待得太闷了，想出去走走。那回头万一老爷追究起来，万一被父亲知道了，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摊到你头上的。秋姨，你今天要去采购什么呀？马上天凉了，我要去给府中小丫鬟们订购冬衣了。这些平日里都是我在负责的。之后，秋姨就进了铺子。凤微月有些无聊，站在门口等秋姨，顺便四处看看这街市。掐手指，掐手指，不灵不给钱。叶老头，凤部长，我操，真的是你！凤部长，没想到有生之年，我竟然还能再遇见你啊！哎呦，你说我俩咋就这么倒霉，来了这鬼地方啊！叶老头和凤微月一样，都是现代科研馆的成员，全名叶长久，是科研馆的保镖兼星象勘测员。原来你真是那个京城有名的花痴啊！我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同名同姓呢，看来还是部长厉害，一来就有个大身份，不像我是在一间破庙里面醒来的。醒来后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原身就是个老乞丐，无儿无女的老光棍一个。那不和你之前一样说起来都怪我，那天在科研馆的时候，听你介绍空间手链太激动了，一不小心碰到了时空机关，我们才……凤部长，你干嘛用这个眼神看我？原来是你干的，我特么就说我介绍的好好的，怎么突然眼前就黑了，还来了这鬼地方？原来你就是那个罪魁祸首。对，你别气啊，我这不当时太激动了吗？现在咱们都来了，应该一条心，想想怎么回去才是。回去还能回去吗？当然，既然我们是开启时空隧道来的，那么这个世界必定也有一条时空隧道，只要我们找到，就可以回去了。我和你说啊，我发现了一个商机，正愁没办法施展开，现在你来了就太好了，咱们可以来个里应外合，赚上一笔大钱。咱们可以先盘个小店面，出售方便面，等赚了钱再开别的店。部长放心，这盘店面的事情就交给我了。大小姐，你在那里做什么？遇到个掐手指的，看着好玩，就找他掐了一下。那他说什么了？他说我命犯桃花，马上就会遇见我的真命天子呢。掐手指的就爱捡好听的说。凤微月忽然感觉头顶凉飕飕的，下意识的一抬头，凤微月便对上了一双漆黑的眼眸，此时正用一种极其淡薄的眼神睨着他。我去，燕家路窄吗？殿下，这女人有点眼熟。凤微月，这是凤微月，她是换了磕头吗？还是之前都是撞邪了？明明生的是妇人样，却偏偏打扮成那个鬼样子。不是都说女子涂胭脂都是为了好看吗？那她上回你送她回去的时候，凤家人是何太多？属下听说凤太傅勃然大怒，对凤小姐动了家法，可能被打了一顿后老实多了。你确定宁子规真的给她松了些？
我的妈，累死我了！莫玉雅纳斯应该没认出我吧？正要从后门进北院时，凤微月一偏眸，余光忽然瞥到了斜对面的一棵树。难不成那个子龟说的柳树就是这棵？凤微月想了想，最后决定3日后的晚上就来这里了。老爷，大小姐回来了。你还敢躲？你说你刚刚去哪里了？我在这足足等了1个时辰都没见到你，这回你总没有借口了吧？女儿刚刚只是陪秋姨出府去采购了，父亲何故生这么大气？出府？我允许你出府了吗？我的话你当耳旁风吗？父亲，你还是让姐姐解释解释吧，或许有误会呢。还能有什么误会？他除了出府去找荣王殿下，还能去干什么？回禀父亲，女儿出府不是去找龙王殿下的，而是和秋姨一起去了绸缎店，给娘亲选了一件银狐披风。这马上天凉了，母亲又怀着身孕，我这做女儿的之前又不懂事，所以现在想好好弥补母亲一番。凤微月说着，用意念在空间手链里用80积分换取了一条银狐披风。真的？父亲，您看这披风，母亲一定会喜欢的吧？你有心了，这披风价格不菲，你花了很多银子吧？女儿平时省吃俭用，攒了一些银子，所以才能买得起这披风。不过为了母亲，女儿掏光积蓄也是心甘情愿的。好孩子，一会你去账房取100两来，就当是为父替你买了这披风。不用了，买这披风本就是女儿对母亲的心意，怎的能让父亲出钱呢？亲爱的凤太傅，咱们可是说好了100两银子，你可千万不能收回话啊！谁出尔反尔，谁就是小狗。老爷，大小姐如今这么懂事，妾身打心眼里都替老爷和姐姐高兴，你就成全她一片孝心吧。你妹，你个长舌妇，特么的怎么哪都有你，一天天闲着没事做嘛。不必了，我们府中一向赏罚分明，月儿有这孝心，那是该奖励。何况她现在花光了积蓄，身边没点银子也是不行。父亲，女儿还有一个请求，母亲如今怀着身孕，女儿也已经许久没见过母亲，想亲自将这披风给母亲送去，慰问一下母亲。也好，你如今仍旧是在禁足期，没有我的允许，不可再擅自离开，否则下一次为父就没这么好说话了。是，父亲。见过大小姐，夫人请你进去。谢谢大小姐，夫人如今怀着身孕，身子不爽，还请大小姐一会儿对夫人恭敬一些，莫要惹夫人生气。见到了白氏，凤微月莫名有些的紧张，一来自己不是白氏的亲生女儿，二来也想自己好好表现一番。女儿见过母亲。月儿你来了。母亲小心身子。在凤微月的搀扶下，白氏重新坐了下来，又对着凤微月的脸看了半天。凤微月被看得心里有些发毛，心想是不是自己哪里露馅了？这样清清爽爽的多好，母亲都已经很久没见过这样的月儿了，看来我的月儿终于懂事了。母亲，马上天凉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件银狐披风，你试试合不合适？好，给我试试。在北院待了这么多天还好吗？我很好，母亲放心。乖孩子。如果我没闻错，这味道应该是麝香。虽然分量很少，少到可以几乎不计，但他自幼学医，对这类药材的气味很是敏感。麝香对普通人没什么危害，可对孕妇来说却是大忌。母亲，我可以去你的卧房睡一会儿吗？北院的床板太硬了，我都好久没睡过好觉了。月儿，你受苦了。躺上去后，凤微月轻轻地嗅了嗅，果真闻到了那股麝香的味道。麝香的味道是在两边传来的。凤微月翻了个身，背对着白氏，闻了闻白氏的枕头。果然，枕头上被人熏了麝香，麝香的味道很淡，但整个枕头上面却都被麝香熏过。紫云，你先出去。紫云一怔，看向白氏，白氏朝他摆了摆手，示意他先出去。紫云出门后，白氏也发现了凤微月情绪的变化。月儿怎么了？母亲，你这枕头被褥什么的，平日都是谁在负责更换？是春华负责的。母亲，你的枕头上被人熏了麝香。你说什么？月儿，你怎的会知道上面熏了麝香？我这不是之前天天追在荣王殿下屁股后面跑，荣王殿下的衣物都是熏了麝香的，所以我对这个味道格外的敏感。白氏深吸了几口气，整个人忍不住颤抖起来，紧张地抓着凤微月的手。月儿，有人要害我，有人要害我。母亲别怕，好在发现的早，一切都还来得及。眼下咱们要先把那幕后凶手给揪出来，另外母亲是不能再睡这个房间了。你说会是春华吗？可春华是我的陪嫁丫鬟，自幼就跟着我，我不信她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母亲，这世道人心险恶，人都是会变的。白氏看着眼前的凤微月，有那么一晃神，忽然觉得眼前的月儿似乎变得陌生了一些，可转念一想，或许月儿是真的长大懂事了。母亲，此事先别声张，交给女儿去办。另外，我再给你开一些安胎的药物，你按照我给你的方子去吃药，会去除你体内的麝香。
你哪来的方子？女儿是说去找人给你开一些安胎的药物，我这不是之前追着荣王殿下嘛，也接触到了一些京城名医，女儿这就想办法去找他们。我的发现拿墨玉牙当借口还真是好使。娘，你这房间布置的可真老土，要不然重新修缮一下吧。月儿娘已经在这里住习惯了，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我不喜欢，娘你要是不修缮的话，下次我就不来找你了。一旁，紫云等几个丫鬟看着凤微月，气不打一处来。这个大小姐实在太能闹腾了，明知道夫人怀孕了，还要这样折腾夫人了。好，娘就听你的，你不要和娘生气行吗？娘今晚就搬去隔壁的次卧住，让人来修缮这里，好不好？行，那这间屋子一定要按我说的布置哦。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夫人，次卧比这主卧小多了，您如今怀着身孕，怎能如此委屈自己？大小姐，你就不能为夫人考虑考虑吗？就是啊，你就只顾自己的感受，怎么不替夫人想想呢？娘，他们行了，就按月儿说的做，你们重新替我把次卧布置一下，这间屋子里的东西该扔的都扔了吧。平时一些主子们的衣物被褥都是送来北院洗嘛，每天各个院子会有人送来衣物被褥等，等我们洗完晒干后，就会有专人来拿走。那翠竹院的衣物被褥通常是谁负责的？是雨晴负责的。大小姐，是有什么不妥吗？没事，我就好奇问问。店面找好了？那当然，我办事你还不放心，这是店铺的租赁协议。给拿去，我这2天积分花的有点多，就剩175分了，囤不了太多的货。开店这事儿先缓缓，你先帮我去查一件事。你说，有人在我母亲身上做手脚，这些天你就在府外帮我盯着，看看是否有人出府购买了麝香，若是有的话，你即刻来告诉我。你放心，包在我身上。凤微月满意的点点头，又盯着叶老头看了好一会儿，盯得叶老头心里发毛。怎么了？嘿嘿，也没什么，说出来怪不好意思的，就是部长，你能不能爽快一些？你这样我害怕。就是你能不能教我点轻功啊？就这破事搞得一惊一乍的，吓死我这老身板了。这是新到的东西，从明天起你加大用量。平儿姐姐，夫人今天忽然换了房间，我都怀疑是不是被发现了。要是被发现了，现在府中还能这么太平吗？你按我吩咐的就是，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是，平儿姐姐。紫云，竟然是紫云。凤微月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怒火。现在她已经可以确定，白氏枕头上的麝香的确是来自安氏的授意。安氏啊安氏，既然你如此心狠，那么也怪不得本小姐了。孔孔，你上回说的偷安氏小内内得200积分，还算数吗？不算，那已经是之前的任务了，现在都有新的了。你就给我算一次吧，好不好？我今天手痒，特别想去做这个任务。不行就是不行。最后，在凤微月一阵求爹爹告奶奶的祈求声中，空空终于被烦得不行，同意凤微月再做一次这个任务。嘿嘿，银票啊，竟然有这么厚的一沓银票！但是你这么欺负我母亲，我取一些精神损失费不过分吧？搞定一切，凤微月美滋滋的离开，并且将拿来的安氏小内内顺手一挂，挂在了安氏所住的安宁院的牌匾上。我的天啊，是谁那么伤风败俗，把这种东西挂在这里啊？这好像是安夫人的东西吧？我上回洗衣服的时候见过呀。难道府中进采花贼了？快别说了，老爷过来了。凤太傅听到了消息，一脸怒气冲冲的走了过来。当来到安宁院门口，见到匾额上挂着的粉色肚兜后，顿时老脸一红。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这东西取下来！老爷，妾身心里实在委屈，请给妾身做主啊！莫不是安氏昨晚被人给……凤太傅有些不敢再想下去。安氏注意到了凤太傅的眼神，心中也害怕极了。他昨晚睡得很死，以至于哪个人拿走了他的肚兜都不知道。老爷，这件事情一定是府中内鬼做的，他这么做一定是想要羞辱妾身和老爷的颜面。那人有没有把你怎么着？没有，妾身检查过身体，并没有。这个节骨眼，就算是有，他也不能说啊。可安氏这么说，对于一向古板传统的凤太傅来说，就算安氏没被人那什么，可他的身体也被看光了啊。赶紧梳妆换衣服，你再这样哭哭啼啼的，让别人怎么看？这天杀的，把我的银票都给偷了！老爷，原本这里有360两银票，现在全没了。凤太傅一阵的头疼，这盗贼实在是奸诈，不仅图色还贪财。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去上朝了。传令下去，府中众人不得妄议此事，否则休怪我无情。
你这个小贱人，每次让你守夜你都偷懒，害得本夫人出了这么大的笑话，还被人偷了银子，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另一边，凤微月检查了一遍空间里存着的银票，然后美滋滋的出了房间。秋姨正在院子里给丫鬟们训话，让他们嘴巴注意点，不要乱说今日安宁院发生的事情。秋姨，安宁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哎呦，我的大小姐，你就别问了，总之是不好的事情，你不知道反而安全。好吧。对了，怎么了？那什么，再卖点方便面给我呗。没问题，我再多送你点东西。大小姐，你真好。子时一过，凤微月从后窗爬出，来到柳树下的时候，四周空无一人。莫不是猜错了？不是这棵柳树，那算了，还是先回去吧，晚上还挺冷的。微月，对不起，我来晚了。宁子归到了后，看了眼凤微月，当视线瞥过凤微月那张花花绿绿的脸后，眼底划过一丝的嫌恶，这一丝嫌恶恰好被凤微月全部看在了眼里。没关系，我也没等太久。这么久不见，我的微月儿出了的越发好看了，真是叫我心底越发欢喜。微月儿，上次给你的毒，你给墨玉牙下了吗？忽地觉得后背处一阵凉飕飕的，好似有一道锐利的目光正追随着他。他很想回头去看一眼，但他猜测，如果他回头，或许会命丧当场。微月儿，你怎么不说话？荣王殿下是我们印北朝的功臣，我怎么敢给下毒呢？你这是什么意思？宁子圭，你真把我当傻子了。宁子圭还是第一次见到凤微月露出这样的神色，莫名心底一颤，感觉被这道凌厉的目光给震慑住了。凤微月，你到底什么意思？荣王殿下在我心中那可是天神一般的人物，您算个什么东西？让我去刺杀荣王殿下，你脑袋是不是被驴给踢了？凤微月，你是不是变心了？你爱上墨玉牙了是不是？宁子圭完全没想到，在控制了凤微月这么久，以为凤微月已经爱得自己死去活来的时候，凤微月竟然变心了。我不爱上他，难不成爱上你？你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就你长这个驴样，你配和荣王殿下比吗？还有墨玉牙这名字，是你这个小喽啰能叫的吗？我长驴样，你以为你好看到哪里去了？你看你这张脸，花花绿绿的，御花园里百花齐放，都没你这脸鲜艳。呸！你信不信老子卸了妆，那就是一个绝世美女？这小东西何时变得如此有趣了？这两人不是爱得死去活来吗？怎么能骂成这样？听他们刚刚对骂的内容，看来还是凤微月忍不住爱上了殿下，这就对了嘛。微月，你变了。宁子圭整理了一下情绪后，发现自己刚刚的行为简直违背一个世子的教养。我没变，从前是我眼光不怎么样，现在我品味变高了，咱俩以后也别见面了，好聚好散吧。你想好了，凤微月，你真以为墨玉牙会娶你这个丑八怪？你这人也太肤浅了，难怪我会变心。谁说我喜欢他就要让他娶我了？单恋你懂不懂啊？呵，可笑至极。也是，你这种丑八怪，别说墨玉牙了，连个普通人恐怕都不愿意娶你。你就是。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你特么一个大男人家家的，嘴里叨叨的没完了是不是？宁子圭，我去你丫的！哎，我就轻轻踢了你一脚，你怎么就倒了呀？这不能怪我吧？暗处，墨玉牙眼睁睁看到这一幕后，一向波澜不惊的面上，神情也是相当的精彩。裴晨，属下在，让千宁撤回，不必再盯着他了。事情查得怎么样了？有进展吗？你瞧瞧。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了，只能说安氏的确是个心思缜密的人。按照这上面记录的，若真事情曝光，也摊不到安氏的头上。那你打算怎么做？你再替我去查一下府中下人紫云是否有亲人，我不信他能无缘无故就背叛我的母亲，定是有把柄在安氏手里。话说咱们那个店什么时候开业呀？这租金都交了，总空着不是浪费吗？最近也花了不少，七七八八下来就剩312积分，囤点方便面小配菜倒是问题不大。要不你现在带我去店里看看？这大晚上有什么好看的？门口连个灯笼都没有，乌漆嘛黑的。走吧，小祖宗，我给您引路。你是累了所以要在这歇会儿吗？没有啊，这就是我给你找的门面。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到时候啊，咱们那方便面一煮，一定飘香十里。我现在想把你煮了，这地方都快接近城郊了，还藏得那么深，能有几个人会过来啊？这天时地利人和，地利就首先没占个好的。这京城寸土寸金，街市中心那些地盘，你知道半年的租金要多少吗？多少？半年最少100两银子。不就是100两银子？拿去，现在就去给我重新租一个黄金门面。这不会是你打印出来的吧？你有病啊！要是有这好事，我犯得着混这么惨吗？这店的租金还能退吗？不给退。见此，凤微月顿时心疼那30两银子了。
这钱可是他老爹好不容易赏他的，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发慈悲会给他银子，浪费了实在可惜。要不这间店面先装饰一下开起来，看看效果。也好，要是开不起来，那咱就挪到黄金地段去。两人达成一致。叶老头送凤微月回到北院后，临走前，凤微月叫住他，又给了他一张100两银票。这些银子你拿着傍身，另外当做是我的轻功学费。等我恢复自由了，你就开始教我轻功。好，那我先走了。你怎么回来了？门外有人。只见院子里果然有一道黑影，左顾右盼着，依稀可以辨别出是个男子。男子进了院子后没多久，对面丫鬟们住的厢房里就走出来一道身影。两人说了几句，男子从腰包里拿了一包东西递给那丫鬟。这个男的就是后院喂马的马夫，名叫刘震。安氏就是命令他每隔3天出去购买1次麝香，就算被查到，也可以美名其曰练马难驯，身体经常跌打损伤，因此需要麝香入药。刘震娶妻了吗？按照我的调查，已经娶妻了，妻子就是厨房里面劈柴的，名叫李春宝，是个出了名的母老虎。那你说，如果雨晴的小内内出现在了刘震的床上，被这李春宝看见了，会是什么反应呢？这东西是不是你的？不是我的。要是让老娘知道是哪个狐妹子勾引我相公，我李春宝定然扒了她的皮。见过大小姐。哎呀，这不是雨晴的红肚兜吗？什么？不是我的。我说你个小贱蹄子，府里又不是没别的男人了，你偏偏盯上我家的了，是不是老娘平时看起来太好说话了？差不多得了，伙房那么闲的嘛。李春宝还想说什么，但碍于凤微月好歹是大小姐，她的话不能不听，便先咽下了这口气。小贱人，你给我等着！雨晴，你是不是有些事情瞒着我呢？大小姐，奴婢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李春宝，大小姐，我说你想知道的我都说。先从那麝香说起吧。雨晴瞳孔一缩，万般没想到这件事情竟然已经被大小姐给发现了。请大小姐饶命，奴婢都是被人逼迫，并非真心想害夫人的。你且仔细说说。奴婢是穷人家出生，5年前父母双亡后，奴婢卖身进了太傅府，如今家中还有一个7岁的弟弟，和奴婢相依为命。可前段时间安氏抓了我的弟弟，威胁奴婢替他做事，奴婢害怕弟弟出事，不得已才从了安氏，答应替他做事。凤微月面色紧绷，对安氏抓走一个孩子的事情显然很是不耻。雨晴，我给你一个迷途知返的机会，就看你自己要不要把握了。大小姐，你真的能救出我的弟弟吗？你可以不信我，但你可曾想过给安氏做事的下场？雨晴心里咯噔了一下，的确，安氏都敢这样对白氏，将来白氏生产，难保不会血崩而死，到时候他们几个知情者还能有命活。请大小姐救救奴婢吧，机会给你了，就看你怎么把握了。要是被我发现你在骗我，我保证你会洗得很惨。紫云是什么情况？这个奴婢也不知情。午后，岑管家来了北院，给凤微月带来了一个消息。启禀大小姐，宫中3日后举行重阳宫宴，邀请了老爷以及府中女眷。老爷让小的来通知大小姐，届时也请大小姐一同出席。哇！听到要去参加宫宴了，凤微月顿时来了精神，在北院憋闷了这么久，总算可以正大光明的出去走走了。那荣王殿下是不是也要去参加啊？重阳宫宴是宫中每年重要的节日，荣王殿下自然会出席，不过还请大小姐约束好自己，切莫再做出有损太傅府颜面的事情。这是自然，岑管家你放宽心吧。大小姐哪次不是保证的好好的，可一见到荣王殿下就和无头苍蝇似的，一个劲往上钻。凤微月自认自己不怂，可面对莫玉牙这样的人，他还是真是怂到了地心。这可如何是好？要不装病躲过去，可这样一个渐渐失眠的机会，又不想放弃。算了，大不了躲得远点，别让莫玉牙看见自己就好了。一进宫，凤太傅就和几个官友走在了一起，就连凤青羽也遇到了几个千金姐妹。徐嬷嬷就站在凤微月身边，牢牢地盯着她，生怕一个不注意，凤微月这个不知死活的跑去找莫玉牙。徐嬷嬷站了那么久，饿了吧？多谢大小姐好意，下人有下人的规矩，老身不敢逾矩，还请大小姐收回去吧。哎呀，我可没把你当下人看，这宫宴还没正经开始呢，不知道还要熬多久。你年纪大了，先垫一些吧，要不然等等身子骨受不住了。这里没人，嬷嬷快吃吧。大小姐，这表姐，哎呀，表姐，我可算把他们都甩了。小白，你有事吗？你喊我什么？你以前不都只叫我表妹吗？表姐，我们好久没聊天了，咱们上哪去聊聊？大小姐，没事儿，我们说些悄悄话。徐嬷嬷，你先去宴场吧。你看什么？瞧嘛，表姐这样多美啊！我早就和你说了，不要打扮的那么花枝招展的，你就是不听，还骂我多管闲事来着。
小白，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有些记不清了。表姐，你，白家表妹惊恐地指着凤微月，然后一双圆滚滚的黑眸渗出了大颗大颗的眼泪。你也太绝情了，连人家名字都给忘记了。哎，等等，你别哭嘛，你不还有几个姐姐妹妹的？我记差了吗？季糖，我是季糖。鸡汤，对，就是季糖。现在你想起来了吧？记起来了，鸡汤妹妹。两人越聊越投机，期间凤微月已经从衣袖抓了一把零食，还有酸奶出来。白季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新奇的小零食，没过一会儿已经吃了一大半。表姐，我听姑父说你已经痛改前非了，是真的假的呀？你不会过段时间又跟着荣王殿下屁股后面转悠吧？哪能啊！哎，说来我以前也是瞎了。你说莫玉牙这种人，脾气又差，年纪又大，整天又板着一张臭脸，这种古板又无趣的老男人，我是咋看上的啊？你说的太对了，你说你要早有这种觉悟，你怎么会？哎，我忽然肚子疼，我先去方便一下。你跑那么快干嘛呀？话落，莫蒂觉得后背一阵阵凉意，凤微月湖的心里有股不好的预感。咦，刚刚是我耳朵出问题了吗？咱六哥是被人给嫌弃了，好像是吧。没想到你对本王有如此深刻的了解，本王甚是欣慰。完了，都怪我这张贱嘴啊！上回梅太妃及时出现，我逃过一劫，今天又被撞个正着，怕不是要洗在这里了。怎么不说话？殿下吃小饼干嘛？这次又下的什么毒？操，这天没法聊了。莫玉牙这个小心眼的男人，果然还在记仇。只可惜本王这种老男人已经过了爱吃零嘴的年纪。不过你既然那么热情，本王就勉为其难收下吧。今日太后给众卿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游戏，就由太后来告诉众卿吧。今日每一桌的菊花酒都用了不同的材料，谁若能分毫不差地猜出酒中的用料，那么这北海夜明珠、白碧玉如意以及这玉雕翡翠就归谁了？发布紧急任务，部长，如果能在此次宴会上一鸣惊人的话，宝宝奖励你1000积分哦。纯女斗胆，先来猜测一下。你且说来听听。菊花、干姜、枸杞、冰糖、茯苓、当归。不对，这里面一共有15种成分，且没有冰糖在内。怎么会这样？从前就听过宫中的重阳宫宴有猜酒的环节，我为此还特意练了很久。现在太后竟然说有15种，可我刚刚怎么品都只品了6种出来。臣女刚刚细细品味了一番这菊花酒，斗胆来猜一猜：菊花、枸杞、糯米、当归、生地黄、冰糖、石斛、黄尸。不错，都答对了。这3样宝物，你挑选一样吧。臣女斗胆也想来猜一猜。坐下，别丢人了。儿子，你在吃什么？好吃吗？还行，给娘留一点。没了。无情。这老男人不是说不爱吃零嘴吗？这是在干嘛呢？你是臣女太傅府邸女凤微月。天哪，那个花痴竟然长这样！梅太妃上上下下将凤微月看了遍，终于明白了为啥她能从儿子的府邸里活着出来了。感情这臭小子平时一脸正经的，最后还是被美色给迷倒了。难怪啊，男人都一个德行。你来说说看。柑橘1斤，杜仲1斤，茯苓3两，附子、黄尸、防风、当归、干姜、桂心、石斛各4两，肉苁蓉、紫英石各5两，独活、碧蟹、钟乳粉各8两。怎么样，对吗？不错，分毫不差。这个小花痴究竟还隐藏了多少我不知道的事情？梅太妃看着自家儿子的笑脸，心中暗暗决定，说什么也要把这个儿媳妇儿给留住了，可不能便宜给了太后。这余下的2样宝物，你挑选一样吧。臣女选择北海夜明珠吧。没想到太傅府果真人才辈出，太傅大人，你功不可没啊！多谢皇上夸奖。对面柳芳妇却不服气了，明明他也猜对了，为什么凤微月还得到了皇上的夸奖？这第3样宝物，不知今晚会花落谁家呢？臣女斗胆想和凤微月比试一番。哦，你想如何比试？敢和我儿媳妇比试，我倒是要看看这个刘府嫡女有几斤几两。通过刚才，梅太妃已经对凤微月这个儿媳妇非常满意，已经想好是必要撮合凤微月和自家儿子，争取在明年这时候抱上孙子。臣女想和凤微月比试，再猜一次酒。凤家千金，你意下如何？那就听刘小姐的。很快，又有宫女端来了一壶酒，各自给凤微月和柳芳妇倒了一杯。凤微月只轻轻抿了一口，心中就有了答案。柳芳妇一连喝了好几口后，率先出声：臣女有了答案。你说。白菊、当归、枸杞、麦冬、糯米。凤微月，你的答案呢？鲜菊花、黄酒。还有吗？回禀太妃娘娘，没有了，就这2种。皇帝，由你来公布吧。皇帝轻轻的点了点头，目光落在了柳芳妇的身上。柳芳妇面上大喜，正要准备谢恩时，就见皇帝伸手指向了凤微月。凤微月，对，凤家千金实在太厉害了，哀家真是刮目相看呐。凤微月，这最后1样宝物就赠你了。
怎么样，够一鸣惊人了吧？快把积分给我。你医术这么好，我早就知道你能猜出来了，这个不算。小混蛋，你故意耍我是不是？不算就是不算嘛，你再凶我的话，我就死机了哦。哎，我当时为什么要设计一个腹黑空间出来？当初设计一个亲亲小可爱不好吗？最后决定化悲愤为食欲，看着面前桌上的桂花糕，凤微月拿起一块塞进嘴里，大口大口吃了起来。表姐，哎。没见过哪家千金小姐在宫宴上这么不注意形象的，这架势，太傅府莫不是饿了她3天？一鸣惊人，任务完成，奖励1000。我他妈！重阳宫宴在凤微月的一鸣惊人下，慢慢的落幕。表姐，你实在是太厉害了，没想到你竟然这样深藏不露，我太佩服你了。所以说，技多不压身，掌握一门知识是多么的重要。趁年轻，多学点东西比什么都强。这个凤微月莫不是中邪了？怎么突然变得如此聪明了？只能说，从前凤青允实在太高调，高调的让我们都忘记了凤家还有这么一位嫡女。既然都是太傅府教养出来的，嫡女又怎会比庶女差？外公，如今天气渐凉，微月不能时时刻刻陪伴在外公身边，还请外公多保重身体。白学士经过宴会，对凤微月已然有所改观。此刻听到凤微月的话，对有种窝心的感觉，神色缓了几分，但语气还是有些严厉道：“你母亲如今怀着身子，你少气的比什么都强。”是，微月谨遵外公教诲。叶力量，快回去吧。外公再见，替我向外祖母问好。父亲，这白碧玉如意太过贵重，女儿留着也没什么用，不如送给父亲吧。愿父亲平安如意。将玉如意递出去的时候，凤微月是肉疼的，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现在小小牺牲一下，都是为了以后啊。好，月儿，你最近的表现为父都看在眼里，从明日起，你便搬回霁月阁吧，一切吃穿用度恢复嫡女制度。待凤太傅走后，凤微月顿时笑得像只小狐狸，大摇大摆地走向北院。奴才见过大小姐。你不是府中的马夫吗？这么晚了，是从哪儿来啊？府中的马车刚刚回来，奴才不放心，准备去看一眼。是吗？凤微月挑眉，又凑近了刘震一些，细细一嗅，一阵阵麝香的味道扑鼻而来。我怎么觉得你是从翠竹院的方向过来的呢？凤微月眸子微微眯起，眼中划过一抹冷光，话落。不等刘震回答，凤微月一手抓着刘震的肩膀，把他往马棚的方向拖去。大小姐，你想干什么？你说呢？你想嘎我？你我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这么做？你买麝香的时候就没想过会有这一日吗？刘震，做人不是你这样的。我母亲当初训斥你，是你没有做好本分工作，可后来她仍是将你继续留在府里工作，可她换来的是什么？既然你觉得自己活腻了，那么今日我就送你一程。话落，凤微月衣袖一挥，一股粉末在马棚里散开。早上从北院醒来的时候，就见院子里的小丫鬟们又都聚在一起，不知在说些什么。喜的，发生什么事情了？大小姐，府中那个马夫刘震喜了。怎么喜的？说是昨夜他给马儿们喂错了东西，导致马儿们发狂，活生生的将他踩死了。那喜状凄惨，如同五马分尸。这昨天还活生生的一个人，没想到今天就这样了。他的命数到了，怪不得谁。和你说个好消息，父亲昨夜已经解了我的禁足，即日起我便要回霁月阁了。一听这个，喜儿皱起眉头，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奴婢恭喜大小姐。你干嘛一脸舍不得我的样子？我没说不带你走啊。小姐，你是说可以带走奴婢？怎么不愿意贴身侍奉我？愿意，奴婢愿意一生侍奉大小姐。行了，收拾一下，咱们回霁月阁。出了北院后，凤微月让喜儿先去霁月阁打，自己则先去了白氏的翠竹院。这领头羊解决了，剩下的小羊崽也得一个一个收拾才是。偏殿里，紫云正侍奉着白氏。凤微月走近后，淡淡的扫了眼紫云，便向白氏请安。见过母亲。好月儿，快坐下。今早你父亲来过了，言谈之间对你赞不绝口，娘就知道我们月儿是个好孩子，不会让娘失望的。母亲，女儿不会让你再失望了。和白氏又聊了一会儿后，凤微月朝白氏使了个眼色，然后叫走了紫云。白氏心里明白，便也由着凤微月去了，只是没想到身边的那个内鬼竟然会是紫云。听说刘震被五马分尸了，你说是不是就像这样啊？到处都烂糟糟的。到这话，紫云吓得手一抖，手中的盘子落地，发出清脆的声音。凤微月回眸看了眼紫云，我昨晚回府晚，你猜我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凤微月感觉到了紫云的手在颤抖，心想铺垫的差不多了，该进入正题了。我遇见了安氏，我偷偷听到他说刘震事情做得差不多了，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所以只有喜人才会永远保守秘密。紫银，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是啊，只有喜人是不会开口的。我们替安氏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等将来白氏难产儿媳后，那我们会是什么样的结局？那么下一个会是谁呢？是我吗？大小姐，您救救奴婢！你这是干什么？你做了什么事情吗？还要我救你？
奴婢喜欢府中的护卫清风，所以呢，这事不知怎的被安姨娘知道了。她答应奴婢，只要奴婢帮她做事，就可以帮奴婢赎身。奴婢一时鬼迷心窍，可后来上了贼船，就发现下不来了，请大小姐帮帮奴婢吧。为了一个男人，你连底线都没有了。一瞬间，凤微月真的很心疼白氏，就因为怀的是府中嫡子，就要被人如此算计吗？奴婢真的错了，这些日子来，奴婢每晚都睡不着，良心受着折磨。今日说出来，奴婢也算心安了。我可以饶你不喜，可你也不配待在我母亲身边了。即日起，你来祭月阁当差。搞定了紫云后，凤微月又从空间里面换了一颗小巧的红色玛瑙珠出来。看着这颗晶莹剔透的玛瑙珠，凤微月勾唇一笑。这颗玛瑙珠坚如磐石，且这珠心里面藏着大量的麝香，看不见闻不着，这样的一个宝物不送给安氏，那真是怪可惜的。翌日，安氏醒来的时候，总觉得脑袋比平时昏昏沉沉的。刘镇的后事都处理妥当了。是的，夫人。夫人，今早翠竹院传来消息，紫云被夫人调去祭月阁了。这刘镇才刚醒，紫云又被调走了，莫不是怎么回事？据奴婢打听到，是夫人害怕大小姐搬回去后好了伤疤忘了疼，加上她的肚子也一天天大了，经不起折腾，索性就派了紫云过去伺候。说是伺候，实则也是替她监视着大小姐。凤微月这小贱人最近动作频频，只怕是真的幡然醒悟了。是啊，这才没多久，老爷就解她禁足了，加上她在重阳宫宴大出风头，恐怕会对二小姐。何时轮到你一个贱婢议论二小姐了？奴婢错了，奴婢再也不敢多嘴了。紫云被派去祭月阁也好，也省得我再派人去盯她了。你晚些让紫云来我这里一趟，仔细着点，别让人看见了。凤微月这会儿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算了一下剩余的积分以及手上现在剩余的钱财，打算把开店一事提上日程。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你放心吧，那间破店面我早就已经找人装修过了，外加你让我在黄金地段租个店面，我也搞定了。我和你说，这个黄金店面这回绝对超值，真的。因为这间铺子隔壁就是忘忧阁啊。这家店怎么了？这忘忧阁可是荣王殿下名下的茶楼，每日有不少的达官贵人、名流人士前去品茗谈天。你说咱们的店就开在隔壁，这不等于借着名人效应免费给我们做广告吗？怎么了？你是觉得我的命太长了，所以上赶着去莫玉牙面前送喜吗？我每天巴巴的躲着莫玉牙，生怕莫玉牙看见自己，一个想不开就砍死我。这下倒好，开店还开人家隔壁去了。哈哈哈，这不能够吧？这光天化日的，荣王也不能说赶你就赶你吧？租金交了吗？凤微月抱有最后一丝希望问。交了。先把方便面店开起来再说，明天起先是营业吧，如果效果不好，再搬去忘忧阁隔壁。这过程里我就不露面了，由你全程代劳。另外，你怎么还穿得那么寒酸啊？不能置办点像样的行头吗？这不找店面，怕预算不够，就先没折腾我自己。你拿一小部分来置办一些行头，另外的再去买一间住宅，先给自己找个安身的地方。一听凤微月给钱让他买房，叶老头顿时感动的老泪纵横。终于啊，在这一世能有自己的房子了。有了房，说不定运气好还能娶个媳妇回来。记得啊，买房写我的名。得了，白感动了。第二天，凤微月趁着凤太傅不在府里时，偷偷溜出了府，去了叶老头。怎么样？虽然地段偏了点，可这地方还挺大的，带花园带假山，而且还有好几间房间，你可以随时来住。这事儿办得不错啊。那当然，我总不能每次都不靠谱吧？这间以后就当做库房吧。这里面有大量的方便面还有饮料，话说店名取好了吗？这倒是还没，咱们一定得取个响亮又高端的名字才行。你有什么想法吗？要不就好难忘面馆，阿月嫂 QQ 面，顶呱呱香又香面馆。行吧，就这个。凤微月不知道叶老头还能冒出什么雷人奇葩的店名，直接就定了这个。确定好店名后，两人看了眼日子，发觉2天后就是个黄道吉日，于是就将开店的日子定在了明天上午。奴婢见过大小姐。你慌什么？我又不吃了你。安氏这几日可有找过你？安姨娘前2日找过奴婢，问了奴婢您的近况，奴婢只说您每日待在房间里看书写字，其他就没说了。做得好，我会想办法把你的卖身契弄来。至于你和那清风能不能有结果，这我就不好说了。多谢大小姐，我回房继续睡会儿，没事别叫我。进了房间，凤微月打开了后窗，悄无声息地溜出了府，进了店铺。凤微月就见里面空荡荡的，除了叶老头以外，一个人也没有。
部长，我这都等了1个时辰了，连个人影都没看见。这不废话，你不做点新店促销，谁知道你这里开了家店？那你的意思是？走，带点货去街上免费派送试吃，每样货上面都写上这里的地址。你要以这个身份去，你不怕被人围观吗？对哦，我差点忘记了，有衣服吗？借我一件。从这一刻起，我就化名叶晚，是你叶长久的儿子。咱们父子俩呢，是从外地过来做生意的。你这模样看起来是我孙子还差不多，当我儿子别人肯定以为我老来得子。行吧，那我就是你孙子。好嘞，孙子。感觉哪里有点不对。送了那么久，这些人看到有人送吃的就警惕心发作，不敢收，只有几个胆子大的乞丐敢凑上来主动问我们要。看来这创业之路很艰辛呐，要不咱们把店挪忘忧阁隔壁去。可风微月却是看着那几个蹲在墙角的乞丐，沉默了一会儿。你看他们干什么？是不是觉得今天白白便宜了这几个小子？好吃吗？好吃，特别好吃。这个如果煮一下会更好吃，你们要去我店里吃吗？真的，我们可以去店里吃吗？当然，你们跟我来。今天我们新店开业，目前还没顾客，欢迎你们当我的第一批顾客。你找他们干什么？这些个小乞丐们每日都在这皇城混，说到底比咱们熟悉这里多了，反正闲着也没收入，不如把他们忽悠过来，给我们当群众演员，我另外付点钱给他们，你觉得咋样？天啦，这也太好吃了，一点也不输陈记牛肉面，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种口感的面。你们也看到了，我这里是新店，目前还没伙计，有谁愿意放弃乞讨生活，来我这里干点实事，凭劳动能力赚钱的？毕竟很多乞丐都是正值壮年的男子，这些男人有手有脚做着乞丐，无非都是懒散惯。果然，凤微月话一出，乞丐们集体沉默了。那你1个月能给我们多少工钱？1个月基础工钱是2钱银子，另外若是单独售出方便面的话，还额外有提成，令店里包吃包住包3餐，但前提是你干的活要让我满意，否则就走人。老板，我愿意试试。行，那你留下，你们不愿意留下打工也没关系，我这里还有一个轻松的活可以让你们做，那每人先给50文，效果好的话再加50文，结束后来找我取。有了这些托，店里的生意果然有了起色。吃完后，每个人感觉都有些惊奇。行了，今天好歹也赚了一些钱了，虽然不多，但已经是个好的开始了，我先回去了。好，那你先回去吧，这里我帮你盯着。另外，不是已经有个小孩来这里帮工了？出了门后，凤微月才想起自己这会儿处于城郊的偏僻地势，离太傅府还有好远一段距离。这具身体的主人还是差些锻炼，这才跑了这么点距离就喘得不行了。忘忧阁2楼雅间，莫玉牙漫不经心地打量着楼下穿着一个灰色袍子的人，这又是哪来的新情趣？一旁裴晨听到这话，也顺着莫玉牙的视线看了过去，就看见一个小老头扶着柱子在喘气。凤微月这女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大白天穿着一件老头衫在街上晃悠，白白浪费她的美貌了。去，让他上来。凤微月看见裴晨的时候，下意识地看了眼头顶的匾额。当看到忘忧阁3个字后，凤微月整个人都不好了。正要抬步溜走时，背后的衣领已经被人揪住。凤小姐，殿下有请。进了门，一股淡淡的熏香味就飘了过来，伴随着一阵阵闻着就香甜的茶香。而此时，莫玉牙也正打量着凤微月，视线在她身上这套老头衫上掠过，面上表情有几分的戏谑。凤微月一低头，这才想起怎么匆忙，衣服都没换回来，现在还穿着叶老头的衣服。恐怕莫玉牙又把我当成神经病看了吧。见过荣王殿下，那什么，我今天真的是路过这里，惊扰您老人家了，真是不好意思。老人家，本王很老吗？不是，就是尊敬您的意思，尊称而已，没有别的意思。凤微月觉得自己这辈子从来都没这么怂过，以前的她可都是有仇当场报，有冤当场伸，哪像现在来到这一世，过得还憋屈了。可吗？不可，一点儿也不可。说归说，可凤微月的目光却落在面前这个琉璃茶壶上面，她是真渴啊，一整天几乎都没喝过水，刚刚又跑了那么多路。可就喝吧，本王也不是什么冷血之人。喝完，一阵阵茶香以及带点花香的茶水在喉咙间漫开。凤微月觉得这茶大概是她这辈子喝过最醇香、最好喝的，主要还特别解渴。谢谢荣王殿下。凤微月笑眯眯向莫玉牙道了声谢，忽然觉得莫玉牙人也不是那么凶残了。不必谢，等会走时记得付账就行。我特么就知道你没这么好心。多少钱啊？也不贵，也就一杯100两。100两，一杯茶100两，你跟我说不贵，你逗我呢？殿下这壶茶可是用雪山纯木熬制而成，里面还有100年难见的天山雪莲。怎么？
么太傅府嫡女拿不出100两银子？其实殿下有所不知，前段时间微月犯了错，父亲已经不给我零花钱用了，所以我能拿小饼干和你换吗？你拿这些和本王换？凤微月觉得自己够有诚意了吧？俗话说吃人嘴软，莫玉牙好歹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不至于继续为难自己。这些是我送给殿下您的，代表我的小小心意。多谢。天色不早了，我先走了。去吧。荣王殿下再见。记得把茶钱付了。什么茶钱？不是拿小饼干抵了吗？你不是说这些是送给本王的？王八蛋，就知道你坏。到了楼下，凤微月心不甘情不愿的付了100两银子，嘴里暗骂：叫你嘴贱，喝莫玉牙的茶。莫玉牙，你个坏蛋！回家路上，凤微月气得骂骂咧咧的，恨不得手撕了莫玉牙这个一肚子坏水的男人。哦，本王很坏吗？背后忽然响起一道凉飕飕的声音，听到这声音，凤微月惊的脚步一顿，一回头就见身边不知何时多了一辆紫金檀木马车。他刚刚一心在骂莫玉牙，竟连马车到了身边都没听见。为什么每次说他坏话都会被抓包？本王原先看你一人徒步回太傅府，还于心不忍，想送你一程。但你既然觉得本王是个坏蛋，为了你的安全，那你还是继续走回去吧。莫玉牙说完，无情地放下了帘子，伴随着一道撕开塑料包装的声音，马车从凤微月的身边疾驰而过。莫玉牙，你最好没有求我的时候，看我到时候怎么收拾你！哼。小姐，你可算睡醒了，你要是再不醒，奴婢都打算冲进去了。好久没回来住了，有些认床，昨晚都没睡好，今天一不小心就睡了一天。小姐没事就好，晚膳时间到了，小姐是先用晚膳还是先沐浴？今天一天可有人来找过我。紫云见自己半天插不上话，为了在这凤微月面前多正表现，连忙开口：二小姐午后来找过小姐一次，但奴婢说小姐在休息，她便走了。提起凤青羽，凤微月又想起了被莫玉牙坑走的100两，顿时没了好脸色。今天不仅被坑了100两，还被坑走了10包巧克力豆豆饼干，又花了我45的积分，空间里就剩95积分了。加上店铺已经正式开业，这95积分怎么也挡不了几天，又得开始做任务赚积分了。空，这几天的新任务是什么呀？我的积分快用完了。任务1，假扮乞丐3天，得100积分。任务2，做50件善事，得200积分。任务3，跟踪荣王2个时辰，并且没有跟丢，得300积分。我选第2条。之后的2天里，太傅府到处穿梭着凤微月勤劳又忙碌的身影，一会儿帮季月阁院里打扫的下人扫地，一会儿跑去大厨房洗碗，一会儿又去帮喜儿洗衣服。总之，只要是能干活的地方，都会出现凤微月的身影。2天累死累活下来，也就才做了28件，还差22件事情要做。可府里7七八八的小事都被我给做了，现在也找不出其他事情要做了。大小姐，梅太妃请你入宫一趟。什么梅太妃？大小姐，快先梳洗一番吧，梅太妃宫里的人还在外面等着。臣女见过太妃娘娘。别杵这了，坐吧，喝茶。你怎么不喝呀？不渴吗？这茶不要钱吧？听闻这话，梅太妃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扑哧一声就笑了出来。怎么，哀家看起来很小气吗？连一杯茶都要收你的钱？不是您小气，是您的儿子太坑了。哀家听说你追了我儿子3年多时间，还说这辈子非我儿子不嫁。没有，那是臣女之前年纪小不懂事，臣女不敢肖想荣王殿下。梅太妃闻言，眼内流露出一抹失望。你如今已满15岁，也到了出阁的年纪，就没想过要嫁人的事情。这梅太妃今天找我来，是不是害怕我还惦记莫玉牙，对莫玉牙影响不好呀？臣女觉得人生不仅仅只有儿女情长，臣女还年轻，想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才不枉此生。这句话应该说得很明显了吧？这小姑娘追了莫玉牙那么久，现在突然转性了，8成是那臭小子对这小姑娘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想抱个孙子真难啊！不行，我得帮臭小子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得很好，那你平时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子啊？活泼的，体贴的，幽默风趣的，还有就是和我差不多年纪的，这样比较有共同话题。这活泼体贴幽默风趣，哪一样都和自己那倒霉儿子不沾边，更何况还有个年纪相仿。那你之前对本王都是虚情假意了？妈的，这个男人一定是在我身上装 GPS 了。哑巴了？难怪人家小姑娘看不上他了，本来年纪就不占优势了，嘴还那么损，一点都不温柔不体贴。早知道当年努力，再生一个温柔嘴甜的就好了。
微月还小，你不要总是摆个臭脸，会把人家给吓到的。对，太妃娘娘您英明神武，人家的小心脏确实快被吓停了。对于自家这位母妃，莫玉牙一直以来都是没辙的。若不是之前看过他惊世骇俗的表现，我现在还真的会被这只小狐狸表现出来的假象给骗到。微月，你别怕，以后他要是欺负你，你就来找哀家，哀家帮你出出气。哎，这画风不对呀，听梅太妃这口气，好像是向着自己的。不对不对，这绝对是个坑。那臣女就不打扰太妃娘娘和荣王殿下叙话了，臣女先告退了。哎，梅太妃一听人要走，顿时就急了。今天她好不容易把自家儿子和凤家姑娘都请进宫，这哪能走啊？不急，哀家已经命人备膳，用了膳再走。微月，尝尝这道桃仁山鸡丁，味道很是鲜美。哎，算了，管他的。莫玉牙如果存心要坑我，我也没办法，还不如现在吃个饱呢。别等饿个半死，还被坑了一大笔钱。于是接下来的膳桌上，就见凤微月像个饿死鬼投胎一样，一口接着一口的吃着。他这么做还有一个私心，就是想让梅太妃和莫玉牙看看自己粗鄙的样子，越嫌弃他越好，这样以后估计就不会再找他进宫了吧。凤微月此刻的表现，在梅太妃看来却是一副好单纯又不做作的样子。梅太妃仿佛已经看到孙子抱在手里的模样了。哀家很喜欢你这个孩子，等哀家得空，你再进宫陪陪哀家。这画风不对啊，不该是梅太妃一脸不屑的对着我翻个白眼，并且表示永远不想再看见我这个粗俗的女人吗？是，多谢太妃娘娘今天的招待，那臣女就先告退了。在凤微月走后，梅太妃偏眸看了眼莫玉牙，才发现不知何时莫玉牙的脸色变得苍白了几分。今天是念酒，明天可是毒发之日。莫玉牙淡淡的嗯了一声，脸上表情似是有些的无味。梅太妃的心一瞬沉了下来。凤微月回到太傅府的时候，竟然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她是真没想到，竟然什么事也没发生，就活着从梅太妃那里出来了。也不知道凤微月现在怎么样了。听闻那梅太妃素来手段凌厉，只怕凤微月现在不洗也脱了层皮。要怪就怪他是个不知喜活的东西。荣王殿下也是他能消想的，现在估摸着被赐洗了也说不定，等等说不定就要抬着回来。真是不好意思啊，让你们失望了。本小姐确实吃撑了，想让人抬我回来，可太妃娘娘非要热情的派马车送我回来，你说这如何是好啊？姐姐回来就好，要不然大家都担心你能不能活着回来。多谢妹妹关心，让大家担心了。今天我临走之前，梅太妃还依依不舍地对我说，让我有空多去陪她谈心呢。今天吃得太撑了，我先回去睡会儿。嘴硬，上回他在重阳宫宴上一鸣惊人，现在许多人都对他改观了，加上他现在整日顶着这张脸，女儿真怕连荣王殿下也。凤青羽说着，有些不敢再想下去了。安氏听到这儿，心情也有些的沉重起来。你们说怎么办吧？我娘昨天刚吃完你们的面，就上吐下泻，最后就倒地不省人事，一命呜呼。可怜我娘啊，还没享福，人就没了。放你个不要脸的大头屁！谁知道你娘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你可别赖我们头上。各位看看，这家店简直就是土匪开的，可怜我的娘哦！是儿子不孝，本来想给你尝个鲜的，却不想害了你。这家店也太过分了吧，都把人吃洗了，一点悔过之意都没有。黑店不都这样？果然便宜没好货。我本来还趁着大早想来抢几袋回去呢，现在谁还敢吃？这时凤微月拨开人群走了过去，走近后就蹲了下来，仔仔细细的看了眼担架上的喜人，然后又拨开喜人的眼珠子看了眼，又取了银针扎进了喜者的手指里。见到那冒出的血后，拔出银针闻了闻味道，心里头已然有了答案。你谁啊？别碰我娘！这是这家店老板的孙子。好你个小子，你们也俩黑心害了我娘，我今天一定不放过你们。去请大理寺的人来，有人蓄意闹事敲诈，让他们来定夺此事。一听要请大理寺的人来，壮汉脸色一变，而后又道：我闹事敲诈，你们到现在都不知悔改，娘啊，儿子不孝啊！喜者白眼朝天，眼底泛青，指尖血为黑色，加之身上有暗紫色尸斑出现，明显是洗于鸩毒，且最少洗了3天。你胡说，我娘明明是昨天半夜才洗，是吃了你们的面才洗的，怎么会是洗于鸩毒？哇，那一定是你们的面里面放了鸩毒，一定是这样的。你是傻逼吗？我们的面多少钱，鸩毒多少钱？我特么闲得慌，多花几10倍的钱去毒死你娘吗？再说了，这尸体是你亲娘吗？还愣着干什么？去请大理寺的人过来，顺便再请个仵作过来，看看这尸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少卿大人，请给草民做主啊！草民的娘亲吃了这家黑店的面后，就一命呜呼了。盛方明看了眼这情况，往身后2名仵作看去，2名仵作会意，二话不说开始当场验尸。
启禀少卿大人，该喜者喜于鸩毒，且临洗之前还受过毒打，身体有几处明显伤痕，且肋骨多处骨折，洗前受到过强烈的虐待，最后被灌下鸩毒殒命，且殒命时间在4天前左右。你还有何话说呢？不可能！你们一定是串通好的，一定是这样的。放肆光天化日，诬陷他人行凶，喜到临头还不从实招来。2人押回大理寺受审。一听要押去大理寺，壮汉顿时吓得满头大汗，背脊一阵阵的发凉。少卿大人，小人也是受人指使，才会做出糊涂之举，请大人明鉴。受谁指使？陈记面馆老板陈海。壮汉为了保命，将一切全盘托出，并且重点交代，这尸体是从乱葬岗翻了半天，找了个老太太的尸身拉来充数的，并不是自己虐杀的。我每回看见陈老板，他都乐呵呵的，没想到是这种人啊！自人知面不知心，不就是这个意思？面好吃有什么用？心肠坏透了。将此案相关人等都带去大理寺，此事涉及重大，需要请大理寺卿大人亲自审问。陈海在受审的过程里，将一切的事情都交代了。他说，近3年时间里，他用过同样的方法，逼退了3家新开的面馆。现在陈记面馆被大理寺的人查封，相关的知情者都被押入了大理寺关押了起来。凤微月坐在房间里，听叶老头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笑得合不拢嘴。我和你说，你用1000积分囤的那些面快断货了，差不多该补货了。我现在就200多的积分，还是昨天好不容易凑满了50件善事，才换来了200分。那怎么办啊？本身也不是什么健康的东西，开启限购模式吧，每人每天只能买3袋，多了不给。对了，你不是说要学轻功吗？我寻思差不多也该提上日程了。这玩意儿可不好学，有了轻功你来去也能方便很多。这具身体连基本的剧气都不会，学起来可能会困难一些。只能从基本功先开始了。我想问题应该不大。那什么时候开始？那就3天后。你这几天先在府里歇着，老是出府对你影响不好。你还记得严尚书家的那位公子吗？严尚书家嘛，不太记得了。今早下朝时，严尚书同为父一起走的，路上说起他家公子严继在前阵子的宫宴上对你一见倾心，想娶你为妻，所以为父想来问一问你的意思。父亲，女儿现在还不想嫁人。莫不是你心里还惦记着荣王殿下？不是，女儿真的对荣王殿下没有意思了，只是这严公子女儿从没接触过，这怎么能说嫁就嫁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何况为父看人的眼光一向很好。你既然说你没接触过严继，那多接触几次就好了。荣王殿下那里，你这辈子都别再想了，除非我喜了。老爷，尚书府严继公子约大小姐明日午后去忘忧阁饮茶。一听忘忧阁，凤微月条件反射似的皱了皱眉头。这边凤太傅一听这话，面上表情有几分喜色，也不问凤微月，直接开口道：好，微月会到的。妈的，说好的家风严谨呢？这就把我抛出去和别的男人约会了，还是在忘忧阁这种鬼地方？明天你见一见严继，就知道为父的心意了。女儿明白父亲是为了自己好。你明白就好，明白就好。冒昧今日约你出来，可乐的，看看要喝些什么。就这个吧。凤微月指了指这雪莲玉露茶，说完还特意看了眼严琦，想看看严琦此时的反应和表情。小哥哥，今天不狠狠宰你一顿，看你下次还敢约我出来。好巧，我刚刚也想点这个来着，但怕你喝不惯。这个画风不对啊，你不应该觉得我是个败家的玩意儿吗？这是的，尚书府也这么有钱的吗？500两的茶水随便喝。果然，只有在下是个穷逼，的确好巧啊！严琦又是一笑，怎么也掩饰不住愉快的心情。我听说您想娶我。不瞒你说，自重阳宫宴后，我便对你一见钟情。不过你不用这么快给我回复，我们可以先试着接触一下。那我如果说我不想嫁给你呢？没关系，我会有打动你的那一天。微月，我可以这么叫你吗？可以。我们可以先从朋友相处，若是最后你实在不愿嫁我，我也不勉强你。希望我们还可以成为朋友。尚书府的教育实在太好了，这活脱脱一个小绅士啊！今天来之前，还以为严继会是个难缠的。还想了一些办法让严继打退堂鼓，没想到严继竟然这么有风度。你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一听这话，严琦先是一怔，随后忽然反应过来，这是荣王名下的铺子。想到凤微月和莫玉牙曾经的关系，严琦脸色一白，才发现自己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一个点，眼下一定是让凤微月触景生情了。对不起，我忘记了。你忘记什么了？
你喜欢游湖吗？没游过。延琪怔了一下，他记得去年还在春月湖见过凤微月一次，只不过那次好像荣王也在游湖。现在凤微月说没游过，怕是记起那些伤心事吧。时间差不多了，我该回去了。好，我送你。今日出门后路过宝玉轩，见这只蝴蝶钗很好看，觉得一定很适合你。今日本就坑了妍记不少，这蝴蝶钗估摸着又花了不少银子。妍记，我不能收你的蝴蝶钗。没关系，我先替你保存在我这里。今日和妍记见面下来，感觉如何？我们决定先相处一段时间看看。凤微月也没有把话说死，这会儿说死了，保不准又惹凤太傅不高兴。凤太傅听后却是一脸高兴。好，那妍记果真是个识大体的。你若能嫁给他，往后的日子不会吃苦的。转眼便到了和叶老头约定学习轻功的日子。我听说你要嫁去尚书府了。哎，谁和你说的？整个京城都是这么传的，还说你们前2日还在忘忧阁幽会了。看你这意思，这传闻是假的。凤微月实在是无语，把这件事情和叶老头说了一遍。听完，叶老头倒是笑了。原来是这样，我还说是哪个不长眼的敢娶你，这严家公子恐怕还没见过你的真面目。请注意你的措辞。不好意思，刚刚嘴瓢了一下。哼，开始吧。首先第一步就是说烂了的气沉丹田，其次呢，应宫前要先学会练气换气，熟练掌握操控体内的所有气息，也就是真气，否则的话你是放出内力，但操控不住也收不住，是有大麻烦的。整整1个时辰，凤微月就听叶老头在和他讲解这些关于凝气的知识，渐渐的从原先的茫然变成一脸星星脸崇拜的看着叶老头。现在和你比起来，我的近身格斗简直就是平平无奇。就像这样，一硬膝，脚尖一点，不就飞起来了？多气，你学一遍就会了。叶老头在一旁看着，默默地替自己捏了把汗。不得不说，有些人就是不长，有些人就是个保镖嘛。凤微月这资质实在是太逆天了。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微月。是你啊，好巧。妍琪看着他浑身都是汗，心想着都深秋了，怎么会把自己弄成这样？于是连忙开了口：外面有风，你出了那么多汗容易着凉，你坐我马车，我送你回府吧。这是什么温柔小绅士，太体贴了吧。擦擦汗吧。不用了，别脏了你的帕子。两人的马车走远，不远处从宫里出来替梅太妃去忘忧阁取新鲜糕点的海嬷嬷，面上倒是有些的错愕。结合今天出宫听到的那些闲言闲语，再加上刚刚亲眼看见的这一幕，海嬷嬷立即肃进宫。这好几天没看见微月了，不知道她在干什么，我还怪想她的。梅太妃忽然提起了凤微月，边说边留意着莫玉牙的表情。提起凤微月，莫玉牙脸上没有一丝的表情，倒是扫了眼梅太妃。你还下不下棋了？不下，我走了。哼，不下了。梅太妃看着他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又一次生自己的气，气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再生一个。这时，海嬷嬷提着忘忧阁的糕，匆匆的走了进来。海嬷嬷，你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奴婢今日出宫，在街头听见不少人谈论凤大小姐和严家公子的事情，说是尚书府的严家公子想娶凤小姐。前2天2人还在忘忧阁饮茶幽会。听完这些，梅太妃面上一片死寂，往莫玉牙看了一眼，却见莫玉牙正在一颗颗收着棋盘上的棋子，注意力压根就不在这边。这严家公子倒是个温柔又体贴的人呢。他多大来着？好像今年刚满18。得，也符合凤微月说的年纪差不多，有共同话题。梅太妃越想越憋屈，一脸幽怨地看向了莫玉牙，观察着莫玉牙的反应。还下吗？你竟然还有心情下棋？微月都快和别人跑了，你难道一点都不担心的吗？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只不过这小东西还真是一刻都不闲，一会儿宁子归，一会儿延琪，但是都与我无关。你既没心思下棋，那我先走了。太妃娘娘有心撮合荣王殿下和凤小姐，可殿下似乎无意。太妃娘娘不如放弃吧，以免影响与殿下的母子关系。你不懂，哀家最是了解自己的儿子，他对微月那是与旁人不一样的。就这么说吧，这么多年来，你何时见过他愿意与哪家千金同桌用膳？而且上回在他的府邸里，哀家可是亲眼见到他们抱在一起鸳鸯戏水的。母亲近2日可有感觉不适？最近一段时间，虽然肚子越来越大了，可身子却是比往日轻盈了许多，不知道是不是麝香没了的缘故。那就好，如果有什么不适，让春华第一时间来通知我。我听说尚书府的公子对你有意，我曾经见过那孩子几次，对他印象还不错。你若是喜欢的话，娘觉得嫁给他也不错。我不喜欢他，
这世上又有多少有情人是终成眷属的呢？等你嫁了人以后，就明白只要选一个对你好的人就够了，喜欢不喜欢的真的不重要。白氏说着这话，眼底有一丝的落寞。演技再好，但作为尚书府嫡公子，有朝一日怕是也少不了3妻4妾。我不想要那样的男人，也不愿过与别的女人争宠的日子。这是一种时代的悲哀。我的命运，我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除此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左右我。一番话说完，白氏有些震惊地看向凤微月，似是没想到凤微月能说出这样惊世骇俗的话来。有一瞬，白氏觉得眼前的这个女儿有些的陌生。话别说得太满，万一哪一日你喜欢上言纪了呢？这还真不一定哦。明日我要回雪师府小住几日，你随我一同去吧，正好拜访一下你的外公和外婆们。好的，母亲。相宜，小心一点。多谢大哥。见过舅舅。凤微月主动唤了一声舅舅，白淑玉看了眼凤微月，微微点了点头，表情有些不冷不热的。父亲这会儿还在上朝，母亲知道你要回来，已经在院里等你了。相宜见过母亲。你身子重，这些俗礼就免了。你我母女之间还这么客气做什么？微月见过外祖母。凤微月知道来了白府，各种礼节是免不了的。白老夫人见到凤微月，上下仔仔细细地打量了她一眼，而后颇为满意的说道：我先前听堂堂他们说，你如今已经彻底改头换面，我还有些不信，如今一看，倒真是如此，这样清清爽爽多好。表姐，你难得来府上，跟我一起去逛逛吧，这里留给他们大人吧。表姐，京中新开了一家胭脂铺，我们去逛逛吧。白继堂平时和府里那些个庶妹什么的也没有来往，平时大多时间也都闷在府里，加上前段时间凤微月禁足，更是不敢去找他了。走吧。堂给糖葫芦。表姐，你都多大了，还吃这个玩意儿？我是个才15岁的美少女啊。那我13岁是什么少女啊？狗都嫌少女。表姐，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白继堂哼唧了一下，还是接过了凤微月递过来的糖葫芦，刚咬一口，一嘴的酸味，差点让他口水都要流下来。表姐，我嫌弃你的品味。表姐，快吃肉包子，这个肉包子很好吃哦。继堂妹妹，我很怀疑你现在这副血盆大口吃的满嘴流油的模样，被外公看到的话，会不会直接抓你进猪笼陈塘？表姐，我能把包子扣你脸上吗？答案显然是不能的，因为就在白继堂一个愣神的功夫，面前的凤微月已经消失了，而此时此刻，凤微月已经冲到了前面的一个拐角里，正抓着一个男人的衣领，对他一顿胖揍。你欺负一个老人家算什么本事？有这能耐怎么不见你去上战场杀敌呢？堂走了。表姐，你刚才我刚刚太愤怒了，整个人都气得爆炸了，就激发了体内的潜能，你能懂吧？我懂，我上次出府也被一个大神给气坏了，后来我就骂了他是个肥猪精。表姐，那可是我第一次骂人呢。白继堂一瞬间从惊讶错愕变成了感同身受。对吧，这种就是身体潜能。其实我平时很娇弱的，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呢。而此时不远处的忘忧阁内，2楼雅间的窗边正站着一道颀长冷漠的身影，而刚刚楼底下发生的一切也全然入了他的眼。在凤微月走远后，忽的感觉有些的头疼的捏了捏眉心。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为什么力气会那么大？难道是因为饭量大的缘故吗？那似乎是尚书公子的马车。你话太多了。裴晨默默地闭上了今天才说了一句话的嘴。这边凤微月和白继堂吃喝了一路，终于到了白继堂说的新开的胭脂铺。正在凤微月挑选胭脂的时候，一旁的白继堂面色忽然变得有些的古怪。凤微月朝他看去，就见他小脸憋着一团红，一只手捂在自己的小腹上面。干嘛？吃多了闹肚子？表姐，我们先回府吧。怎么了？凤微月感觉他怪怪的，后来似是察觉到了什么。你是不是来大姨妈了？大姨妈？没有啊，我大姨妈已经过世3年了呀。我是指你是不是来癸水了？哎呀，你轻点儿，别被人听见了，咱们快回府吧。你别急，我先给你个东西，你应急。这是什么？这附近有没有方便的地方？表姐，你刚刚给我的那个东西，确定好用吗？你别坑我哦。那是自然，等你习惯了这个，就不会再想用那些很不卫生的小布条了。还有啊，这东西是一次性的，用完就扔。白继堂来了癸水，小肚子隐隐作痛，两人随便选了一些胭脂水粉后，就打算去酒楼吃些东西。刚出胭脂铺，凤微月就看见了颜琦，或者说颜琦在那里等他好久了。微月，表姐，我听说你和颜琦好上了，本来还不信呢，现在好像是真的哦。不是。
刚刚路过此地时，见到你和白家小姐在买胭脂，怕打扰你们，所以就在这里等你。凤微月知道颜琦对自己的心意，可眼下自己对颜琦还没任何的感觉，总觉得这样惹出风言风语也不太好。那个，我和我表妹要先去用膳了，我们改天再聊吧。凤微月扯过白济棠，拿白济棠当了借口。白济棠以为凤微月是在暗示自己什么，连忙笑着对颜琦道：是啊，你要和我们一起用膳吗？正好我们2个也有些无聊。好，那就一起吧。到了明轩楼后，凤微月和白济棠其实都不太饿，所以便让颜琦点菜。凤微月顺便替白济棠点了一碗红糖姜茶。表姐，我不喜欢喝姜茶，喝了你的肚子就不会疼了。瞧瞧，表姐还嘴硬，在颜琦面前表现得这么斯文淑女，不是喜欢是什么？不过这颜琦好像确实不错，至少比那个龙王要好多了吧？那个龙王真的太凶了。微月，后天要不要一起去游湖？凤微月顿了顿，说起游湖，倒也觉得挺新鲜的。好啊，时间地点。微时春月湖。快去通知太妃娘娘，延吉月凤小姐后天没事游湖。是，我这就去。严公子，皇上有请。与此同时，梅花林里，梅太妃的贴身宫女香兰匆匆跑了进来。太妃娘娘放心吧，皇上已经传人召严公子入宫了。太好了，皇帝这事儿做得够意思。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让微月和颜琦一起游湖，要不然的话，这儿媳妇真的飞走了。对了，海嬷嬷有去通知荣王，说本宫邀她一起游湖吗？太妃娘娘放心吧，这会儿海嬷嬷怕是已经给殿下带到话了。那就好，那就好。希望这臭小子今日主动一些，可别浪费哀家这一番心意了。你干嘛呢？没什么事做，这个点你怎么突然过来了？颜琦约了我未时去游湖，所以我先过来看你一眼。哦，游湖能不能带我？我保证不打扰你们，我就躲在角落里看看对方人品如何。最后，在叶老头的强烈要求下，凤微月带上了叶老头，一起先去了春月湖。这未时都过了啊，人怎么还不来？再等等吧，这不刚到未时。这一等，足足又等了半个时辰，凤微月和叶老头还是没有看见尚书府的马车过来。最后，两人不得不想到一个事实：凤微月被放鸽子了。部长，这男人不能要啊！他居然放你鸽子了！算了，他不来，我俩去游湖吧。走，我们去租一艘船，再去租一个船夫。租船夫干什么？我来当船夫就好了。你现在好歹都是叶老板了，就不知道好好享受生活吗？部长，咱虽然有点钱了，可也不能这么花呀。万一哪天你被皇上抄家流放，好歹身边也有点银子不是？你能不能盼我点好的？上了船，叶老头站在船边掌舵，凤微月则是四仰八叉的躺在船舱里，吹风哼着小曲，小船摇摇晃晃的。没一会儿，凤微月就困了。而此时，离他们小船的不远处，正停着一艘大船，大船内一道玄色身影坐在那里。人呢？一旁，裴晨也往岸边看了一眼，发现今日岸边都空荡荡的，连个人影也看不见。许是太妃娘娘有事被耽搁了吧？裴晨看到这一幕，似是早已经习惯这一切。此时莫玉牙目光忽然一沉，一股熟悉的疼痛却在心口处逐渐的上涌弥漫开。督长，咱们要不要去帮忙啊？这对面显然是被仇家追杀了。你知道那是谁的船吗？臣莫玉牙。那就轮不到我们出手了。怎么回事？这裴晨明显快打不动了，莫玉牙怎么还不出手？难道莫玉牙不在船上？难怪没有出手，原来是真遇到情况了。老叶头，抄家伙！好嘞，就等你这句话。凤微月看着没几下就击败这么多黑衣人的叶老头，嘴角一抽，完了，以后叶老头是我惹不起的人了。怎么样，厉害吧？你可太牛逼了！你刚刚那些个什么流星碎碎冰是招式名字吗？听起来好像挺屌的。那个是我刚刚顺口瞎编的，这电视剧里不都这么放？出招前喊一喊，比较酷一些。你当我没问？哎，哦对了，你中毒了。话刚落，凤微月便感觉身子一僵，一只骨节分明的手已经掐住了他的脖子，同时伴随着的还有莫玉牙幽暗冷血的目光。叶老头跑进来时，就看到凤微月被掐着脖子这一幕。啊，你们继续，我出去等你们。叶老头，你看不出来他要杀我吗？一定是嘴快了，触及到了莫玉牙身上最不可触碰的秘密。现在这个秘密被我发现了，莫玉牙一定会灭口的啊！完了完了，早知道刚刚让莫玉牙直接去死就好了。莫玉牙，放了我，我可以给你解毒。你会解毒？本王的毒可解？凤微月，你只有这一次机会。让我救你，总得给我一点好处吧？你若能解本王的毒，本王与你3个条件，且护你一世周全。
他究竟是被这个毒折磨了多久，才会对一个自己如此厌恶的人许下这样的话？但我若不能救呢？你说呢？嘤，太吓人了，妈妈，我要回家，我先给你检查一下。诊脉的过程里，凤微月的脸色一直不太好看。这个毒年数已久，毒性几乎已经快要蔓延到了心肺处。当说旁人中了此毒，一定是撑不了多久的。莫玉雅一定用了一些珍贵的药材，以及用内力压制着，才熬了这么久没有毒发身亡。殿下，我取点儿血。凤微月连头也没抬，直接拿出一根银针刺破了莫玉牙的手指。莫玉牙目光定格在凤微月认真的小脸上，不知为何，总有一种在陪她过家家的感觉。这个女人浑身都是谜。想罢，目光又若有似无的在船舱外的叶老头身上扫过。怎么？殿下，这毒我倒是能解，只不过需要每7天给你施针一次。之后每7日，本王会命人接你来荣王府。是这样的，大哥，殿下也知道，一般大夫替人治病的话，都是要收一些诊金的。您看看，您是不是？你要多少？不多，一次100两。本王也想等你解毒后，赏你黄金10万两，再送你5间宅子。你既然每次只要100两的话，那就……殿下，亲爱的荣王殿下，你当我刚刚什么都没说？松手。那写份协议行不行？你可算出来了，你再不出来，我就要打进去了。哼，马后炮。走不了了。为毛啊？船桨没了麻烦送我们到岸边，谢谢。裴晨瞟了他一眼，没有理他。他这辈子只听殿下一个人的。见裴晨不理他，凤微月嘀咕一句：“真是个没良心的。刚刚要不是我们的话，说不定你现在早就已经那啥了。”就是这事儿你就不地道了，我那船桨不也是就你才坏掉的？裴晨被这俩对得一阵脸红，于是嘴硬道：“我根本不需要你们帮忙，我一个人也可以。”是吗？坏，谁杀了凤家小姐，谁有奖励。打我的这一批杀手好像有点菜窝。我们当然菜，我们是被派来做戏的，哪敢真的碰一下你啊？快来，有船了。你说哀家派了刺客去刺杀微月，那臭小子心再狠也一定不会见死不救，到时候挺身而出救下了微月。你们说哀家这儿媳妇不就回来了吗？一般的女孩子不都是喜欢以身相许吗？梅太妃越想越高兴，觉得自己今天这一出实在是安排的太美好。微月那里怎么样？凤小姐已经回学士府了。去学士府？颜琦想也没想，便直接开口道，顿了顿，又觉得这个点可能不太方便。算了，回府吧。我让你有种就打，没种的话你就……哟，这谁啊？这不是咱们印北朝鼎鼎大名的大花痴吗？凤微月抬眼看去，就见面前站了一个20来岁的男子，正一脸鄙视地看着他。这人凤微月倒是记得，是小舅舅的儿子白令浩。知道是你姑奶奶还不让开？你个臭不要脸的！你是谁姑奶奶呢？你谁不知道？你倒贴给荣王殿下，人家都不要你。白令浩，不想死的话，你就给我闪开点。我刚吃饱，力气有点大，等会揍你怕收不住手。就你这身材，和个菜包子似的，你还想揍我？凤微月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欠揍的人，偏偏现在是在学士府，闹出太大动静也不好。可他不想惹事，对面的白令浩却是不放过他，凑着一张脸过来。你哎呀，有种你往这里打！你哎呀，那就休怪老子无情了。是你叫我打的我让你有种就打，没种的话你就……令浩哥哥，你没事吧？你怎么突然流鼻血了呀？你们怎么回事呀？令浩哥哥身体不好，还由着他出门胡闹，我等一定要禀报外公，责罚你们。凤微月整个人笑得像只小狐狸一般，挑了挑眉，一回头时，笑容蓦地僵在脸上。颜琦，他是什么时候来的？我的淑女形象还能抢救一下吗？颜琦，你怎么来了？颜琦整个人还处在震惊的阶段，本想来和凤微月解释一下今天没有赴约的事情，却没想到正好撞见这一幕。颜琦回过神，便对上凤微月甜美娇俏的笑容，整个人又是一晃神，仿佛刚才那一切都是他的幻觉一般。微月，怎么了？换个地方说话吧。两人来到了一个荷花池边，到了荷花池边后，颜琦先出了声：今日对不起，临时被皇上召见，所以没有赴约。没关系，我也没有等太久就走了。下午发生的这一切，他到现在还和做梦似的。颜琦没有来，他却遇见了莫玉雅，还阴差阳错发生这一切事情。见他还是去赴约了，颜琦心里头更是过意不去，眼内流露出一抹歉意。对不起。你不用总是和我道歉的，你也不欠我什么，真没关系。颜琦微微点头，毕竟是在别人府上，他也不好太过逗留，毕竟他和微月现在还没有任何关系，要是引起误会，坏的也是微月的名声。那我先走了，改日再见。临走前，颜琦脚步一顿，回眸又看了凤微月一眼。你刚才一拳把人打倒了。凤微月有些语塞，不知该怎么回答时，只听颜琦又道：手疼吗？哎，妈呀，这是什么绝代小绅士啊！呜，有点想嫁了怎么办？这毒性已经太深，
解毒的过程里，我还得一并着手调养墨玉牙的身体。这其中有些药材这里未必能有，空间里的药品积分比日用品食物又贵不少。看来要在7天之前抓紧做一批任务换些积分了。任务1，假扮叫花子3天，得100积分。任务2，给梅太妃捏1天腿，得100积分。任务3，打一顿白鸡汤，得100积分。假扮叫花子去给梅太妃捏腿，打一顿白鸡汤，好像都挺简单的哦。这前2个倒是容易，可这第3个，鸡汤妹妹，对不住你了，表姐一定会手下留情的。表姐，你来了，要和我一起泡澡吗？不用了，我没这癖好。糖糖，你这里有个蟑螂。天啦，不会吧，你快帮我打掉。白鸡汤被这么一拍，一个没绷住，感觉胃里一红，胆汁都快吐出来了。200积分到账。表姐，你力气怎么那么大？蟑螂死了。真的呀？那就好，那就好。表姐，蟑螂呢？我怎么没看见？可能被我打成粉末了吧。哎，你不是说你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吗？今天和延期见面怎么样啊？还愉快吗？我没和他见面啊，他临时被传唤进宫了。不会吧？那你一下午干嘛去了？我一个人游湖去了啊，不一定非要人陪我吧？不是吧？那你也太孤单寂寞了吧？表姐，你实在太可怜了。表小姐，您刚刚打了3少爷，2房的人过来闹了。表姐，你把白令浩打了？他先骂我来着的。再说了，我就轻轻碰了他一下呀。一定是2房的人故意挑事，这些个臭蟑螂连我表姐都敢欺负，看本小姐怎么教训他们。表姐，走，跟我去会会2房。出白鸡堂的院子后，就见白令浩的母亲2房的孟氏一脸凶相的站在门口，见到凤微月后，几乎是第一时间扑了上来。凤微月，你个小贱蹄子，敢把我儿子打成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看我今天不撕了你！住手！谁敢打我表姐？白鸡堂挡在了凤微月的面前，却被孟氏一把推开，差点跌落在地。巴掌即将落下时，凤微月伸手紧紧地抓住了孟氏的手腕，一个用力，差点将孟氏的手腕捏断。这小贱蹄子力气也太大了，刚刚也是这样欺负3少爷的吧？我算是明白了，白令浩这嘴贱的本事是遗传了谁？凤微月，真要比剑的话，这印北朝你称第2，谁敢称第1？你们凤家和咱们白家这些年脸都被你丢尽了，你好意思说贱？孟氏，你别太过分了，我表姐好歹是太傅府嫡女，岂容你再次辱骂？太傅府嫡女那又怎样？季堂，你就不为你3个想想吗？你3个好好一个人，被他打得现在都下不了地，大夫说鼻梁骨都断了，你说我能忍得下这口气吗？我表姐不会无缘无故打人的，肯定是白令浩哪里做的不对。你闪开，我懒得和你废话。凤微月，今天这事儿你说怎么办吧？是私了还是公了？你准备怎么私了，怎么公了？这私了吗？你也让我打断你的鼻梁骨，此事就算了。这公了吗？我以殴打罪名将你告上大理寺，届时我倒要看看太傅府会给我怎样一个说法。他听说最近凤微月被凤太傅收拾得挺惨，想必凤微月是不敢把事情给闹大的，只要让他替令浩出了这口气，他这心里头就舒坦了。那就私了吧。看来这小贱蹄子是真的心虚了，我就说这点小手段和我比起来还真是嫩了点。你跪我干嘛呀？是不是知道良心过不去了呀？凤微月，你使诈！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动了？我这不站在这里一动没动，等你来打吗？你们自己打不到我，还怪我使诈？怎么回事？父亲，孟氏跪在地上，见到白学士后哭诉了起来。可还没等他说完整，一道身影就跑了过去，挽住了白学士的手臂，哭了起来。呜呜呜！外公，微月实在是太委屈了。既然这里不欢迎微月，那微月现在还收拾回太傅府吧。怎么回事？令浩小表哥刚才骂我来着，说我是个贱人，丢了凤家和白家的脸。微月委屈极了，就和令浩表哥理论，然后不小心碰了他一下，哪知令浩表哥突然就晕倒了。现在孟小舅妈就非说是我打的，还找了这么多人来打我。呜呜呜！快把我给吓死了！白氏一听这事儿，顿时脸色也不好了。父亲，这事儿实在做得过分。月儿不过是个弱女子，怎么能找那么多人来打月儿呢？这不是存心要打死月儿吗？白老夫人脸色也不好，阴沉沉地瞪着孟氏，这2房的人惯爱惹是生非。来人，去查一查这事儿。老爷，荣王殿下来了。墨玉牙来的时候，就见凤微月站在白学士的身边，委屈的扁着个小嘴，鼻子红红的，眼角还挂着2滴眼泪。墨玉牙倒是觉得新鲜，扯了扯嘴角，看向凤微月：“谁欺负你了？”凤微月一听这话，本着做戏做全套的原则，又是一声哽咽，眼泪又扑簌往下掉。白学士见到这阵仗，以为凤微月又被墨玉牙给吓哭了。不知殿下大驾光临，微臣有事远迎，只是府中眼下出了一些琐事，让殿下见笑了。哦，那就说出来，让本王笑一笑。孟氏见到这阵仗，想到墨玉牙讨厌凤微月，便急着说：“启禀荣王殿下，这凤微月今日殴打府上公子，行为恶劣，实在嚣张跋扈，让人气愤不已。”
本王让你开口了吗？今日的确是三公子先拦住了魏月小姐的去路，并且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魏月小姐才碰了三公子一下，然后护卫将调查到的事情，包括白令浩都和凤微月说了哪些不好听的话，全数道来，最后还强调一句，凤微月的确是打了白令浩一拳，但一拳能把白令浩鼻梁骨打断，这事儿就有待查证了。我就说嘛，表姐平时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怎么可能把白令浩打成那样？鸡汤妹妹，这句话现在大可不必说出来。果真，抬眸悄悄往莫玉牙看去时，只见莫玉牙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清幽的眼神里此时染着几分戏谑。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是吗？这还真是今日听过最好的笑话了。这小东西是怎么做到把所有人都骗得团团转的？白学士一听这事儿，也当即气得火冒三丈，加上莫玉牙在场，更是觉得白府脸上无光。偏偏这时候，莫玉牙还悠悠地来了一句：“原来此事和本王也有关。孟氏，你自己没管教好儿子，竟还敢来倒打一耙，还找了那么多人来打微月。你自己说，这事儿准备怎么收场？”那凤小姐也不能把人打成那样呀！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要是有个好歹，我还怎么活呀？那就不要活了。孟氏一脸惊恐地看向莫玉牙，随后才后知后觉一件事情：今日令浩言语侮辱凤微月时，还提及了荣王殿下，这私下妄议荣王殿下，那可是死罪一条啊！荣王殿下，是臣妇一时失言，还请荣王殿下恕罪。孟氏此番行径实在卑劣恶毒，有他在令浩才会这般不知天高地厚，不如即刻起把孟氏逐出府，送他去城外的安堂思过吧。就这么简单？赔偿呢？臣妇那里有100两银票，给微月赔个不是。你那里不是有一套琥珀首饰吗？还不拿出来赔给微月赔个不是？母亲，那是我的嫁妆呀。舍不得你的嫁妆，你是想带进棺材里吗？那就多谢孟小舅妈了。不知荣王殿下深夜到访是何原因？本王前段时间去了一趟取泰山庄，父皇称这幅步云图很适合白学士，便让本王带回交由白学士。今日恰巧路过此地，便给你拿来了。微臣多谢太上皇，多谢荣王殿下，等微臣得空，一定亲自去取泰山庄拜见太上皇。莫玉牙嗯了一声，便也没想要多留，转身便准备离开。你过来。殿下，我送您。今日多谢殿下出手解围。琥珀这种东西很贵的吧？那一套琥珀首饰，估摸着也要1000两银子吧？怎么不打算分本王一半？不会吧，您老应该也不缺这点银子吧？现在缺了，本王不是被你逼着签了协议？瞧瞧，我要是不逼你签协议，你肯定赖账。明日记得送500两银子来荣王府。莫玉牙，你个坏蛋，你又威胁我，你信不信我毒死你？你要毒死谁？外公，微月刚刚说的是毒死，不是毒死。月儿啊，荣王殿下今日帮你，是因为凌浩口不择言带上了他，并不是真心的帮你，你可莫要再肖想荣王殿下了。外公放心吧。那就好，夜已深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大胆不得靠近荣王府。去告诉你们殿下，我给他送银子来了。送银子，这花痴又玩什么新把戏？殿下富可敌国，还缺他那点银子，开什么玩笑？想罢，侍卫们愣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仿若没听见凤微月的话。妈的，让我来送银子，还让我受这个气，你到底去不去通报啊？耽误了事情，你能负责吗？你最好别去，那样我就有正当理由不给你银子了。那说好了啊，不是我没来送银子，是你们不去通报的。咦，魏月，见过太妃娘娘。你怎么在这里？你是来找玉牙的？我就说，没有一个女人能逃过英雄救美的戏码。魏月既然都主动上门了，看来对那臭小子还是有点意思的。臣女本来是来找殿下说一些事情的，可这些人既不帮我通报，也拦着我不给进，臣女只好先回去了。闻言，原本一脸笑意的梅太妃刹那间脸色一变，怒瞪着那些个侍卫，气得伸手指着他们。来人，把这些没有眼力劲的东西拉下去砍了。我操，这么可怕的吗？别，太妃娘娘，他们也是按照规矩办事，毕竟荣王殿下这等尊贵的人，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见的，是不是？一听凤微月都替莫玉牙说话了，梅太妃觉得心里头一舒坦。走，哀家带你进去，以后谁敢拦哀家儿媳，不是凤家小姐的门，哀家就弄死谁。凤微月恍惚中听见了儿媳这2个字，但一阵风吹过，醒了醒神，觉得自己一定是幻听了。
这府邸什么都好，唯独就是缺个女主人。魏月，你说是吧？凤微月还处在想抠2块玉石偷偷回去卖了的思绪里，一听到梅太妃这话，以为梅太妃是在暗示自己远离墨玉崖。没错，荣王殿下身边就是缺个荣王妃，所以显得府邸空荡荡的。如果再和荣王妃生2个小世子和小郡主，那就显得更热闹一些。不过按照殿下这条件，生个7个8个的也是够住的。你说的对，太对了。看到梅太妃笑得都快绷不住了，凤微月默默地松了口气。看来自己没有会错意，梅太妃就是在暗示自己离墨玉崖远点儿。行吧，反正今天也是来送银子的，送完就走。你怎么来了？不是你让我来给你送银子吗？随口一说，你当真了？可我觉得你一点也不像是随口的样子。不过既然你送来了，那便拿给本王吧。凤微月小脸一皱，最后还是在墨玉崖的眼神威慑下，一脸不情不愿的拿了5张100两的银票出来。梅太妃在一旁看，愣是没看懂这是哪一出。怎么回事？魏月，你给他银票干嘛？昨天遇到一些问题，欠了荣王殿下500两，所以今日特来归还的。真是够了，行了，不用给了，都是一家人，什么欠不欠的？什么叫都是一家人？墨玉崖听到梅太妃的话，也是一阵阵的无奈。母妃，说话注意一些，不要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对，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可别把这苦心经营回来的小儿媳给吓跑了。本宫是看你很可爱，把你当女儿来看的。臣女也觉得太妃娘娘很是亲切，臣女今日反正也闲着，不如臣女帮太妃娘娘捏捏腿吧。你确定？墨玉崖狐疑的看着他，想到他那身力气，生怕他把梅太妃的腿直接捏断。对啊，我很会捏腿的。好呀，这小儿媳今天难得如此主动上门，我可得把人先留住了，至少也得留到晚饭以后吧。于是，在墨玉崖阴森森的目光注视下，凤微月搬了个小凳子，开始替梅太妃捏腿。梅太妃的小腿骨错位的很厉害，也已经有了许多的年头，久而久之，一条腿就形成了残疾。这种情况的话，必须用到现代的技术，才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当初设计空空的时候，的确是在里面规划了一间手术室来着，只可惜空空现在还是个半成品。这边凤微月想得出神，却不知道他的一系列小动作全输入了墨玉崖的眼。墨玉崖想到他那一身莫名其妙来的医术，整个人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裴晨，你说那日那个姓叶的老者使的是行云宗的功法？那老头身手不凡，且的确用的是行云宗的武功，而且身形也和行云宗失踪了半年的独孤掌门很像。微月，你会跳舞吗？跳舞，凤微月倒是会那么一丢丢，但是现在怎么能说自己会呢？臣女四肢不太协调，所以并不会跳舞呢。那真是太可惜了。本宫从前是最喜欢跳舞的，只是现在再也不能跳了。当年他便是因为一段惊艳天下的梅花舞，才被皇上看中，一路从玫瑰人晋升为了梅妃。只是现在，对于再也不能跳舞的他来说，梅这个字何尝不是一种讽刺？凤微月不知道梅太妃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但眼下见梅太妃露出悲戚的神色，也有些于心不忍。或许有一天奇迹会发生，到时候太妃娘娘就可以重新起舞了。奇迹，我盼了这个奇迹，盼了足足20年，这辈子只能认命了。本宫听你的，等着有一天奇迹发生。任务完成，得200积分。一听这个，凤微月变戏法的从衣袖里拿了一副娱乐模式的飞行棋出来。太妃娘娘，我们来玩这个吧。这是什么？这是飞行棋，转动头子，上面说走几步，我们就走几步。然后凤微月讲了一下飞行棋的玩法。输的呢，这里有一些小卡片，上面写着惩罚，输了的人就要抽一张做惩罚哦。墨玉崖来的时候，两人都没有发现他，走近看着那5颜6色的棋盘和玩法，倒也没觉得有多意外，似乎已经习惯。凤微月老是拿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最后梅太妃最先走完了步数。来吧，微月，选一张。梅太妃心情大好，示意凤微月选一张。凤微月看了一，选择了最中间的一张，一摊开，惩罚倒也算温柔，写着做一道拿手菜。做菜啊，正好也快到午膳时间了。微月，你快去准备一下吧，用完午膳我们继续玩。用完午膳后，凤微月向梅太妃提出告辞，可梅太妃却说什么也拉着她，不让她走。本宫刚玩上瘾，你可不能就这么走了。难道说你讨厌本宫吗？不是，臣女怎么会讨厌您呢？那你就陪本宫再玩一会儿吧。哦，对了，玉牙习惯每日午后喝一杯青露茶，你先去帮她泡了送去吧。启禀太妃娘娘，臣女不会泡青露茶。没事的，你去茶房找个丫鬟帮你泡，然后端去给玉牙就好了，可别浪费这个好机会了。好机会？我为什么没看出来？这是个好机会啊！到了茶房里，凤微月就看到一个穿着黑色劲装、梳着利落马尾的女人站在那里，低头专注地泡着茶。听到有人来了后，黑衣女子侧眸看了一眼，当见到是凤微月后，眼露一丝警惕。你来做什么？太妃娘娘让我来端茶给荣王殿下。不行，王爷的东西你不可近身。行吧。千宁，王爷的茶呢？这就来，记得看好他，可别又偷偷下毒了。
凤微月觉得这个又字用得妙得很，难怪对我敌意那么大，感情是怕我来下毒的。谁让原主那柄淬了毒的短刀，现在还落在墨玉牙的手里呢？凤微月出了茶房，重新来到华阴阁的时候，梅太妃还在等她。凤微月走近后，觉得积分任务也完成了，没什么理由继续留在这里了。太妃娘呢？臣女还有一些事情，就先告辞了。不会吧，本宫还想和你一起下棋呢。你要是走了，哀家得多无聊啊！臣女早上出门前答应了下午陪外祖母的，所以微月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梅太妃听她这么一说，也不好继续强留她了。越看这个儿媳妇儿，越觉得顺眼，于是，在抓着凤微月的手时，将手腕上的一个玉镯取了下来，戴在了凤微月的手腕上。太妃娘呢？这是本宫送你的，记得每天都带着哦。这太贵重了，臣女没事，带着吧。你要是不带，哀家可要生气了。出荣王府大门时，那些个守门侍卫一个个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和来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怎么回事？凤微月怎么从荣王府出来的？不对，一定是他想进荣王府，然后吃了闭门羹才是。这凤微月还真是吃锅忘盆，一边演技，一边荣王殿下的气人，将凤微月在荣王府吃了闭门羹一事，好好的对外说一说，尤其是一定要传到演技的耳朵里。回来的正好，收拾一下东西，咱们也该回府了。听到要回太傅府了，凤微月竟有些的不舍，但也毕竟住了好几天了，不能总留在这里。而且这些天他们不在，太傅府也不知道成什么样了。第二天一早，凤微月和白氏在学士府用完早膳后，便坐上马车回太傅府。哟，这不是太傅府的马车？听说昨天这凤微月又去荣王府了，但是连门都没进就被轰出来了。可不是呗，上回我就听说他差点被凤太傅打死，这才几天啊，又去找荣王殿下了。车厢内，白氏也听到了这些话，面色顿时沉了下来，看向了身边的凤微月。凤微月注意到了白氏的眼神，短短一刻，眼内已经布满了失望之色。月儿，你昨日出府了这么久，是去荣王府了？我的确去了荣王府，但我没有被赶出来。说完，又简单的说了一下，因为那套琥珀首饰，所以要分一半银子给墨玉牙的事情。荣王殿下怎会看得上区500两银子？月儿，娘求求你了，放弃荣王殿下吧。凤微月见连白氏都不信他，心里也是有几分难过的，索性也不解释了。你们几个把这些花都铲了，改成牡丹花，越鲜艳越好，本夫人喜欢。看 cos 这兰花是夫人最喜欢的。怎么安姨娘的话不管用了吗？凤微月和白氏看着这一幕，凤微月能感觉到白氏已经气得浑身发抖起来。这兰花倒是其次，主要的是安氏身为一个侍妾，今日竟然身穿了一件正红色的锦裙，而正红只有原配才能穿的。原来是夫人和大小姐回来了，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呢？我好让人准备迎接。安姨娘今日格外明艳动人啦，好看吗？今早老爷看见了，也夸了我一番呢。白氏听到这话，一刹那觉得有一阵天旋地转，险些要站不住脚。凤太傅这举动无疑是在打他这个发妻的脸。走吧，我有些头晕。这边白氏能忍，凤微月可就不能忍了。这贱人越忍则越贱，不教训一顿是永远不知道老实的。不好意思，刚刚手滑了一下。大小姐，你实在可恶，连老爷都默许我穿红衣，你凭什么不许我穿？父亲年纪大了糊涂，我不能跟着一起呀。再说了，你一个小妾穿着红衣招摇过市的，你究竟在打谁的脸呢？安氏被他这话堵得哑口无言，他怎么也没想到凤微月今日竟然如此猖狂。另一旁，白氏也没想到凤微月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举动，莫名的心头又是一热。还有这片兰花丛，今日谁敢动一下，本小姐就剁了他手指。怎么回事？穿成这样真是不像话。老爷，大小姐欺人太甚，你可要为妾身做主啊！老爷，妾身实在委屈。大小姐说看不惯妾身穿的那件锦裙，硬生生的把妾身的衣服给撕了。妾身好歹也侍奉了老爷10几年，这下实在没脸了。凤微月，你越发放肆了。那么敢问父亲，安姨娘穿着一身正红，又吩咐府中丫鬟铲除我母亲最爱的兰花，是何意呢？妾身是看府里的兰花有些年头了，想给府里换一种新景象，便无意冒犯姐姐，可大小姐却揪着妾身不肯放。就算你安姨娘再不该，你也不能当众撕了她的衣服，你这无疑是在打我的脸。自古以来，宫里除了皇后，其余嫔妃都不得穿正红色，怎么父亲你就能容许一个侍妾穿着红衣四处招摇？还是说在你心里我母亲已经不存在了？月儿，别说了，我们走。白氏不愿在这些事情继续纠缠下去，对他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凤太傅的心不在他身上，他死死地挂着一个正妻的名义，又能如何？或许这些年若不是他是白府的嫡女，恐怕安氏早就被扶成平妻了。母亲，不行，这事儿不解决，不能走。父亲，只要你今日对我母亲表个态就可。这是你和为父说话的态度吗？
大小姐，不过是件衣服而已，你又何苦如此咄咄逼人？我今日就咄咄逼人，怎么了？父亲，女儿今日也是气急，并非要这般忤逆你。你说我和母亲刚回府，就见安姨娘穿着正红不说，还要拔了母亲最爱的兰花。你说我们能不多想吗？再说了，万一府里要是来了个访客，你让别人怎么想？万一这事儿再传出去，你想想别人会怎么笑话咱们？你喜欢穿红衣可以，但以后还是别穿着出门了。凤微月瞟了眼一脸不甘心的安氏，哼了一声，扶着白氏就准备要走。刚走一步，凤太傅忽然想起一事，脸色又是一沉。你给我等等！怎么了？你昨日又去荣王府了是不是？你之前是怎么跟我保证的？没想到你还是这般死不悔改。如今大街小巷又全部在嘲笑我们太傅府。凤微月，最给太傅府丢脸的人不是别人，是你。父亲问这话之前，不如先去查证一番。女儿既然和你保证过不再去骚扰荣王殿下，那自然是说到做到。那你没去荣王府？我去了，不过是荣王殿下叫我去的，你不信可以去问他。大小姐，你现在谎话说得越来越高明了，你明知老爷不会去问这么丢人现眼的事情，是不是谎话？随便找一个荣王府守门侍卫问问就知道了，或者你去问问梅太妃，我昨天还碰见她了。见凤微月这次说的这么笃定，凤太傅一时难辨真假。看来他对荣王殿下还是没有放下。不行，这么下去，万一哪日荣王殿下动了杀机，整个太傅府恐怕都要跟着陪葬。你与颜琦相处也好几日了，既然处得来，那么你们的婚事也该定下。明日我便会与颜尚书商议你们的婚事。你他妈这招够狠！我不嫁，这可由不得你。等我和颜尚书商定过后，便去宫中请旨赐婚。月儿，你也别太难过。颜琦那孩子我看着还不错，对你倒也真心，嫁给他你未必过得不幸福。可饶是如此，一段姻缘也不该如此草率。我说你可算来了，怎么那么多人？这不是前不久陈记面馆那事情闹完后，很多人都知道了咱家这店，加上每日限购，每天一大早就有一群人排队购买，店里都快忙不过来了。那这几天赚了不少吧？也就15两银子，咱们卖的太便宜了，加上货又不多，卖不了多少。不过这店面租金倒是能回本。对了，店里实在没货了，估计今天卖完就没了。你那里还有多少积分？也就100多吧。空空不是每3天刷新一次积分规则吗？赶紧做点任务吧。发布任务，任务1，给宝宝狠狠地揪柳芳妇的头发，把她揪哭，得200积分。任务2，把柳芳妇的嘴用胶带粘起来，得300积分。任务3，当街暴打柳芳妇，让她哭得跪地求饶，得500积分。柳芳妇怎么惹你了？多大仇多大怨，要把人家打成这样啊？不过这积分值也太高了吧，加起来都1000积分了。怎么样？怎么样？空空说了啥？凤微月把空空说的任务说了一遍。这不可，这不可，咱们又不是土匪，怎么能这么欺负一个弱女子呢？你拿到刘小姐给的银子了吧？整1两银子，太赚了。可不是呗，他让我们去散布凤微月和荣王殿下的谣言，就给我们1天1两银子，这可比打工舒服多了。一旁，叶老头和凤微月默默地对视了一眼，然后叶老头就见凤微月身形一闪，直接消失在了店铺的门口。哎呦喂，姑奶奶你悠着点，别把人给打成肉饼喽。滴滴，揪头发任务完成，得200积分。听到这个任务完成，凤微月又从空间里换了一卷胶带出来，猛地一撕，贴在了柳芳妇的嘴上，围着脑袋缠了一圈又一圈。你妹的长舌妇，我叫你散布谣言，我叫你在背后逼逼叨叨的。滴滴，馋嘴巴任务完成，得300积分。你是谁？你究竟想干嘛？小姑奶奶，过了，差不多得了，别把人给打死了。求你饶了我吧，我不知道究竟哪里得罪你了。滴滴，任务3完成，得500积分。听到这声音，凤微月朝叶老头打了个响指，两人一个飞身离开了案发现场。大理寺的人来了，谁在当街行凶？此时，忘忧阁2楼，莫玉牙正静坐在雅间内品茗看书，时不时听到楼下不远处传来阵阵吵杂声，不禁抬眸往站在窗边的陪臣看去。何事如此吵闹？回禀殿下，刚刚凤小姐当街把丞相夫刘小姐给打了。莫玉牙眸子一掀，似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不过又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这的确像是凤微月能干出的事情。凤小姐打完人就跑了，现在惊动了大理寺的人，正在全城搜捕。刘小姐被打的抬回丞相府了。他俩有什么过节吗？只怕是
和今早的传闻有关。今早不知怎的，大街小巷都在流传昨日凤小姐来荣王府时，连门都没进就被轰了出去。后来属下觉得事情有点蹊跷，就让千宁去调查了一番。千宁说此事大约和丞相夫有些联系，不过具体还没查到。或许凤小姐是先一步查到了此事，才做出当街报答刘小姐一事。打得好，殿下你还真是一点都不怜香惜玉，亏得那刘小姐还对你一片真心。去吩咐大理寺，此案敷衍了事即可。不知道是谁胆子那么大，竟然连丞相千金都敢打。大小姐，以后你出门还是小心一些吧，万一也遇到了那个疯子，那就太可怕了。而此时，作为疯子本人，凤微月却大口大口地吃着饭菜。放心吧，一般疯子打不过我。为父已和严尚书提起你与严琦的婚事，严尚书那里没什么意见。早朝后，为父与严尚书见了皇上，这赐婚的圣旨不日就会下来，往后也不可太任性，好好相夫教子，安稳度日吧。听到这话，凤微月差点一口气没提上来。这是有多着急把我嫁出去啊？这次婚圣旨一旦下来，那就什么都不可扭转了。凤微月的脑海里已经开始规划起了好几条的逃婚路线。你听见没有？听见了。明日皇上以及太后等要前往天禄寺祈福，随行的还有3品以上的大臣以及家眷，你准备一下，明日一同前往。知道了。翌日，天禄寺上香祈福的日子，往年只有宫中女眷才会前往参与，而今年因为前太子骤逝，加上太上皇退位，因此皇帝莫竟然也一同前往，其中还包括一众亲王们，甚至还有几位公主。表姐，表妹，表姐你怎么了呀？怎么脸色那么难看？唉，我父亲要逼我嫁人了。哎，这事儿我也听说了，不过你不是正好也喜欢严琦吗？你干嘛这一脸死了爹的模样？我特么倒是想死了爹，总之我还不想嫁人。走吧，咱们去前面看看。凤小姐，哀小姐，见过庭王殿下。一听是庭王，凤微月回了回神，想了想，莫纯廷排行老8，年纪只比皇帝大了3岁，但辈分也大了一轮，于是也朝着庭王行了个礼。凤微月，你是来找本王的六哥吗？没有，路过而已。真的吗？莫纯廷觉得凤微月的表情好玩极了。讲上次公演时，凤微月说的话，看来他现在是真心讨厌六哥。怎么感觉这个八王爷怎么就和个傻白甜似的？不是真的还是煮的吗？纯廷，差不多行了。这时，一个年纪稍长的王爷的开了口，语气之中带着一丝的肃穆。凤微月往那人看了一眼，只一眼就感觉到了一股说不出的难言之感。那人面容俊美，可浑身上下透出的气息却让人感觉阴沉沉的，多看一眼都有种被毒蛇锁喉的感觉。那什么，我和表姐还要去求签，就先告辞了，各位王爷再见。两人跑了后，三王爷莫重颜眼角一挑，朝莫玉牙看去。六弟怎的对那凤小姐视若无睹？依照我最新的情报，莫玉牙近日和这凤微月可是有些交情，不然呢？这话倒是堵得莫重颜没话讲。这一边，白继堂拉着凤微月走后，看到前面求签的地方排了长队。表姐，这天禄寺的签字最是灵验，咱们也去求一支吧。严琦刚从佛堂出来，就看见了凤微月。严琦微愣了一下，正在犹豫要不要走过去时，另一道从佛堂里出来的身影却先一步走了过去。微月，梅太妃今日听说严琦也来了天禄寺，可全程都盯着他。这会儿看见严琦出了佛堂，也赶忙走了出来。微月，哀家刚刚就找了你好久，没想到你在这里呢。太妃娘娘找臣女有事吗？倒也没事，就是今日出门身边没个说话的人，你要是不介意，今日就跟在哀家身边吧。梅太妃注意到了凤微月正在排队求签，你既然要先求签的话，哀家就先去找惠安大师说几句，一会儿你来惠安大师的禅院找哀家。是，太妃娘娘。怎么回事啊？梅太妃好像很喜欢你的样子。梅太妃可能是怕我觊觎荣王殿下吧，平时就是不时的敲打我一下，暗示我离荣王殿下远点儿。我懂了，他这是笑里藏刀战术，万一哪天你表现出喜欢荣王殿下了，他第一个宰了你，你信不？我信。施主，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这才第一次来。哦，不对，徐氏原主之前来过吧？难怪。大师，好久不见。道安大师点了点头，便让凤微月开始抽签。凤微月看着那一桶签子，莫名有些紧张起来，随后抽了最旁边的一根，递给道安大师。施主，此为下下签。此为何意？常言道，天意不可违，违逆天意必遭天谴，顺应天意必得福报。小施主既来之，则安之，何苦还总想着要离开呢？轰的一声，凤微月感觉自己的脑子炸了，莫名的，她似乎感觉到眼前这个道安大师知道她所有的一切。顺应天意，难道我要在这里待一辈子吗？
时空隧道呢？还有吗？道安大师看着他，轻轻的一笑，随后摇了摇头。蓦地，凤微月忽然觉得自己一直坚守的某个信念忽然就崩塌了。凤微月眼下实在没什么心情，和白继堂说了一句后，就独自一人往后山走去。走着走着，凤微月感觉到眼眶热热的，一直到了后山一块安静的地方后，凤微月紧紧的咬着唇，可眼泪还是不受控的落下。这回不去了，以后该怎么在这里生存？是老老实实嫁给延期，还是躲得远远的？一直下签，把你吓成这样。下签，一听这个，凤微月原本缩回去的眼泪又一颗一颗冒了出来。莫玉牙饶是见惯了大场面，但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女人在他面前伤心的哭成这样，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虽然上次在白府也见过类似的情景，可一眼就能看出这小东西是在演戏，可是这一次似乎是真的伤心了。没想到他天不怕地不怕，竟然会怕一只下签。看着他满脸的泪痕，莫玉牙几次抬手，又几次悄然放下。有这么伤心？当然，因为你非要让我送那500两，害得我被父亲误会。现在我爹要让我嫁给延琪了，这不是好事。和你说了也是白说，反正你是个没有心的坏蛋。走吧，斋宴马上开始。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斋宴？果真，这个男人一听自己要嫁人了，肯定乐得找不到北，因为这样就没人再骚扰他了。斋宴结束回府后，凤微月忽然想到，明日似乎就是7日之期，按照约定，他要去荣王府给莫玉牙第一期解毒。想罢，莫名睡意来袭，凤微月难得早早睡去。大小姐，别睡了，快起来吧，宫里来人宣旨了。你说什么宣旨？是啊，大小姐，快点起来洗漱吧，这宣旨的公公在大堂等着呢，老爷他们都到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太傅府邸女凤微月兰至会仙，才思敏捷，今日特赐太傅府邸女凤微月为荣王正妃，于明年立春入荣王府完婚。钦此。听到是赐婚的圣旨，凤太傅一脸喜色，伸手就准备要去接旨，可手刚伸出去，等等，什么玩意？荣王不是延琪，宋公公，你刚刚说的是谁？嫁给谁？荣王殿下，今日一早，荣王殿下可是亲自入宫面见的皇上，点名要娶凤府嫡女凤微月，所以皇上才立即让咱家来宣旨的。听到这话，在场众人一个个仿佛被天雷击中，下意识地往凤微月看去。凤微月原本还睡意惺忪，也在这一刻彻底清醒。不，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莫玉牙，你一大清早的是不是疯了？解毒就解毒，你他妈娶我干什么？我刨你家祖坟了，就非得这么和我过不去吗？原以为要嫁给延琪已经是件头疼的事情，没想到现在要嫁给莫玉牙了。老天爷，我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吗？凤小姐，接旨吧。哦，对了，荣王殿下连聘礼都一并下了，此刻都在府外，咱家这就让人抬进来。没多久，凤微月看着一屋子的聘礼，饶是从前看见银子就走不动路的她，现在看着满屋子的金银珠宝、玉器名画，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这是钱吗？不是我的陪葬品。来人啊，能不能给我退回去啊？此时，梅花林里发出了一道毁天灭地般的笑声。梅太妃一听到莫玉牙请旨要娶凤微月的消息后，一阵的狂笑，差点就岔了气，笑昏过去。还是海嬷嬷及时扶住了她。这小子总算是开窍了，知道把微月给夺过来了。之前还嘴硬说不在乎，瞧瞧现在聘礼都急着下了。是啊，现在殿下的婚事已定，太妃娘娘也可安心了。可不咋的，微月还答应过哀家，成婚后要生7个8个的，这样哀家以后就有事做了，每天帮他们带小孙子小孙女，多好啊！这7个8个的，多少年才能生完啊？希望王妃可以一次性怀个8胞胎，一劳永逸。我倒是要去问问莫玉牙到底玩什么花样，要是他说不出个所以然，今天一定要扎他个100针，我不1000针。怎么，你不感谢本王？荣王殿下，你没事非要娶我干什么？本王提前定了你，替你躲过婚事，你还一脸凶狠地看着本王，真是个没良心的小东西。替我躲过婚事，你究竟什么意思？你若嫁作人妇，再进出本王府邸，难免惹人嫌语。你昨日不是哭着说不想嫁，那么本王就做个好人，再帮你一把。所以说你并不是真心想娶我是吧？我们就是装样子的。怎么，嫁给本王你很难过？莫玉牙见他忽然高兴成这样，眉心一蹙，倒是有些不爽起来。这小东西说他没良心，还真没良心。没有，我怎么会难过呢？能嫁给您这么尊贵的人，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你可以表现得再假一点。那些聘礼，等事情结束还给本王。殿下，今日是我为你第1期解毒，我们先开始吧。在解毒之前，我先要给殿下吃一个好东西哦。这个东西吃完的话，会让身体变得轻松一些。莫玉牙点点头，朝他伸手。你等会儿，空换1颗9转丹。空间死机中。莫玉牙见他手伸进衣袖半天，迟迟没有掏出东西来，不动声色地打量他。最后，只见凤微月朝他挤出一抹乖巧甜美的笑容。不好意思，我忘带了。
回到季月阁的房间后，一眼就注意到了枕头边上多了一封信函。微月儿对你的思念没有一刻停止过。今夜子时，柳树下见，子规柳。又是这个宁子规，他要是不来信，我几乎快把这个人给忘记了。上次大展身手，还没吓跑他们，怎么又死来了？而且又写这种肉麻的情话。娘，你说凤微月这个贱人运气怎么那么好啊？竟然能嫁到荣王府里去，难不成荣王真的被她感动了？她嫁给荣王也未必会有好的下场，或许荣王是看中了她太傅府嫡女的身份呢。如果当初我也拉下了脸去追求荣王殿下，那么今日这荣王妃之位会不会就是我的？青影，你先稍安勿躁，如今离立春还有小半年的时间，谁能保证这婚事会顺顺利利的举行呢？娘，你可一定要帮帮女儿。放心吧，你是娘唯一的孩子，娘当然会帮你。微月儿，你来了，一段时间不见，你又变得更加漂亮了。我漂不漂亮还用你说？说吧，找我什么事儿？还不是想你了。好月儿，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我不该冲你发火的。这段时间冷静下来，觉得还是放不下你。我想好了，等过完这个年，我就带你回秦越国，让我父王赐婚。真的吗？你要娶我？当然，我的心里只有你，你在我心里的地位，谁也撼动不了。可惜今日荣王已经下旨，要在明年立春娶我，所以我不能嫁给你了。真的，莫玉牙要娶你，微月儿，我就知道你还是爱着我的。为了我，你竟然要嫁给莫玉牙啊！不过你嫁给他了也好，就有更多的机会杀了他了。谁说我要杀他了？荣王殿下比你有钱，比你有势，比你长得好看，好不容易愿意娶我了，我喜欢都来不及了，怎么舍得杀他呢？那我呢？我们之间一切不算数了吗？宁子规，你对我安的是什么心思？我们彼此都很清楚，所以以后就别再演戏了，免得双方都恶心。没错，凤微月，我告诉你，我每次看见你这个丑八怪，我都觉得恶心。要不是你能接近莫玉牙，我也多看你一眼都难。也就莫玉牙那个眼瞎的能看上你这个丑八怪，你俩可真是绝配了，是配。宁子规，我早就想揍你了，这嘴长在你这里，真是浪费。话毕，凤微月扯下一根细长的柳枝，用力的在宁子规的舌头上打了个结。今天给你个教训，下次你再敢对我以及荣王殿下出言不逊，我就割了你的舌头。唰的一下，宁子规觉得舌尖一痛，反应过来时，发现自己的舌头竟然被生生的割了下来，而那柄短刀不仅淬了毒，还是他最为熟悉的毒。你怎么来了？你别想太多，殿下身居高位，身边危险重重，现在世人都知道你和他的关系，难免会有人随时来杀你。大小姐，不好了，夫人见红了。怎么回事？怎么突然见红了？晚膳后，夫人在院子里散步，不知怎地滑了一下，夫人摔倒在地，就见红了。滑了一下，去请大夫了吗？已经去了，可是去了半天也不见大夫过来。刚刚也派人去请了老爷，可老爷在安姨娘的院子里，吩咐不许任何人打扰，只好先来找大小姐了。算了，我先去看看再说。月儿，月儿，一定要保住这个孩子啊！母亲，你别怕，尽量深呼吸，放平情绪。春华，请按我说的抓一些药来。这是什么？保胎针。这段时间能卧床尽量卧床，不要轻易的下地，还有情绪放平和一些，莫要再受惊了。没多久，春华按照着凤微月的方子端了一碗熬好的药进来。凤微月接过那药，闻了闻味道，确认无误后，亲自喂白氏喝下。这段时间，母亲需要每日卧床静养，加强营养，千万不可怠慢。月儿，那这个孩子算是保住了吗？还需要继续观察，如果没有持续性的出血和宫体异常收缩的话，那便是保住了。今日我应当不是无缘无故滑倒的。母亲放心，此事交给我去办，你且安心养胎。羊油，呵，把羊油涂在这么不起眼的地方，还真是煞费苦心。大小姐，怎么样？去把院里所有的下人都找来。凤微月坐在主位上，视线一一从他们身上掠过，最后定格在2男1女上面。这3个人瘦得有点过分了。凤微月指了指他们：“你们3个过来，手伸出来。”你叫什么名字？属下王静。舌红苔少，阴虚火旺，脉象细微，是为虚弱之兆，热毒滞留肠中，时间已久，故脏器受损，为阴虚立症。凤微月将王静的检查结果缓缓道出。王静听后脸色一白，属下不明白大小姐的意思。那我说的通俗一些，就是你这身体里有严重的痢症，导致你食欲不振，身形消瘦，体虚气弱，所以你也知道自己有此症，也经常用羊油混合其他的药服用，对吗？属下不明白大小姐的意思。一旁，春华终于明白了，难怪府里会突然出现羊油。虽说很多人家会用羊油煮东西吃，可太傅府一直用的大豆熬制的油，从未出现过羊油，却没想到会医术的大小姐已经想到了另外一层。不需要你明白，来人，先把他捆起来。大小姐，你没有证据，你不能这么对我，你这是要屈打成招。
大小姐，老爷和安夫人歇下了，吩咐不许任何人打扰。你最好现在给我通报一声。大小姐，有事还是明天再来吧。若是打扰了老爷的好事，小心惹怒了老爷，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什么？大小姐，你竟敢在安夫人的院子里纵火，你实在蛋！有种你就让他们着了火也别出来。不好了，来人了，走水了！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走水了？是大小姐故意纵火的。什么？父亲只顾留恋温柔乡，却不知我母亲见了红，连胎都差点保不住吗？你说什么？那大小姐也不该深夜纵火，你是故意要给夫人出气，准备烧死我和老爷吗？那你现在不也没死成吗？我已经抓到了陷害我母亲的人，父亲要不要先去看一眼？我先去随你去看一眼。不过纵火这事，凤微月，我和你没完。怎么回事？老爷，属下在府里待了5年，一直忠心不二。虽然身子是有顽疾，可大小姐也不能凭这个就说是属下陷害夫人，请老爷明察。的确，你又没有亲眼目睹，又为何如此笃定是王静做的？很简单，他的衣摆下方以及手上还残留着羊油的味道，而他今日还并没有服用过羊油混成的药物。那你说这羊油是干嘛用的？大小姐，你怎么就那么肯定他今日没有服用过药呢？你不信我可以随便找个大夫来验，或者以父亲的面子去宫里请个御医，也不是不可。去将城西的赵大夫请来。静静的等着赵大夫时，王静忽然觉得下腹部一阵的抽痛，随即一股恶臭在大堂里弥漫开，众人纷纷捏住了鼻子。立即就是这样，有时候一旦发作，憋都憋不住。老凤，怎么回事？大半夜的把我叫来，还不让人睡了？事发突然，实在没法子了，只好请你过来一趟。发生何事了？谁要看诊？可是你家夫人出事了。不是，是府上这个护卫。说来惭愧。赵大夫听后表示了然，随后倒也不含糊，走到王静的身边，检查了一下王静的脉息，又看了眼王静的舌头，最后取了一些王静的血。阴虚力竭。那么是否能看出他今日服用过羊油？今日肯定是没服过，否则刚才也不会憋不住了。王静，你还有何话说？冤枉啊，老爷！万一是有人偷了我的羊油出去使坏呢？你的衣服和手上的确有羊油的味道，且你身体患有隐疾，一切都很明显了。今日谁和王静一起值班？是属下。你们今日值班时，王静可有半途离开过？傍晚的时候，王静称自己肚子疼，中途离开了一下，不过很快就回来了。傍晚那时间正好吻合，夫人是在晚膳结束后才去的院子散步，而且王静是翠竹院的护卫，应当很了解夫人平时的习惯。凤青允见王静此番是逃不掉了，心中只能默念，希望王静嘴巴硬一些，不要说不该说的。王静，你若觉得你冤，那么我便将你提交给大理寺，让他们公平主审此案。不过届时若还是这样的结果，那么或许连你的父母都会一并连累。说起自己的父母，王静莫名的开始哆嗦起来，眼前浮现家里老两口的身影。可是王静又偏眸看了眼一侧的凤青玉，仅仅一眼，眼中的爱慕之意怎么也掩盖不住。王静，你认罪吗？亦或者是受谁指使？没有，是我一个人做的，没有人指使我。你承认了？他咬舌自尽了。几乎在同一时刻，凤青允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全身心的放松了下来。死了好啊，我就可以彻底安心了。只不过还是个没用的东西，竟让白氏把胎给保住了。否则今日除了白氏，又有人替我认罪，真是一举两得。老爷，现在该怎么办呀？送回王家。你什么时候学的医术？说来惭愧，之前每天跟着荣王殿下身后转悠的时候，认识了荣王殿下身边一位神医。你们也知道，我脸皮厚，就缠着他教我医术，然后那位神医就收我做了徒弟，我就和他学了一些医术。荣王殿下都不愿理你，他身边的人肯收你做徒弟。大小姐，你这话编得太瞎了。你怎么就知道荣王殿下真的不理我啊？现在不是要娶我了吗？你说的神医可是江以渊江神医？没错，就是江神医。这是我师父，不过我前阵子才见过他，没听他说收了徒弟。赵继周，我收不收徒弟要和你交代吗？师父，你怎么来了？一听是江神医来了，凤太傅也有些始料未及。江神医是仙月宗宗主，在江湖上地位显赫。凤微月还在发愣时，江以渊已经看向了他。怎么见到师傅还不来问候一声？凤微月只小小愣了一下，就反应过来江神医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为什么自称师傅了？除了某个手眼通天的人，还有谁能办到呢？随即凤微月喜滋滋的朝江神医行了个礼。徒儿见过师傅。不知小女竟然是神医的弟子，也不知道小女天资如何。江神医懒懒的看了眼凤太傅，那眼神好像在说，你问我，我问谁去？还行，行的，既然没事，我也该走了。师傅，我送您，多谢前辈今日出手解围。刚刚还师傅，现在就前辈了。您不会真的认我做徒弟吧？
我既然认了你为徒，那你便是我徒弟，不管你是真金还是白银，或是茅坑里的臭石头，你都是我徒弟。对了，听说你大言不惭，说能解龙王的毒。我没说瞎话，我的确能解他那毒，不是什么大问题。狂妄，这毒老夫钻研了10年都未过，你竟能说不是什么大问题？江神医这辈子自诩医术超灵，却唯独解不了墨玉牙的奇毒。现在一个黄毛丫头竟这般轻松的口气说能解，实在是笑话。停顿了片刻后，江神医看着凤微月，一字一句的许诺道：若你真能解龙王的毒，那我便许你仙月宗副宗主之位，且传你我毕生所学。副宗主，一言为定。大小姐，你可算醒了，今日还要去参加大公主的宴会呢。卧槽，把这事儿给忘记了。下了马车，凤青云立刻就和柳芳妇他们走到了一起。凤微月站了一会儿，才发现自己是不是傻了。杵在这门口干什么？当狗吗？梅太妃驾到。听到梅太妃也来了，凤微月倒是有些的诧异。她听说梅太妃素来只参加一些重要的宫宴，而平时这种宴会基本都是不参加的。都起来吧，别跪着了，今日不是哀家的主场，你们别太把哀家当回事。梅太妃这边神色冷淡的说着，当一偏眸瞥见跪在人群里的凤微月后，眸色一喜，走了过去。微月听到梅太妃在喊她，凤微月莫名有点的紧张。之前梅太妃3番2次暗示我离墨玉牙远点，我也答应了，没想到现在又突然赐婚了。梅太妃会不会以为我勾引了墨玉牙？现在一定是恨透我了吧？突然有点紧张，怎么办？太妃娘娘。臥地，只见梅太妃眉头蹙起，凤眸一瞪，满脸不悦地看着凤微月，那眼神好似要把凤微月当场吃了一样。果然，和蔼可亲的太妃娘娘再也高攀不起了。一旁，柳芳妇没忍住直接笑了出来，低声对着身旁的人道：你看，荣王殿下娶她有什么用？太妃娘娘压根不喜欢这个儿媳，以后嫁进去也没好日子过。凤微月名声那么差，荣王殿下答应娶她，她也是被她的美色给迷了。太妃娘娘又怎会喜欢这种没脑子的狐狸精？正在发愣时，前面梅太妃的声音又传了过来，带着一丝撒娇的意味。微月，你气死我了！你真快把我给气死了。凤微月抬眸看去，就见梅太妃站在不远处，虽然依旧瞪着她，可表情却有点委屈。对不起嘛，太妃娘娘，事发突然，还没好好和您解释。凤微月想着，要不还是把她和墨玉牙的计划说了，这样她也少受一些罪。行，那你现在就喊我一声母妃，再说一句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母妃。这走向不对啊！梅太妃不该痛心疾首的对我骂道：“你这个该死的臭花痴，竟然染指我儿子！我要一杯毒酒赐死你！现在这叫她母妃是什么鬼？”微月，快喊我母妃！母妃，走吧，今日你就跟着哀家，保准没人能欺负你。这个莫玄机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哀家就是怕你今日在这受委屈了，才特意过来看着你的。一听这话，凤微月莫名有些的感动，看向梅太妃时，发现梅太妃目光真诚，没有掺杂其他的意味。母妃，你不是不喜欢我接近荣王殿下吗？现在谁说哀家不喜欢？谁？微月，哀家第一眼见到你就知道你会成为哀家的儿媳妇，也知道你对玉牙来说是不一般的人，所以既然玉牙认定了你，那么哀家自然也认同他的眼光。你之前可是说做了荣王妃要生7个8个的，哀家很看好你哦。不过生那么多实在太累了，生2个就够了，男孙女孙我都喜欢。臣女见过太妃娘娘。凤微月一回眸，就见凤青羽站在一旁，向梅太妃请安。梅太妃顿时变了脸色，淡淡的看着凤青羽：“有事吗？”臣女今日随姐姐一同来参加公主府宴会，臣女也是第一次参加，不知能否跟着太妃娘娘和姐姐一起。没看见哀家和你姐姐在聊梯级的话，你跟着我们干嘛？你刚刚不是和你那些姐妹在一起吗？梅太妃在宫里混了那么多年，这么些个小手段又怎么看不出来？无非都是一些见风使舵的人。这女孩如果真和微月感情好，微月自然不会落下她。可现在这样，明显两人关系一般，她又何必给微月添堵？表姐，堂这里。咦，臣女见过太妃娘娘。看着这古灵精怪的白祭堂，梅太妃印象也蛮好的，朝她笑笑。门里，太妃娘娘，臣女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您，您居然一条皱纹也没有，太美了吧！堂，一起走吧。三人往宴场走去，原地凤青云感觉脸上火辣辣疼，没想到梅太妃会这般不留情面。她能容忍白祭堂，就不能容忍我。说来说去，还是因为我是庶女的身份，总有一日我要让所有人都高看我。梅太妃因为身份尊贵，位置被安排了在了主座一旁，但梅太妃却推脱要和凤微月聊天，便将座位改到了太傅府的席位，和凤微月坐在一起，并且招来了白祭堂一起。而原本凤微月旁边的位置，凤青羽被重新安排坐在了一个五品官员的席位里，和府上一位庶女坐在一起。梅母妃怎的坐在这里？是谁办事如此怠慢？
是哀家自己要求的，大公主不必怪罪他人。哦，这位可是荣皇帝选的正妃，不错。微月，来拜见一下大公主。见过大公主。既是荣皇帝亲自选的人，那必然有很多过人之处。今日本公主可得好好见识一番，看看是否配得上荣皇帝。配不配得上，玉牙自己满意就行，又不是嫁给你。怎么感觉话里都夹枪带棒的？这老三家和老六家好像有点不合。今日说是宴会，不如说是个茶座会。今日本公主准备了一些有趣的环节，不知大家可有兴趣参加？他就爱搞这些有的没的宴会，特别的无聊，所以平时除了你们这些家臣千金，其他的几位公主和太妃什么的都不爱来参加。好像有点看出来了。往年都是一些猜谜作诗，着实无趣。今年本公主在回宫的路上，在民间听说了不少好玩的，不如拿来玩一玩。这个听起来很有趣。莫玄机说什么了？怎么就有趣了？这箱子里有10个暗格，上来后自己选择一个数字，把手伸进去，拿到什么就是什么。现在只能先告诉你们，这里面有珍宝也有惩罚，胆量大的就来吧。听到是这游戏，凤微月倒是觉得有点熟悉，在现代的时候就玩过，没想到这里也有。表姐，这个好刺激啊，我想玩玩。那就试试，反正也不会吃了你。有了凤微月的鼓励，白吉堂第一个站了起来，自告奋勇。大公主，臣女想试一试。好，我选7，把手伸进去吧。众人都被白祭堂吓了一大跳，定了定神后，仔细看向白祭堂手里抓着的东西，不就是个彩色的流苏绣球吗？白祭堂回过神，才发现自己拿的就是一个流苏装饰的绣球。对不起，大公主，臣女失态了，请公主降罪。无妨，这就是这个游戏的乐趣所在。白小姐运气不错，这流苏绣球上面镶着2颗宝石，价值100两。多谢大公主。有了白祭堂开了先河，其余千金也都跃跃欲试。林妙华抢到了第2个上市资格，站在箱子前，林妙华毫不犹豫地选了1号，没一会儿就从里面摸出了一串珊瑚珠，价值600两。好好看，好想要。一旁梅太妃注意到了凤微月的眼神，心中暗暗记下，回去的让那臭小子给他媳妇儿送一串珊瑚珠，不行，得送1筐，所有款式都来一遍。凤家千金不打算来玩一玩吗？被点到名，凤微月朝莫玄机看去，见莫玄机都主动开口了，自己拒绝似乎不太好。凤家千金这是害怕了。好一个激将法啊！可偏偏凤微月还就吃这套了。那臣女就来试试吧。表姐，你，大公主真是破费了，这入药极佳的山万蛇竟然都给找来了。这山万蛇又称眼镜王蛇，性情凶猛，排毒量大，可是最危险的毒蛇之一。莫玄机今日此举，看来是想置她于死地啊！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她竟然如此轻松地抓着一条剧毒的蛇。大公主此举是想做什么？杀人吗？梅母妃误会了，玄机也不知道为何会有蛇在里面，是谁准备的箱子？是老奴失职了，这箱子是几个小丫鬟准备的。凤微月也懒得看这种找人顶罪的戏码，手里还掐着那条蛇，朝梅太妃走去。走吧，母妃，这蛇的蛇胆是个大补的东西，咱们回去炖了给殿下补补身体。梅太妃看着这场面，有些风中凌乱了。微月啊，都这时候了，还想着那臭小子，你这是真爱啊！你的亲亲可爱小宝宝，宇宙无敌万人迷又回来了。听是空空恢复系统了。凤微月看了眼手里还抓着的蛇，又提前取出了一颗九转丹后，说道：“去荣王府正好把你煮了。你们殿下在府里吗？”在的。你说哀家这儿媳妇是不是太勇猛了一些？看来微月小姐对殿下一片真心，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取蛇胆给殿下补身体。是啊，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忽然觉得有点便宜那臭小子了。莫玉牙一如往常坐在凉亭里品茶，看着古籍。这时裴晨快步走了过来，面色古怪。殿下，凤小姐来了，她还带了东西来。听到这句话，莫玉牙刚抬起头，眼前便多了一条扭动的东西，忽的脸色一变。殿下，我来了。你搞什么？要去卖艺吗？没有啊，今日在公主府抓了一条蛇，准备取蛇胆给你入药。这是毒蛇。我知道，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保证不会让你中毒的。本王不是这个意思，凤微月，以后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莫玉牙这是在关心我吗？看来莫玉牙这人也不坏嘛，还是挺有良心的。你要是死了，没人给本王解毒了。哎呀，微月，你快点把这蛇给处理了吧！这一路从公主府拿回来，母妃的小心脏都要下停了。好吧，那我先去把这个处理了。这是我上回忘记带的东西，你先把它吃了，一会儿我再来。微月给你的是什么药？我听说江以渊收了微月为徒弟，所以说微月是会医术的。闻言，梅太妃的心里升起了一丝的希望。5年前，莫玉牙遭袁定国暗算，身中奇毒，江以渊断定活不过25岁，眼下还有2年的时间。这些年里，梅太妃每想到此事，便心痛不已。
现在微月就是他的转机吗？这孩子今日一心惦记着你，那么大的一条蛇，徒手抓了一路，就为了取蛇胆给你补身体。莫玉牙脸色微微一变，语气转冷。哪里来的蛇？莫玄机这个贱人，今日借着玩游戏之名，在箱子里做了手脚，摆明是冲着荣王府来的。可他偏偏没想到，微月竟然如此勇猛。现下我们就算去找说法，他也早已找到了替死鬼。莫玉牙眉峰幽冷，手指轻轻地敲了2下桌面。对了，梅太妃知道自家儿子的脾性，于是点到为止，换了个轻松的话题。微月喜欢珊瑚珠，你得控送他一些，毕竟人家那么喜欢你，你也不能总让女孩子主动，是不是？聘礼里面有。聘礼是聘礼，另外送是另外送，这可是两码事。这混小子是怎么娶上媳妇的？知道了。此时莫玉牙的心口处有一股清凉的气息冒了出来，那股凉气所到之处，原先那股郁闷的感觉便消散一些，整个人顿时感觉轻松了一些。喝吧，排毒的。快喝吧，喝完我给你施针。这便是第1期的解毒，你这毒对我来说问题不大，就是治疗周期比较长而已，所以你要配合我的治疗方式才行。说起来还要感谢大公主给的这条蛇，有了这蛇胆，效果更好一些。莫玉牙看着凤微月脸上挂着的笑容，竟有些觉得这小东西最近看起来顺眼许多，也没那么招人烦了。走吧，去你房间。没多久，凤微月跟着莫玉牙进了他的房间，一进房间后就不客气地指挥道：“上衣脱了，躺下吧。”一直到天黑，凤微月才从莫玉牙的房间里出来。那什么，天色不早了，我先走了。经过1下午的施针排毒，莫玉牙现在已经觉得身体比以往舒适了一些。和莫玉牙告别后，凤微月便往外走去。刚出了华阴阁，有人叫住了他：“凤小姐，等等。”凤微月回头，是裴晨站在那里，手里还提了一个大箱子。看见箱子，凤微月下意识地脱口而出：“这是什么？不会是一箱蛇吧？莫玉牙这个变态，该不会觉得蛇胆有用，就抓了一箱子蛇来给我杀吧？”这是殿下送你的，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凤微月狐疑地看了眼裴晨，慢慢地将箱子打开，在月色照耀下，凤微月看见了一颗又一颗晶莹剔透的珊瑚珠。你说这是他送我的，替我谢谢你家殿下，我很喜欢。凤微月走后，裴晨回到了华阴阁里，就见莫玉牙一脸阴沉站在那里，眸中蒙上一层冷色。莫玄机今日如此款待，那么本王也要回一份大礼。你抓着一条蛇去荣王府，万一那蛇把荣王殿下咬了，你担待得起吗？你就没想过整个太傅府会因此陪葬吗？虽然荣王殿下情直娶你，但也不代表你可以如此胡闹，这情节都够得上是蓄意行刺了，严重的话会株连9族。凤微月，你到底有没有脑子？父亲，你每次指责我之前，能不能先弄清楚事情状况？我呢，敢抓蛇去荣王府，自然是有我的道理。至于这结果嘛，你看看这个，我取了蛇胆给荣王殿下补身体，荣王殿下一高兴就送了我一大箱的宝贝。总之以后别做这些冒险的事情，你是太傅府的人，在外一言一行要为太傅府考虑。凤太傅告诫一声后，觉得没脸，就直接走了。凤微月走后，蓦地安氏忽然又想起了刘真的死。原先他笃定地认为刘真的死是个意外，那么现在看来似乎又不是。安氏原先以为自己撒了张大网，已经将白氏收入网中，可现在看来自己不知不觉已经成了网内的猎物了。母亲，凤微月似乎越来越难对付了，女儿现在有些害怕她了。无妨，日子还长，青云你要将目光放远一些，再有2个月便是年关，说不定会在年关之前，皇上就要封后选妃，到时候你的机会就来了。等你当上了皇后，凤微月还不是得乖乖向你跪下请安？小姐，得亏公主府的宴会是昨日办的，要是换在今天都办不成了。怎么了？昨夜公主府走水了，一把火把整个公主府都烧成了废墟。今日一早，大公主都搬去崇王府里住了。言情，好巧啊！要一起喝杯茶吗？听到这提议，凤微月下意识的想拒绝，但听言齐诱导，作为朋友的邀请。凤微月看向言齐，只见言齐的眸中有一丝落寞一闪而逝。好吧。没一会儿，两人在城南找了一家茶楼坐下，点了一壶茶后，言齐端起茶杯，以茶代酒，恭喜你。小绅士，你别这样啊，这样我就有些不忍心了。谢谢。微月，放轻松一些，我不是来给你压力的。言齐，对不起。此时此刻，凤微月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能说一句对不起。言齐却笑了一下。为什么要和我说对不起？微月，你没有做错什么，现在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我只愿你嫁给荣王后，能过得比从前开心。言齐，你真善良。沉默了一会儿后，雅间的门忽然被人推开，凤微月和言齐抬眸朝门口看去，当看见门口站着的人后，凤微月嘴角一抽。见过荣王殿下。莫玉牙面无表情地看了眼凤微月，缓步朝他走近，眼
眼内有几分探究之色。约了朋友？对啊。莫玉牙没有再开口，包间内气压突然有些的低。凤微月抓了抓脑袋，怎么有种被捉奸的感觉，怪怪的。殿下要一起喝茶吗？莫玉牙一定会拒绝的，毕竟这茶和忘忧阁的比起来，那是差远了。而莫玉牙听到他的话后，却是愣了一下，在他身边的位置坐了下来。听闻严公子准备参加今年的文状元考试，确有此事。这文状元考试难不难啊？有了文状元，是不是还有武状元啊？怎么你想参加？只可惜武状元不比力气，不比饭量，更不收女人。严琦看着面前两人的互动，莫名感觉到了一丝的和谐，心间一阵的酸涩。我还有事，就先走了。严琦，再见。在严琦走后，莫玉牙阴恻恻地看着凤微月，语气寡淡。凤微月，你如今是名义上的荣王妃，本王希望你暂时与某些男子保持距离。我也是出府偶遇严琦的。对了，公主府失火的事情你听说了吗？刚听说。自己刚刚果然是多心了，这莫玉牙再狂也不能直接烧了公主府吧？那莫玄姬可是太上皇最喜欢的公主啊，看来还是老天爷看不下去了，直接显得灵。殿下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路过听到了你聒噪的声音。后悔昨天没扎你100针，真的。那聒噪的我就先走啦，不打扰荣王殿下您清静了。等等，下一次解毒是何时？7天后。5天后，本王要外出一趟，那就半个。你随本王一起去。去哪儿啊？云路城。凤微月皱了皱眉，想到自己曾经看过的地图，云路城是在印北朝的最北边，还挺远的。我可以不去吗？其实晚一个疗程也不要紧的。莫玉牙给了一个让他自己意会的眼神。好吧，那就一起去吧。不过，我得先和你约法3章。第一，路上不能欺负我。第二，这一路的吃穿住行都得你报销。第三，我还没想好，等我想好了再说。你倒是一点亏都不吃。那当然了，是你让我陪你外出的，总不能让我自己掏腰包吧。凤微月一进房间，余光就瞥到梳妆台上有一个信函。见到这个信函，凤微月眉心皱起。这该死的宁字龟又来了，麻蛋的，他这是找的什么绝顶高手啊？每次都能潜进我的房间里，不行，我得把之前的东西都收一收，免得被人给偷了。可爱的小月儿，今夜花灯会，愿有你相伴。西石城南新阙桥下见。等等，不对劲！只见落款赫然写了3个大字：莫玉牙。什么鬼？这信是莫玉牙写给我的，是他疯了还是自己疯了？莫玉牙这个大魔头竟然给我写了这么肉麻的信函，还约我去花灯会，难道他其实早已经被我的美色给迷惑了？哎呀，这怎么能行呢？说好的只是合作关系呢？不行，今晚一定不能去，好让莫玉牙断了这邪念。而与此同时，荣王府华阴阁，莫玉牙进了房间，一眼就看到了桌上的信函，伸手打开。亲爱的荣王殿下，今晚可是花灯会哦，人家好想和你一起赏花灯，虚实城南仙阙桥下见哦。莫不是最近我给了他一种自己可以亲近的错觉了？他竟又开始对自己动了不该有的心思，今晚一定要断了他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夜晚，虚实仙阙桥边茶楼，梅太妃坐在窗边，不停地伸着脖子往楼下看去，最终有些不耐烦地看向了身边的海嬷嬷。人呢？这虚实都过了，怎么都没影？确定信函都送出去了吗？送了，而且还是派了您的贴身护卫子晴亲自送的，确保送达了他才回来的。那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怎么一个人都没来？兴许荣王殿下和凤小姐在别处碰了面，这会儿去别地了。也对哦，西西，今晚花灯会气氛那么好，你说他们万一情到浓时，嘿嘿。5天后，凤微月一想到等等要和莫玉牙一起外出，在府里磨蹭了好一会儿，临走前又特意把叶老头给找来了。我不但凭啥你出去旅游，还让我留在这里保护你母亲啊！不行不行，我也要去。哎呀，我亲爱的叶叔叔，叶爷爷，这不我也信不过别人嘛，只能想到你了。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啊！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再说了，你就放心，你一个人和莫玉牙去啊！万一他半路把你分尸，路过一个镇扔一条腿，路过一座山扔一条手臂，我上哪儿给你收尸去啊？不至于吧？你这样，你让那个叫千宁的留在这里，毕竟是个女人，留在你母亲身边也传不出什么闲话。我就和你一起去，给你提行李，顺便保护你，不是更稳妥一些？凤微月仔细想了想，好像也对，身边带个熟人，好像是放心一些。默默的，凤微月又把千宁给找来了。在一顿软磨硬泡之下，千宁终于同意留在府里守着白氏。莫玉牙的马车到了后，在太傅府门口停下。凤微月看着莫玉牙的马车靠近了，心里有些紧张起来。忽然想起5天前自己放了莫玉牙鸽子一事，他这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会不会记仇啊？不过也没办法，我总要用行动表明自己的立场才是。莫玉牙在马车内坐了一会儿，掀开马车的帘子，见到外面站着的凤微月后，想起他对自己的情谊。你自己准备马车去。好凶啊，果然是在记仇。部长，你看看这架势，明显要把你分尸啊！
一路走走停停，终于在2日后的清晨到达了云路城境内。好冷啊！凤小姐到了。我的天哪，竟然是雪，这么厚的雪，还真下雪了。很稀奇吗？你不懂。殿下，来人是个男子，相貌出众，举手投足之间也非泛泛之辈。莫玉牙微微点头，朝身边的凤微月看去。你自己选一间屋子住，这云路城气温偏低，若是没带够衣服，一会儿自己去买。将房间整理了一下后，凤微月重新走了出去。院子里不见莫玉牙的身影，倒是见叶老头走了过来，一脸凄惨。部长，我需要一件轻便的鹅毛羽绒服。要那玩意儿做什么？走，我带你买衣服去。这古代的衣服太费劲了，一层一层裹得像个粽子，你就可怜可怜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吧。叶老头刚刚估算过了，这云路城的气温起码是在零下10度左右。哎呀，走了，莫玉牙都给银子了。2位客官是别的城市过来的吧？那客官可就来对了地方。咱们这里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披风袄子一应俱全。伙计带着凤微月来到了一排卖厚冬衣的地方。凤微月摸了摸这衣服的厚度和重量，终于认同了叶老头之前说的话，太笨重了。回到了宅院里，凤微月忍痛花一堆积分换了2件羽绒服出来，并且还换了一些暖宝宝。叶伯伯，你在干嘛呢？别吵，年纪大了，太冷了吃不消，在被窝里捂一会儿。好吧，那我出去玩了。我真的去了，你不和我一起去吗？万一我遇到危险了怎么办呀？你还能遇到什么危险？把你逼急了都能手撕活人，别人见着你不躲就不错了。我去，天青花。凤微月以为是自己看错了，可仔细辨别后发现真的是天青花，这可是补气疗伤的圣药啊，在现代时也是一株难求。真是倒霉，逛了几天了都没看见天青花，确定这地方有，再不找到我们就都死定了。当然，天青花只长在极寒之处，去年我可是亲眼看见那帮人挖了一棵出来，今年咱们一定要抢占先机。等等，你看那女人手里拿的是什么？姑娘一个人吗？莫不是真的要表演一个手撕活人了？小囊子，识趣的话把天青花交出来，否则别怪我们哥几个不客气，直接在这里办了你。哟，真是吓死我了，真是到哪儿都有臭流氓啊！你放心，我们会好好疼爱你的。女人，今日你只要把天青花交出来，我们就放过你。你们要天青花做什么？入养还是拿去卖？侯爵大人要的东西，想活命的话拿来。凤微月把注意力放在了矮胖男子说的侯爵大人4个字上面，他记得梅太妃的娘家是伯爵府，这侯爵大人那就是另有其人了。不过估计也是个不咋地的东西，能教出这样一帮没素养的手下。侯爵大人都在找这天青花，果然这东西在古代也是个值钱的，既然是值钱的，傻子才送出去呢，不给。今日说什么也要拿到天青花，否则如何向侯爵大人交代？赶紧把他的衣服全扒了，再把他扒了，看他交不交出来。姑奶奶，我的小姑奶奶啊，你饶了我们吧，我们知错了，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啊。这雪山本就荒僻，来的人又少，加上天气这么寒冷，在这捆上一夜，哪还有命在啊？可凤微月却在临走前又补了一刀，用胶带把他们的嘴全部封了起来。你这是跑哪去了？天都快黑了。在那边的雪山附近玩了一会儿，不小心错过了时间。莫玉牙回来了吗？早回来了，好想吃火锅啊。巧了吗？不是，我也想。两人大眼瞪小眼了一会儿，最后凤微月潜进空间里，用积分换了一袋麻辣的火锅底料，又换了一些现成的火锅食材以及一口铁锅。莫玉牙走出屋子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凤微月坐在大厅的桌上，和叶老头一起对着一口锅，不知道在吃什么。见到了凤微月后，情绪莫名放松了一些。原来凤小姐已经回来了，殿下可以安心了。多嘴，谁在乎她了？只不过把她带出来，万一遇到麻烦，似乎不太好。你们这是在吃什么？闻着好香。来，做火锅这东西，人越多越热闹。荣王殿下，您也请吧。不了，本王不吃辣。只见凤微月全程头都没抬一下，自顾自的吃得欢快，浑身上下都暖了起来，小脸吃得红彤彤的，一脸的满足。莫玉牙莫名有些的烦躁，心里头好似憋了一股火，无处发泄。没心没肺的女人，看不见我的存在吗？哇，这味道真的可以啊！本公子第一次吃到这么别致的食物。那当然了，这大冷天吃这个最合适不过了。凤微月，本王有些不舒服。是哪里不舒服？我给你看看。说完，又见周围人有些多，改口道：先去你房间。听到这个某人的脸色，这才好看很多。到了莫玉牙的房间，莫玉牙坐在一张软椅上，凤微月搬了个小凳子给他诊脉，来回诊了几遍，凤微月都没看出什么问题。兴许是气温骤变，身体有些反应不过来，注意保暖。还有呢？没有了。莫玉牙微微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开始闭眼小憩。那我先走了。凤微月起身，不确定莫玉牙是不是就这样睡着了，试探性的说道，没有得到回应。看这模样，似乎是真的不太舒服啊，理都不理我了。想了想，凤微月又摸了几张暖贴出来。
你在做什么？轻薄本王！轻薄你妹！你倒是想得美。莫玉牙看着他的动作，才发现是自己想多了。没多久，感觉被凤微月贴了东西的地方开始热热的。凤微月又不客气，在他的腰部、肩部、腿部等部位各贴了一些暖贴。荣王殿下别多想，虽然您给臣女写了情诗，但很抱歉，臣女现在对您半分那种意思都没有。不得不说，莫玉牙这厮长得是真好看，这张脸以后也不知道要便宜了哪个女人。本王给你写了情诗，这个女人得了癔症吗？对啊，不仅约我去花灯会，还肉麻的叫我小月儿，明明是您对我起了不该有的心思，还说我轻薄你。凤微月，本王从未给你写过情诗，倒是你给本王写了那么露骨的情诗，现在装傻了？说完，空气中陷入一阵沉默。我给你写了情诗，这他妈的简直是赤裸裸的诽谤。若没猜错，是出自母妃的手笔。莫玉牙想，他收到的那封信应当也不是凤微月写的。母妃一听是梅太妃做的，凤微月心中刚想着胖揍恶作剧的人一顿，现在算了，不揍了吧。太妃娘娘可真是顽皮，不过她似乎是真的很想抱孙子，等您的毒都解了，就赶紧娶个女人，圆了太妃娘娘的心愿吧。在本王动手前，你赶紧出去。殿下，伯爵府来了消息，伯爵大人病重，你和本王一起去。安亲文的正妻梅太妃的母亲魏氏在见到莫玉牙后，脸上还挂着泪，但还是向莫玉牙弯腰请安。老身见过荣王殿下，外祖母不必多礼。外公情况如何？本就年事高了，加上今年冬日来得早，下午还好好的，傍晚的时候忽然就昏迷了。你去看看。刚走了一步，就被一个中年女子拦住。中年女子浑身珠光宝气的，带着审视的目光，不悦的看着的凤微月。刚刚连丁神医都说没办法，你一个黄毛丫头能行吗？你行你上，不行就别逼逼，闪开。姐姐，你不能随随便便让人去看老呀。荣王殿下面前，岂容你造次，来人拖出去掌嘴。在王氏被拖走后，魏氏等人的目光重新落在了凤微月的身上。他是江以渊的徒弟。一听是仙月宗神医江以渊的徒弟，魏氏仿佛了吃了一颗定心丸。颈椎病压迫的导致椎动脉供血不足，从而引起的昏迷，先吃药，再由我施针做颈椎牵引针灸。颈椎不是心病，刚刚丁神丁大夫可是说这是心疾引起的，怎么会是颈椎问题？明明就是心疾。别吵吵，等我治完你再开口。凤微月刚才拿听诊器听过了，心音正常，只有在检查到颈椎这部分时，才发现伯爵大人的颈椎问题很大。丁大夫还想说什么，但已经被陪产给扔了出去。凤微月打开药箱，找出一盒活血的药来，准备给韩庆文先吞下时，手上动作又顿了顿，随后往莫玉牙看去。殿下，我这里有一株天青花，再给你一个药方，你找人帮我熬成药，别人我不放心。这天青花他本是不舍得给的，但韩清文年事已高，加上又是梅太妃的父亲莫玉牙的外公，不如就做个人情吧。拿来，本王亲自去熬。这小姑娘竟然能使唤得动莫玉牙，真是稀奇了。这普天之下，连太上皇都使唤不动莫玉牙。冒昧问一句，不知姑娘尊姓大名？凤微月。原来是微月呀，老夫人认得我。你不就是前段时间被赐婚给荣王的女子吗？梅太妃前几日还曾修书给我，称给荣王殿下物色了一位好王妃，在书信里可是把你一顿夸，还让老身明年立春一定要赶去皇城喝喜酒。消息传得还挺快啊，是太妃娘娘抬爱了。可不可，饿不饿？没想到你第一次来外祖母家就这么仓促，一点准备都没有，真是怠慢你了。自家那个刁钻的梅太妃是什么脾性，她这个做母亲的当然清楚，她看上的儿媳妇那必然也不会差的。这梅太妃一家都好热情啊，为什么就生出了莫玉牙这么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活阎王？基因突变嘛？谢谢老夫人，我不饿，我吃饱了来的。没多久，莫玉牙端着一碗汤药走了进来，递给凤微月。凤微月看了眼这汤药的色泽，吹了一波彩虹屁。我殿下好厉害啊，这个药熬的成色刚刚好，早一分晚一分都不行，我实在太佩服您了。快喂。知道啦。喂药的时候，天青花的花香气淡淡的传来，凤微月闻了闻这花香气，感觉嗅到的全是银子的味道。过1个时辰后，我再施针。好，微月，那你先休息一下，喉咙啊。你的一身正气呢？麻蛋，信不信我立马穿个雕亮瞎你？殿下，侯爵大人来府里拜访了。臣陆回见过荣王殿下。陆大人免礼。
听闻伯爵大人突然病重，臣心里实在挂念，便上门探望，不知是否叨扰了。侯爵大人客气了，还让你深夜跑这一趟。太，咱们伯侯两家本就是世交，如今韩老哥病重，我这个做弟弟又岂能不挂心？凤微月在一旁看着，因为白天的事情，现在对这个侯爵大人印象差到了极点，怎么看都觉得陆辉像个披着羊皮的狼。大意了，好了一个。怎么回事？大人，借一步说话。没多久，陆辉偏眸往凤微月看了一眼，那眼眸之中明显带着震怒和错愕。你确定没看错？不会错的，就是这个女人拿走了天青花，并且将剩余的人都杀了。属下还是因为运气好，逃过一劫，所以急忙赶来向大人汇报此事。陆辉此刻的心里一片的错综复杂。原本早已听说了韩清文病重一事，也听说了莫玉牙来了云鹿城，因此想得到天青花，在莫玉牙面前做个顺水人情，好借机与莫玉牙攀上关系，为燕儿的将来铺路。没想到竟被一个黄毛丫头给毁，这个该死的女人竟敢与我陆辉作对，不自量力。凤微月看着那主仆二人在那里聊了半天，加上那二人时不时投来的目光，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莫玉牙被凤微月这么猛然一抓着，有些的不悦，垂眸看向他，正要说话时，却见凤微月咬着下唇，身体还在不断的发抖。冷，殿下，今日下午我去雪山来时，在山上看见了这个狗男人，不仅想抢我给伯爵大人准备的天青花，还想轻薄我。完了，我死了！这女人怎么那么不按套路来？凤微月话出后，整个伯爵府都是寂静的，尤其是陆辉，刚刚还想了对策，准备问这个女人天青花的去路，他就先唱了这一出，把她的路直接堵死了。他和莫玉牙是什么关系？怎么看起来如此亲密？莫非……微月，你说什么？这畜生想轻薄你？微月听到这名字，侯爵大人浑身冒起了冷汗。微月，凤微月，不就是前段时间赐婚给莫玉牙的女太傅府的嫡女？这个该死的女人，她一个人就杀了那么多的兄弟，竟然还反咬一口。轻薄，我倒是想，可以有那个能力吗？是的，还好我当时机灵跑得快。莫玉牙想到他下午那么晚才回宅院，原来是真遇到了事情。不过以凤微月的能力，自然是不会吃亏，但这事情也该清算清算。请侯爵大人给个交代吧。来人，将这畜生砍下双手，并在城门口悬挂3日，以示警戒。不，大人，小人冤枉啊，小人没有。另外，想问一下凤姑娘，天青花如今何在？已经给伯爵大人入药了。既是如此，那给韩老哥入药的天青花，就当是我从凤姑娘那里买的吧。凤姑娘开个价吧。哇！这行啊，只是这天青花大概开个什么价比较好呢？要不500两，会不会有点少？拿1800两淘个好彩头。5000两。天青花虽然珍贵，可市场价最高也就2000两。现在莫玉牙直接问他要5000两，但眼下他没有拒绝的余地。最后陆辉只能苦着一张脸，命人回府去取5000两的银票来。侯爵大人，您实在是太客气了，下回我采到天青花，我再来卖给您。陆辉差点没绷住，吐出一口老血，最后没待多久就匆匆离开。该死的女人，敢如此玩弄我，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拿了银票，凤微月有些的不好意思起来，抽了2张递给莫玉牙。殿下请笑纳，不要拿，千万不要拿。莫玉牙，你是那种差钱的人吗？多谢。微月，微月，你外祖父醒了，这就来。外祖父称呼变得可真快。老爷，这位就是荣王殿下的王妃，也是江神医的徒弟。韩大人，现在感觉怎么样？身子有些乏力。我先来给你针灸。还有，虽然冬天了，但也要经常保持活动，不能总保持一个姿势。年纪大了更容易血液不通，时间一长，这身体肌肉也会萎缩。今日天色晚了，要不就在府中住下吧，万一再有什么情况，也好及时应对。微月，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竟有这一手了得的医术，不知你都擅长哪些方面呢？我学的比较杂，一般常见的都会一些。那你可会接骨？闻言，凤微月便明白魏氏是替梅太妃问的，但梅太妃的这条腿想要治好，必须用上手术，但是现在没有这个条件。凤微月最后还是摇了摇头。魏氏见此叹了口气，一旁莫玉牙的手指也微微攥紧。今晚就委屈你们先在这里休息了。老夫人快去休息吧，别熬得太晚了。好，好，好，你们早些去休息。
本王明日还有事，先睡了。殿下此次来云路城是专程来探望2位外祖的吗？不是，本王在此地有2个金矿，此番是来验收成果的。你说啥？是我耳朵出现问题了吗？殿下说的金矿是我理解的那种金矿吗？还有别的金矿吗？那您既然都有金矿了，能不能把刚刚的2000两银票还给我？墨玉崖都有2座金矿了，我还上赶着给他送银子，我脑袋被驴给踢了吧？你觉得有人会嫌钱多？不会。没天理啊！为什么别人都有金矿了，我还是个穷逼？谁来拯救我，让我一夜暴富吧？凤微月，安静一些。早晨，凤微月和墨玉牙一起用早膳。吃早膳的时候，凤微月因为没睡好，耷拉着脑袋，没什么精神。我不吃了，吃不下了，有点撑。本王看你要改名凤称称了，多难听，凤婷婷还差不多。毕竟像我这样亭亭玉立、倾国又倾城的女子不多见了。老爷，妾身也是关心您的身体，那位凤微月也不该那样对待妾身啊，这样让妾身在府里还怎么有脸活啊？韩清文昨晚整个人迷迷糊糊的，现在清醒了一些，也知道了大致的情况。王氏虽然脾气不好，但他也知道秉性不坏，于是安慰了几句。想来他也不是故意的。可是老爷，凤小姐来给您怎买粮，让他进来。昨晚没太仔细看凤微月，这会儿见到这丫头素面朝天，长得倒是白白净净的，看起来倒没什么千金小姐的架子。但玉牙这么多年都没娶王妃，此番突然请旨赐婚，她怎么也是要把关呢？你多大了？15吧。什么叫15吧？你连自己多大都搞不清。那就是15。你是凤太傅的女儿，想来四书五经、女伦女戒、3从4德都已经背得很清楚了。学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凤青允倒是把这些都学了个遍，可还不是一肚子的坏水往外冒。可说完，又觉得自己是不是过分诚实了一些？你说的对，那玩意儿都是鬼扯。等哪日敌人打到门前了，还得靠一双拳头，总不见得你和敌人背3字经。韩清文年轻时是个武官，因此最讨厌那些文绉绉的东西。那可不是，只要拳头硬，鬼神全绕道。你这医术学了多久？小年纪就如此了得，怎么也得学了10年吧？差不多吧。挺好。等我病好了，我再抽空教你一些功夫，可全是我的绝学。那好呀，不过一会儿开的药会很苦，记得全部喝掉哦。不喝可以吗？不行。韩清文的脸色暗了下来。凤微月看着年过8旬的韩清文，现在就像个老小孩一样，带着些许小孩的心性，在和自己讨价还价。韩清文这边的情况基本稳定后，凤微月和墨玉牙便离开了伯爵，回到了宅院。宅院里，叶老头正在和连眼斗地主。我爷们吧。干什么呢？连眼，你能看懂这个？很难吗？微爷，你来了就好，我一早上进书给这小子了，你可得帮我赢回来呀！谁他妈让你有钱不学好，拿来玩这个了？自己有多穷，心里没逼数吗？我错了，该走了。是殿下。裴晨，这个给他拿去。殿下指谁？凤婷婷。这荣王殿下一天天神神秘秘的，也不知道这会儿又干嘛去了。应该是去金矿查收成果了。什么金矿？这小子还有金矿？对的，而且是2座金矿。走，姐昨天赚了一笔大的，带你潇洒去。你又坑谁了？这怎么叫坑呢？我和你说，荣王不在，凤微月现在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头在一起，正是最佳的动手时机。茶楼内每个包间都被布置成了暖阁，进门后感觉到了热气。凤微月摘下了披风，你这披风做工不错啊，墨玉牙外婆送我的。看样子他们家的人倒是都挺喜欢你的，就是墨玉牙对你的心思让人猜不透。有什么猜不透的？无非就是我现在能给他解毒，所以他暂且留着我的命罢了。在此之前，他有正眼瞧过我吗？我还是觉得没你想的那样不堪。这一路上，我看他虽然性子淡淡的，但也挺照顾你的。连对手的底细都没摸清，就让你们上门来杀我？你们是什么3无组织？这不坑你们吗？正当他摸出一个哨子，想要请求救兵时，叶老头已经运吐真气，掌心内抬出一道劲风，挥去，黑衣人被强劲的掌风打到，整个人破窗而出，从3楼跌到了1楼。外面等待着接应的同伴们见到这一幕后，也有人迅速上前查看。黑衣人奄奄一息，嘴里低喃一声：“行云宗，他们是行云宗的人。”真是无情啊！死了都没人收尸。凤微月也沉默了一下，凝望着楼下黑衣人的尸体，被外面的雪花渐渐的覆盖。这是的，乱象环生。既然已经被人给盯上，那么今日这事情绝对不会是第一次。就如墨玉牙所说，要习惯。而在这习惯之前，光靠一身蛮力是行不通的，得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才是。
不知道何时才能找到时空隧道。说起时空隧道，凤微月忽然想起那只下下签，应该回不去了。为何我们是误打误撞来的？我坚信这世上有着时空隧道的存在。督长，别灰心，我们一定可以回去的。凤微月忽然感觉手指一阵刺痛，抬起手时才发现手指不知何时被割破，现在2根手指都在往外冒着血珠，兴许是刚刚握剑时不小心弄的吧。走吧，先回去。哎呀，你这手怎么还在流血啊？而且血都变黑了，这剑是不是有毒？你就不能先去空间拿点药出来？不行不行，药箱里面都有常备药，干嘛在楼外花积分啊？太浪费了。看你抠抠搜搜的，小心毒发身亡。扶着我点，开始有点头晕了。你们这是怎么了？有人刺杀我们，他手被剑刺伤了，剑上有毒。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就不必说了。虽然这毒问题不大，莫玉牙听到这话，眉眼一动，往凤微月看了一眼，果真见他手指流了不少的黑血，现在还在往下滴。裴晨，去查。你帮我把这2瓶东西吸进这里。莫玉牙没有出声，手上的动作不自觉地加快，帮凤微月配好药水后，把注射器递给他。注射完后，凤微月拿起了金疮药，不等他开口，莫玉牙又一次帮他拧开了金疮药的瓶子，且直接把药倒在了他的伤口上，而后又拿起一旁的纱布，开始给他包扎。你这手法很娴熟，包扎多了就习惯了。凤微月在这话里却是听出了许多的信息。像莫玉牙这样的皇子，身份尊贵，又权倾朝野，这一路恐怕都是从刀光剑影里走来的，才能有今天这样的位置。包括他身上的毒，在他体内埋了这么久都没发作，恐怕也和他强悍的内力有关。凤微月倒是第一次发自内心的佩服莫玉牙，也莫名对他有些的改观。而这时，凤微月那股天旋地转的感觉更厉害，虽然打了解毒剂，吃了药，包扎完了伤口，但还是有些的后遗症。凤微月一个没绷住，直接趴在桌上晕了过去。凤微月、凤婷婷、连野去请江以渊。正躲在一旁看情况的叶老头和连野才发现事态有些的不对，连野连忙往外跑去。等等，别急，这大约是解毒过后的后遗症，会持续发烧一段时间，等醒过来就好了。你如何确定？他以前贪嘴吃过毒蘑菇，我看他也是这样的反应，后来就醒了。凤姑娘还真是与众不同啊！既是如此，殿下就先别担心了，再看看情况吧。谁说本王担心了？但刚走2步，连眼又听莫玉牙低沉的声音：“去请江以渊。”还说不担心，嘴硬。凤微月这一晕了足足6个时辰，一直到后半夜才悠悠转醒。醒来时又感觉浑身发寒，显然是发着高烧，耳边也传来了模糊的对话声：“殿下，微月醒了，只不过现在身体有些的虚弱，需要静养2日。”真他妈的丢脸啊！我还自诩是个小神医呢，没想到这次竟然阴沟里翻船了。凤微月，你活过来了。凤微月看着这道身影，在点点烛光的照耀下，恍若天神降临一般，不由得凤微月脱口而出：“你长得真好看啊！”行吧，看样子的确是没事了。当莫玉牙正被他的话有几分愉悦时，只听他又道：“白无常也和你长得一样好看吗？”凤微月，你想死？这一句低吼声把凤微月拉回了现实。当他意识到刚刚说了什么后，直接头一歪，进入装死。莫玉牙看着他这副死样，生生被气笑了。凤婷婷，这笔账本王记着，等你醒了，本王再与你清算。门外，江以渊正拿着凤微月用过的注射器在研究，叶老头坐在一旁，忍不住开口：“别看了，这不是暗器，是一种医疗用品。”江以渊自诩学医一辈子，却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这能治病？那当然，我那不微月的医术啊，和你们传统的治病方式不同，这种就是一种先进的治疗方式，见效比较快。当然也没说你们古医学不好的意思。江以渊听闻后，又看了眼凤微月的药箱，对此有些感兴趣，决定等凤微月清醒了，找他好好聊一聊。我去睡了。殿下有眉目了，是星玉堂的人，但属下查后发现授意他们的人已经死了。属下顺藤摸瓜查过去，是那个被吊在城门口男子的亲兄弟。欲盖弥彰。裴晨明白莫玉牙的意思，这星玉堂是个专门收钱杀人的组织，一个随从的兄弟哪来如此大的本事？无非就是个替死鬼罢了。那殿下的意思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天亮时分，侯爵府陆辉忽然发现自己不能动了。不仅如此，浑身充斥着恶心与晕眩之感。躺在他身边的侍妾丁氏在发现不对后，一脸的惊恐：“老爷，你怎么浑身都发黑了？”陆辉心里头一惊，当丁氏跑出门寻来大夫后，在大夫的诊治下得出了结论：中毒了。你这个贱人，是你给老爷下毒的，妾身冤枉，妾身什么都不知情呀，昨晚睡前还好好的。那你的意思啊，老爷睡一觉就中毒了？你昨晚和老爷同吃同睡，为何你就偏偏没事？你这个小贱人，还不从实招来？府里一连来了几个大夫，在诊治过后，均是摇头。这怎么行啊？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一旁，陆辉的贴身护卫程鹏看着这一幕，感觉到了一丝的不对劲。这毒似乎是星玉堂独有的，只是星玉堂怎么会给老爷下毒？莫名的，程鹏想起昨日才刚派过星玉堂的杀手去杀凤微月。启禀夫人，听说荣王殿下近几日正在云路城，而他的身边有一位女子是江以渊神医的徒弟，或许她能救老爷。那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请那女子过来？可是昨日那些杀手全部失手了，难保荣王那里已经有所察觉，现在岂不是白白送上门？程鹏，你发什么愣啊？要死了你啊！还不快去请那女子过来？部长，你醒了。别说话，我饿死了，快给我弄些吃的。都给你备着呢，我去拿。快给我端来，我现在饿的感觉能吃一头牛。是吗？头怎么还是好晕，浑身也没力气。别装了，我的演技现在这么拙劣了吗？荣王殿下早上好啊，今天天气不错，太阳挺大的。莫玉牙扫了眼门外的暴风雪，此时叶老头端了一碗素汤面走过来，见莫玉牙也在，笑着道：微月，你可得好好谢谢荣王殿下，昨日你晕倒，荣王殿下可担心了，不仅守了你大半夜，还把江神医给请来了。闭嘴！莫玉牙凉飕飕的看了眼叶老头，面上神情有些的不自在。凤微月倒是有些的吃惊，往叶老头投去一个你怕不是在逗我的眼神。快吃吧。凤微月点头，准备拿筷子时，发现右手伤了2根手指，拿筷子不方便。叶老头也注意到了，忙说：我喂你吧。也行。哎呀，我的手抽筋了，疼死了，我去找莲颜给我揉揉。这叶老头这2天越来越过分了啊，做事怎么那么不着调呢？实在没办法，凤微月准备用左手去拿筷子，可从没用过左手吃饭，筷子夹了几次都夹不起来。这时一只手伸了过来，拿起桌上的筷子夹了一筷子面条。凤微月往一旁看去，只见是莫玉牙面无表情的拿着筷子，自己凑过来吃。我谢谢您了。凤微月，听说你贪嘴吃过毒蘑菇？我作为一个医者，我只是想体验一下中毒者的感觉，顺便再尝一尝那毒蘑菇的味道。别说，还真挺鲜美的，但这中毒后的感觉还真是挺难受的，一不小心小命就没了。你这话顺序是不是说反了？没有说反。莫玉牙似笑非笑，两人就这样，一个喂面，一个吃面，画面莫名有些的和谐。另一边墙角，叶老头和莲眼坐在那里，看着那边的互动。叶老头朝莲眼伸出手，给钱，我赢了。他还真给凤小姐亲自喂东西吃了。那可不，咱们魏月可是他喂过门的媳妇儿，别看他表面冷冰冰的，心里面对魏月的感情说不定像火一样的炙热。可听殿下说，他不过是因为凤小姐可以帮他一些事情才留在身边的，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想法。死鸭子嘴硬。这时宅院的门口忽然乌泱泱的来了一群人，伴随着一阵阵的吵杂声。我去看看，你们是？这位小兄弟，本夫人是侯爵府主母，今日遇到了一些麻烦，特来请荣王殿下帮忙。你等会。哟，这毒是咋中的啊？咋都毒成黑茄子了？不知凤姑娘是否有办法解毒？再来时，程鹏已经告诉他，莫玉牙身边的女人是太傅府嫡女凤微月，也是他未过门的王妃，因此今世对凤微月完全没有一丝的好感，但眼下不得不求人。这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待我检查过后再做定论。最后检查结果与他想的一样，和他中了一样的毒，只不过陆辉比他严重多了，要是再拖1个时辰，神仙也救不回来。凤姑娘，情况如何？这情况还挺严重的，不是我吹，一般大夫根本解不了这个毒。凤姑娘，那你说该怎么治？我要先给陆大人施针，再给他配一些解毒剂，清除体内的毒素。那请凤姑娘试试吧。这个枕巾枕巾我们侯爵府自然不会少凤姑娘分毫。那就行，不过我先提前说好啊，我这针灸1针收费100两，按陆大人的情况恐怕得要扎100针才行，那就是1万两。然后我这注射器1支收费5000两，然后这药水陆大人毒性重，得用6瓶，分3次注射，1瓶8000两，3次注射需要3支注射器，那就是15000两，6瓶药水就是48000两，最后一共的枕巾就是73000两银子。给他安排了这么一出，这小东西就要这么一点，真是枉费我一番心血。凤姑娘莫不是心态黑了一些？刚刚不是还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如今怎的转眼就狮子大开口？何况侯爵府与太傅府也有过交情。你们治不治啊？不治就赶紧把人抬走，别死在这里添晦气。
还是部长牛逼，这一坑就坑了笔具馆，这钱要是拿到了，还开什么泡面店啊？吃力不讨好。行，那就73000两，不过你得向我保证，这人要是没治好，你1分都不能要。行，我先给他吊口气，你去把银票拿来，否则我不治。我们侯爵府与伯爵府好歹也是世交，本夫人与梅太妃当年也以姐妹相称，这荣王殿下今日竟这般冷漠，任由凤微月敲诈我们侯爵府。夫人别气了，荣王殿下是什么性子，那是天下人皆知。现在对凤微月8成也是图个新鲜，等嫣儿小姐过段时间学成下了山，荣王殿下见到了嫣儿小姐，一定会爱上嫣儿小姐的。是啊，梅太妃从前最喜欢嫣儿了，曾经也说过要将嫣儿许配给荣王殿下，只可惜那丫头一门心思练武，如今在行云宗的学业未成，只好白白便宜了凤微月。行了，可以了，你先把人抬回去，过3个时辰会有人来注射的。他还没醒。正常了，我又没给他吃仙丹，哪能那么快见效？空空查看积分任务。没良心的女人竟然才想起我，果然女人有钱就变坏，你不需要宝宝了是不是？原来你也是需要我这个亲亲小主人的对吧？我告诉你，你别蹬鼻子上脸。行了，积分任务呢？任务1，在48小时内和夜长久学满5个新招式，得500积分。任务2，如果墨玉牙愿意教你一招，得600积分。任务3，堆10个雪人，得1积分。前2个任务积分那么高，最后一个任务只有1。上一次空空出任务报答柳芳妇一事，是因为柳芳妇竟然暗中阴我。如此说来，是不是可以说明空空知道的比他多一些？那么现在给1积分，让我堆10个雪人，难道又有什么好事在等我？这么一想，凤微月坐不住了，走向院子里，二话不说开始挖雪堆雪人。今天这雪好冰啊！连堆了2个比拳头还小的雪人后，凤微月仰天大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怎么那么聪明？哈哈哈！谁来夸夸我？凤微月，你要是再捏这么小的敷衍我，我就不算你积分了。哼！行吧，那我接下来捏个大的，不过前面的也算我。哎，凤微月，你很吵。不好意思啊，我刚刚太高兴了，我接下来保证不开口，不打扰你休息了。闻言，墨玉牙脸上的表情不变，语气却是柔缓了些许。你还要玩多久？堆满10个就好了，很快了，还有3个。墨玉牙又淡淡的看了他一会儿，越看眉头拧得越紧，他原先白皙的手已经被冰冷的雪冻得发红。大病初愈，就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吗？我自己来就好。去铲雪。滴滴，系统到账1积分。这是你忽视我的惩罚，哈哈哈！你上当了吧？我想爆粗口。现在你可以安静了。临走时，似是想到了什么，快步跑去挡在了墨玉牙的身前。怎么？就是，你能不能教我一个武功招式啊？我想学武。那位姓叶的不是教了你？我觉得他和殿下你比起来，就显得比较弱了。我感觉殿下好像要比他厉害很多。如若殿下能教我一招半式的话，那真是我3生有幸，1000年修来的福气。凤婷婷，想要本王教你，得拿出你的诚意来。本王不是什么人都教的。又怎么了？这个给你，是防止手冻伤的药膏。凤微月方才便注意到墨玉牙那双修长骨节分明的手因为堆雪人而被冻得通红，但他依旧神情专注地帮他堆完雪人。这不算在诚意以内。墨玉牙看着手中握紧的药膏，好一会儿才慢慢拧开。他把药膏涂在手上，随后嫌弃地喝道：难闻死了。涂完双手，药膏还有剩。墨玉牙把药膏放到柜子里，万一被人偷了，岂不是辜负了凤婷婷这小东西的一番心意？叶伯伯，昨天空空那里领了个任务，需要你48小时内教我几招，行不？我这么弱的一个菜鸡，怎么能教你武功啊？你找荣王去啊，他不是看起来比我厉害吗？让他教你，你不是觉得3生有幸，1000年修来的福气吗？原来全被你听见了，这就尴尬了。哎呀，叶伯伯，我这不是为了积分吗？凤微月，想要我教你，得拿出诚意来，我可不是什么人都教的。教嘛，早知道这么好哄，就拿个5000两好了。其实凭你的实力，这天下间也没几个能欺负到你，你倒也不必如此辛苦的学武。荣王殿下，你这是去哪儿呀？本王去哪儿要和你汇报。今天是你解毒的日子，等本王回来教你。他刚刚最后2个字说了什么？我也没听清，好像是说回来揍你吧。这不是挺好哄的吗？比我还不如一颗破9转丹就把他拿下了。
你还不反省一下？以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你居然还收我1万两？那可不一样啊！我俩虽然关系铁，但说白了，我俩非亲非故的，算是亲兄弟明算账。你可是他未过门的媳妇儿啊，那可是一家人，教媳妇儿武功还收费，那是要遭天谴的。你今天这嘴咋那么能叭叭呢？我错了。殿下您回来了，渴不渴？都不饿，要我给你捶背捏肩吗？不要。这样啊，那您先休息一下吧，晚点我去你房里。话一出，一旁裴晨和连岩等人脸色微微一变，略微有些尴尬。给你施针。临走时看向凤微月，稍事一下，明日回城。这就要走了，那你什么时候教我？回去再教。也行吧，还是和之前一样，躺下吧。毒素在慢慢的清掉，只不过我现在能力有限，只能打持久战。如果有手术室就好了。那么墨玉牙这毒，只要进行全身换血，加上一些术后疗养，就可以直接的清除，而不用像现在这么麻烦，只能一点一点的清。或许是墨玉牙今天一日很累，在凤微月给他诊治时，竟然睡了过去。凤微月收起自己的药箱，临走前注意到了墨玉牙宁静的睡眼，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女娲在捏你的时候，一定是很用心了，不然怎么把最好的都给了你？床榻上，某个浅眠的人听到这句话后，唇角不经意地弯了弯。这皮肤也水灵灵的，看起来能掐出水。凤微月说着说着，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伸出手轻轻地戳了戳墨玉牙的脸颊。我这是脸红了，不对不对，一定是做贼心虚。平时和叶老头勾肩搭背也没脸红过，现在不过是摸了一下墨玉牙的脸而已。我可不能被古人迂腐的思想左右。想罢，凤微月也不多留，生怕吵醒了墨玉牙。关上门的一刻，墨玉牙睁开了眼，漫不经心地盯着某处。凤微月，你是第一个敢在本王面前如此放肆的人。第二日回城的时候，叶老头和连野坐了一辆马车，凤微月只能和墨玉牙同乘一辆。殿下，你在看什么书啊？能不能借我也看看？他发现自己上了马车后，墨玉牙就一直看书。之前偶尔几次去荣王府的时候，他似乎没事就在看书。这放在现代，妥妥的一个学霸啊！其实身为太傅府嫡女，我平时也很喜欢看一些书册，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毕竟不能丢了父亲的脸。话落，墨玉牙手里的书已经递到了凤微月的面前。多谢殿下。本王正好对这一篇内容有些困惑，不如你来和本王讲解一下。以我个人的理解，我认为它上面写的意思是说，人从一出生，所有的一切都已被天命安排，包括人的贵贱，也都早已被天命决定。继续。贵贱在命，哪怕你是个身有顽疾或是缺智之人，命若注定你贵，那你必然贵。相反，天命定你是个轻贱之人，你再努力也是徒劳。阿呸，这书写的都什么狗屁理论？凤微月说着说着，发现不对味，这他妈是什么邪教思想啊？把什么都归于天命，那大家还努力干什么？你觉得这理论不对？虽说天命不可违，可不还有一句话，我命由我不由天嘛。这本书适合写给有钱人看着消遣，若是给穷人看到了，天下就大乱了。要是那些玻璃心的穷人看到了，直接就拿根绳子一了百了烂，还活着干嘛？这本邪书是谁写的啊？殿下还是别看了，这不误导人吗？哦，父皇写的。现在读呀，自己还来得及吗？太上皇，您注意身体。哈哈，又一本写完了。崇德，你看看这本写的如何？写的真好，奴才真被太上皇您的文采给折服了。那就好，等着莫干了，你就把这本新写的差人给小六送去，让他下回见了朕，说一说感想。奴才遵命。2日后，几人抵达了皇城。到了皇城门口后，凤微月在城门口和墨玉牙分别。凤微月下了马车后，墨玉牙看一眼这空旷的车厢，总觉得少了什么，一股躁意袭上心头。行了，那我先去店里了。估摸着这几天店里的东西也该卖空了，什么时候补货啊？不补了，直接关了吧。凤微月对这方便面店已经提不起兴趣了，主要是赚的少，还浪费积分。积分这么宝贵的东西，他留着还有用处呢。关就关吧。那忘忧阁隔壁的店铺呢？你最近找人修缮一下，修缮的粉嫩一些，要一看就是卖女人东西的。行，那回头联系。回来了，一路舟车劳顿，先去休息吧，晚上一起用个膳。目送着凤太傅离开，凤微月总觉得哪里有些奇怪，但又说不上来，可能是凤太傅对她太客气了。小姐这次离开了这么久，奴婢整日都在思念你。乖，嘴真甜。府中这几日如何？可有发生什么？一听到这个，喜儿脸色微微一变，有些吞吞吐吐的。
说吧。老爷要抬安姨娘为平妻了，日子定在了3天后。安氏做了什么？奴婢也不清楚，据说是和大公主有关，好像是大公主和老爷提议的。这怎么还扯上莫玄姬了？这莫玄姬堂堂一个大公主，还管起太傅府这档子闲事了。思来想去，凤微月觉得这八成是和上次公主府发生的事情有关。莫玄姬可能是记恨上自己，所以折腾这一出来恶心她的。大小姐，你可回来了？母亲近日情况如何？原本大小姐刚走的时候，夫人那几天保住了胎，心情也还不错。可前几日安氏那事情我都知道了，但具体的还不清楚，你可知晓？二小姐前段日子不知怎的得了大公主的亲近，大公主时常邀请二小姐出府，还对外宣称与二小姐情同姐妹。后来大公主来了府上一次，见到了安姨娘，又称安姨娘是个温柔可心之人，所以教出了二小姐这样优秀的女儿。谁知大公主竟也当场说了一句，不如她做主把安姨娘抬为平妻吧。想来由她出面，学士府也不敢说什么。一听果然是莫玄姬做的妖，凤微月面色也沉了下来。那把火没把莫玄姬一起烧死，那真是老天没长眼。大小姐，你可要想想办法呀！夫人这2日明显有些茶饭不思了，昨晚我还见她在偷偷抹眼泪。月儿回来了，母亲不必太过在意安氏，有女儿在，她永远只能是一个侍妾。月儿别管了，随他们去吧。凤微月听到这话，莫名来了火气。母亲，难道你不知道有些事情是要靠自己争取的吗？像你这样总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事情只会越来越恶化，那些人也只会越来越蹬鼻子上脸。你好歹是学士府的嫡女，又是太傅府的主母，拿出你主母的气势来好吗？这世上大多都是趋炎附势之人，你可有想过，一旦安氏成为了平妻，与你平起平坐，加上你再如此软弱下去，往后我们会过怎样的日子？白氏被凤微月这么教训一通，呆愣的看着凤微月，反应过来后，眼泪不停的落下。凤微月一下就慌了，是不是自己的话说的太重了？母亲，你别哭，月儿，你说的对，是母亲没用，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你就负责好好安胎，别整天想些有的没的。你还想不想让腹中的孩子安然出生了？白氏眼中还噙着泪，但听到这话，乖乖的点了点头。自己的女儿好像真的一夕之间就长大了。说完，凤微月又安慰了几句，就走了出去。滴滴系统升级中，新功能即将上线，敬请期待。目前进度1%。新功能啊，会是什么新功能呢？好期待，好激动。呵，真狗改不了吃屎，这还没当上平妻呢，这红衣又穿上了。有大小姐还真回来了。3日后府中摆宴庆祝我母亲升为平妻，姐姐回来的正是时候，我们一家人可以团聚了。想必那1日一定会成为城中一段佳话。是啊，真是没想到还赶上了这样的好事。先恭喜安姨娘，再过几日可要换你一生二娘了。从前是我年纪小不懂事，冲撞了安姨娘，以后还请安姨娘多多担待。微月还要和父亲一同用膳，就先走了，晚点再去拜访您。凤微月这是吃错药了。她不是吃错药，她是识时务。现在咱们有大公主撑腰，大公主可是太上皇最喜爱的女儿，她还敢和咱们唱反调吗？这不等于和太上皇作对吗？母亲，女儿等这一天已经太久了，终于我不再是府里的庶女了，我也能和凤微月一样有嫡女的待遇。微月来了，快坐吧。微月，魏父打算抬你安姨娘为平妻。说完后，凤太傅有些不敢去看凤微月的表情。这个女儿马上就是荣王妃，这几日又跟着荣王外出，想来和荣王的关系缓和了不少。应该的，安姨娘侍奉父亲那么多年，又养育了青云那么好的女儿，于情于理，父亲是该抬为平妻。那你母亲那里？这件事情我从回来就已经知晓了，也去见了母亲。母亲表示理解父亲，往后我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过日子就好，其他的都不重要。这一刻，凤太傅终于彻底的松了口气，忽然觉得太傅府的日子从未这么美好过。这回我可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有些人如果自己要作死，那就不能怪我了啊。回到祭月阁后，凤微月拿出提前取出来的大字报，又拿了几支彩色，开始一张张写了起来。1日，当城中百姓们出门时，忽然发现街头出了很多的告示，走近一看，赫然写着感谢信3个大字。老雷，这写的都是什么？我不识字，你给我念念。这是感谢信，万分感谢咱们的玄姬大公主，堂堂一位印北朝的公主，与朝廷忠臣的侍妾还亲如姐妹，顺便百忙之中帮助府里侍妾提升家庭地位，堪称皇家楷模。此刻嫡女
凤微月携全家特此感谢大公主此之经历。哦，我的天哪，大公主居然这么热心吗？你们还不知道吧？听说太傅府的那位侍妾近几日和大公主走得很近，然后大公主出面后，太傅准备谈那侍妾为平妻了。可照这么说起来的话，我就觉得有点以权压人了。也不知道那个侍妾是何德何能，能与大公主姐妹相称。凤微月，你和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怎么了？有问题吗？你究竟是想做什么？你不怕大公主怪罪下来吗？大公主为何要怪罪？现在这感谢信一挂，全城百姓都知道了大公主的善举，到处都在赞美大公主为人亲和，没有架子。你说这事儿要传到皇上耳朵里，皇上岂不是会感到很欣慰？说不定还会嘉奖大公主一番呢。凤太傅听着凤微月的话，莫名感觉很有道理。的确，这感谢信一写，大家都知道了大公主做的好事，对大公主的确是有利的。微月啊，还是你想的周到，是为傅倩考虑了。没关系，这事儿我也是自作主张，就代表了太傅府全体，只希望大公主见到这感谢信后能高兴就行。会的，会的。我曾经教导过大公主的学业，大公主是个心胸宽阔之人，你这么帮她，她一定会高兴的。凤微月这个贱人竟然敢摆我一道，和侍妾亲如姐妹，我堂堂应北朝大公主，安是那种上不得台面的狗东西，也配和我称作姐妹吗？何事如此不悦？你自己看看。凤微月，柳地的那位未过门的王妃，就是她。我公主府被烧，也是因为莫玉牙要替她出气。六弟似乎对她格外上心。莫玄机意识一怔，往莫重言看去，兄妹俩视线一交接，竟是想到了一起去。这个女人似乎能牵制住莫玉牙的情绪，如此的话，莫玉牙树大招风，对外树敌实在是太多。若是那些人知道有凤微月这么一个女人存在的话，凤微月还能有活命的机会吗？玄机，先别轻举妄动。怎么？凤微月可没我们想的那般简单，她一定隐藏了一些什么。一连过了2日，在安氏的授意下，府中的喜气越来越足。凤微月没什么事做，老老实实的在府里待了2日，只是闲暇时时常会想起在云路城的日子。明明也就过了几日，却感觉过了好久，甚至有些想念那样的氛围。也不知道莫玉牙这几天有没有不舒服。哎，凤微月，你是不是日子过得太舒坦了，竟然想起那个活阎王？一定是太闲了，得赶紧找点事情做才是。千宁，需要你帮我一个小小的忙。说，夫人，您的2位叔父和婶婶来了，让他们直接进来吧。哎呀，明如，你这住的地方可真大，可让我一通好走。是啊是啊，你这住的院子也比我整个家都大。明如，你这当妾的时候都过得如此舒坦，更别说明日成为平妻后了。2叔3叔2位叔父自进门后，总感觉这屋子里隐隐有股香味，特别好闻。这会儿见安明如和他们打招呼后，莫名有种心神荡漾的感觉。老爷夫人们，请先到外面雅间用点茶水点心吧。一听是茶水点心，2位婶婶眼前一亮，默契的往外走去。到了外面，见到平儿端来的点心后，2人抓起一块糕点就吃了起来。哎，这糕点可太好吃了，我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糕点。还有嘛，一会儿再去给我们准备一点，我们明早吃。而这时，安氏的房间里，2位叔父都待了一会儿后，总觉得浑身不对劲，看着安氏的目光里，不知不觉也变了味道。明如，多年不见，爹。小姐，不好了，安宁院出事了。这大晚上的，安宁院能出什么事情？安姨娘的2位叔父不知道发什么疯，竟然合起来想欺负安姨娘。现在她的2位婶婶在闹，老爷也正赶过去呢。竟有这种事情，那本小姐可得去给安姨娘做主了。杀尖刀的，你们在干什么？突然见到了这么多人，2叔和3叔忽然就感觉清醒了一些，往周围看了一眼。当看见还坐在地上有些狼狈的安氏后，夫人，是他主动抱我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对啊，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安氏坐在地上，见到这2人是这样的反应后，眼内忽然划过一丝的慌乱。难道是？不行不行，这事情可千万不能抖露出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太傅大人，你看看你这位侍妾干的都是什么好事啊？我们好心好意来替她庆祝，她就好了，竟然，这简直臭不要脸！哎呦，真是上辈子造孽！就是啊，这一下2个都不放过，狐狸洞里修炼出来的嘛。咦，不可能吧？我安姨娘一贯知书达理，明辨是非，何况我父亲这么优秀，他怎么会看得上这2个？再看这满地狼藉的，明显是安姨娘挣扎的痕迹，是你们的相公色胆包天，管不住自己吧？见凤微月帮他开口说话，安氏有一瞬以为是听错了，后来一想，凤微月现在是在巴结自己，心里头就感觉舒服多了。老爷，妾身实在是委屈极了，妾身这辈子一心侍奉老爷，从未有过别的想法，何况还是妾身平日里最敬重的2位叔父，妾身实在没脸了，让妾身去死吧。
你是受害者，这不怪你。你们二人如此不知好歹，胆敢在太傅府兴风作浪，来人啊，拉出去杖毙！凤太傅，你要讲讲道理吧。你说我们都是老实人，要是没有安明如这个贱人的同意，我相公敢这样吗？你闭嘴！你们知道个屁！你们自己说，为什么要轻薄我安姨娘？我安姨娘哪里对不起你们了？你们要做这样荒唐的事情？其实也不知道怎的，今日一见到明如，我就觉得她好香，而且看起来特别的诱人，所以我没错，就是这个感觉，就是突然觉得香，后来就感觉自己有些绷不住了。凤太傅此刻陷入了一阵沉默里，很香，然后感觉绷不住了，这不是我最近一见到安氏就来的感觉吗？凤微月注意到了凤太傅有些难看的神情，适时的加码。这谎话也太逗了，又不是吃了春药，说管不住自己就管不住了，难不成安姨娘给你们点迷魂香了？大小姐，安氏听到迷魂香3个字，冷汗连连，惊恐地看向凤微月，生怕她多说一个字。安姨娘，你放心，今日微月一定会给你讨个公道来的。老爷，算了吧，妾身不想追究了。当年2位叔父也曾有恩于妾身，此次就算是妾身报了养育的恩情，以后就与叔父们再无瓜葛。不行，你说算了就算了，一个屎盆子扣我们头上，叫我们以后怎么回去见人？安明如，一定是你用迷魂香了，对不对？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你非要说我安姨娘点了迷魂香，行吧，我们去请大夫来，让大夫好好查验一番，就知道结果了。对，请大夫，或者去请大理寺的人过来检验。虽然自家相公算不上什么正经人，可也不会疯了，在这个时候去轻薄安明如。再看安明如这副样子，总感觉有鬼。他虽然没什么文化，可看人却一看一个准。父亲，你意下如何？这么晚了，这事儿也不光彩，要不去请赵大夫来吧？没多久，就听到赵大夫的大嗓门传了过来。你们太傅府的人真烦，一个个大晚上不睡觉就知道折腾事情。小师妹好啊，师兄好。凤老兄，这回叫我来。等等，这屋子怎么好大一股妙春宫的味道？师兄，你是不是属狗的？妙春光，这么骚的名字也是没谁了。妙春光？什么是妙春光？单独聊聊。不行，有什么就敞开了说，单独聊干嘛？你是大夫是吧？这妙春光是什么？是不是迷魂药？都是自己人，有什么直接说吧。老爷，安姨娘，你别担心，我师兄乃是江神医的徒弟，一定会还你清白的。安氏气得咬牙，忽然发现让凤微月巴结自己，并不是一件好事。这妙春光是一种来自北疆的熏料，点燃之后，香味若隐若现，会产生迷情的效果。说白了，就和刚刚这位夫人所说，是一种迷魂药。但这种药比较特殊的是，只对男人管用，对女人没有效果，这也是其中的奥妙之一。不过，这熏料造价极高，加上在北疆那地流传，一般都是在元定国皇室流传，不知怎会出现在这里。听完赵大夫所说，安氏早已满头冷汗，脸色煞白。凤太傅目光落在安氏身上，额头青筋暴起，眼中泛出了一层的杀意。好你个安明如啊，你这个贱皮子，你看看你自己做的好事，还好意思说你叔父轻薄你？你这个没心没肺的狗东西，当年要不是我们养育你，你有今天吗？就是我说我刚刚怎么突然神志就不清醒了？老爷，妾身根本不知道什么香料，一定是有人故意诬陷我的。父亲，明日就是母亲身为平妻的日子，今夜偏偏闹这一出，父亲不觉得蹊跷吗？可凤太傅哪里还听得进去？他这段时间反常了这么久，他自己就是最好的证人。构陷，谁能花这么大的圈子故意构陷安氏这么久？安明如，你竟然在府里做出如此龌龊之事，简直不可饶恕！凤太傅气得喘着粗气，实在难以相信，一贯温柔可人的安氏，竟然找到了这么粗鄙又下三滥的东西，还对他使了这么久，而他竟然还每次都中招了。妾身冤枉，老爷，妾身对天发誓，没有用过这种东西。别赖了，你这香料的香味都已经进入你的体内，从你的身体里散出来了。你用这玩意儿最少也有2个月了，且每日都在用。我没有，赵大夫，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加害我？你不死心是吧？行，小师妹，你给他查买验血，看看他血液里有没有那些香料的气味。再不济，我明日带你们全家去一趟仙月宗，让仙月宗一众子弟都来看一看。安姨娘，为了你的清白，我来给你验血吧。不，凤微月，这一切一定是你做的，对不对？一定是你找来了北疆的香料，一定是你气我要收没平妻了，所以故意要加害我，是不是？事到如今，你竟毫不悔改。微月今夜处处在帮你说话辩解，你竟然还反咬一口。安明如，从前是我错看你了。父亲，母亲侍奉您那么多年，您应当是最了解母亲的那一个，这次怎会如此武断呢？你自己问他，第一次是在什么情况下用了这香料？他要是说不上来，我替他说。
安姨娘，难道你真的？此番我本要抬你为平妻，在这之前我还担心微月会不赞同此事，哪知他这次不仅赞同，还称一切都是你应得的。你呢？老爷，是妾身错了，妾身一时鬼迷心窍了。可妾身这么做也是想和老爷亲近一些啊。除此之外，妾身并没有其他的心思。若说妾身错在哪里，那就是太爱老爷了。微月，给为父嬷嬷。父亲要做什么？谢休收，我们府里太小，容不下这尊大佛。老爷，我死不足惜，可你好歹要为青允的前途着想啊！一听这话，凤太傅动作一顿，青允还有大好的前途。若是你在此刻休了我，别人会怎么看待青允？罢了，即日起，安氏禁足安宁院，没有我的允许，不得踏出安宁院一步，更不得有人前来探视。多谢父亲，相信这段日子姨娘一定会尽心思过，青云也不会让父亲失望的。这事儿就这么算了，那我们呢？微月，为父累了，此事交给你去办吧。大公主那边，太傅府的事情还轮不到他来管。安姨娘可得好好思过呀，等父亲气消了，你还是有可能被抬为平妻的。凤微月，今日这事儿你出了不少力吧？我逼你买妙春光了。赵师兄这是要回去了。前2日师傅给我书信，说你自创了一套医学手法，与我们常用的不同，让我来向你请教。不知小师妹近日可有空赐教一番？说起这个，凤微月心想，8成是上回在云路城的针剂药水什么的被江神医给看见了，但眼下赵大夫要赐教，他倒也没什么好推脱的。行啊，那就明天吧，明天我去你医馆找你。那行，明天我在医馆等你呀。楼下，一抹俏丽的身影站在那里，吃着糖葫芦。莫玉牙不知自己看了多久，直到那抹身影消失在了视线里。凤微月这几日在做什么？殿下，你刚刚不才看过感谢信？据说昨夜太傅府发生了一些事情，取消了今日的家宴，具体属下也不清楚。让他明日来一趟王府，本王教他武功。师兄，师妹来了，快坐。师兄真有个性，凭心情看诊。嗨，也不全然如此，这有些病一般大夫能治，又何必来找我？若不能治的，我也不会见死不救。咱这一手医术要用在刀刃上。对了，师妹，师傅信中所说的什么注射器、药水，你能不能给我看看？这是听诊器，可直接听到人的心音、呼吸音档，来判断一些典型的症状，还可以听身体其他部位一些特殊的声音，真是神奇。那这个呢？这是一种针剂，通常配合这些药水。这几瓶药水都是常见的青霉素的，对于我们往常吃的那些汤药来说，这个见效比较快一些，但也并不是万能的。咱们以往学的，在我这儿叫古医学，而这些个东西叫做现代医学，听身体其他部位一些特殊的声音。这简直闻所未闻。凤微月简单的解释了一些现代医学的疗法，赵大夫听得入了迷，感觉有些不可思议。听说师兄曾经是宫里的御医，怎么如今跑来这里开医馆了？御医的待遇不好吗？那地方乌烟瘴气的，我待不惯。内斗很厉害吗？何止是内斗，太医院的那帮老家伙，一个个利欲熏心，就配不上医这个字。那帮老东西，今日收了这个娘娘的银子，就可以昧着良心说这位娘娘有孕了；明日收了那个谁的银子，又说那谁得了治不了的顽疾，借此害人家失宠。这种事情在宫里数不胜数。就说梅太妃吧，当年也是。梅太妃她怎么了？口误，你就当没听见吧。这事儿知道了对你没好处，你不是马上要嫁去荣王府了吗？太妃娘娘是个心地善良之人，只可惜我能力有限，不能治好她的腿疾。其实若没那件事情，荣王殿下也不会变成今日这般杀伐果断的性子，造化弄人吧。凤小姐，干嘛？殿下让你明日去一趟王府，教你武功。好呀，我知道啦。你和荣王殿下处得不错啊，你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拿下他的？梅子。这不是未来的六嫂吗？真巧啊！各位王爷好。凤姑娘这是打哪来？无聊四处逛逛，几位殿下是呀？今日诗社举行斗诗大会，本王对此很有兴趣，便拉了他们一起。太傅府嫡女，想来在这方面也不会逊色吧？不如一起。我就说你是个毒舌男，这就想给我挖坑了。我就不去了。说实话，我对作诗什么的真没什么兴趣。好可惜哦，看来今日这第1名的奖品一定归二哥所有了。第1名奖品是什么奖品啊？是一把玉龙扇，山谷有罕见的天山白玉石，一点一点精心打磨制成，是个无价之宝。这样啊，那我正好闲着，也去见见世面吧。那就一起去吧。话说六嫂，我听说你们府里那位二小姐是京城第1才女，那你和她比呢？我是知识之母。八王弟，你这生六嫂未免早了一些，听了让人笑话。这可是六哥亲自请旨选的王妃，板上钉钉的事情，怎会让人笑话？六哥听见了，说不定还要夸我呢。陈婷做得不错。
六哥，你不是说不来吗？突然又想来了。凤婷婷，过来。来了来了。我都主动叫他，小东西竟还一脸不情愿。首先和各位介绍一下，老朽名叫沈克文。虽说这命里克文，可老朽这一生却对这名字很不服气呀。这不创办了这海棠诗社。凤微月坐在2楼，可以清楚的看到锦盒里面放了一把扇子，扇骨就如莫纯婷所说，全是白玉雕刻而成。小宝贝儿，姐姐一定会把你带回家的，你等我。擦擦你的口水，别丢人。你这种有金矿的人，不懂我凡人的苦。惦记上本王的金矿了？不敢，臣女怎敢惦记殿下的东西呢？随着一道敲锣的声音，比赛正式开始。我来，以雷电为题作诗。惊雷呼啸北风狂，梦醒窗边雪压低。好，不错，先记1分。接下来还有谁？本王试试。以镜作诗。闲庭光景群英莽，已到仙湖春渐落。这位亲王的文采果然是很厉害啊！几十秒的时间就想到了这么一段，听起来的确是挺有意境的。莫月牙注意到了凤微月带着崇拜的眼神落在莫青川身上，他无声冷哼，心头莫名感到烦躁。本公主试试。应。暗柳横斜之游绿，倒引进文兰山雨。凤微月，你准备在这干坐1天吗？出题吧。以梅为题。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好，实在是精妙绝伦，将梅花的俏丽以及坚强不屈的精神全部都描绘了出来。这是我今夜听过的最好的诗。怎么样，我厉害吧？厉害，知识之母。凤姑娘不愧是太傅府的嫡女，今日真叫人刮目相看。彼此。接下来，凤微月又以2首辛弃疾和苏轼的诗句惊艳了全场后，顺利进入了第2轮。殿下，你能不能透露一下，要教我哪2招啊？莫玉牙目光落在自己的衣袖上，一向最讨厌肢体接触的他，对凤微月这行为竟不觉得反感。明日你就知道了。听说你昨日在府里又惹事了？哪是我惹事啊，那是有人自寻死路。我和你说。话题一旦聊开，凤微月便忍不住向莫玉牙吐槽了一顿安氏，完全忘了自己还在参赛阶段。莫玉牙看着他小嘴动个不停，虽然没听进去他到底在说什么，可似乎听到他的声音，就感觉心情变好了。殿下，你也觉得安氏那个女人好笑对吧？到你了。二弟，凤微月就是个水性杨花、贪慕虚荣的女人，你瞧瞧她刚才和荣王热络的。大哥，我不许你这么说她。在他眼里，不管微月怎么样，都是不容任何人诋毁。何况他本来就深爱着莫玉牙，如今心愿一样，他也该替他高兴的。凤微月害得我们上书府成了笑柄，这笔账延期算了，我可不能算，我一定要让这女人吃些苦头才是。我这辈子再也走不出她这里了。既然如此，那就在背后默默守护她吧。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是说整整548个字，凤微月一口气背了下来。凤小姐观点新颖，文采斐然。老朽今日可谓是大开眼界，今日大约是老朽办过的最有意思的一场斗诗大会了。莫玄机虽然已经想好了词，可不得不承认，刚刚凤微月那一段实在是太震撼人心，和他的著作比起来，自己的简直就惨不忍睹，和小孩过家家似的，不堪一提。本公主弃权。今日原本莫青川是最有希望的，但现在却意外杀出个凤微月，惊艳了全场。本王弃权。一炷香的时间后，凤微月顺利的拿到了玉龙山，在临走之时，沈克文拦住了他。凤姑娘请留步。沈老板有事吗？姑娘刚刚那一首送师傅简直精彩绝伦，不知姑娘可否给点时间将全文写下来，老朽想细细的品读。写是不可能写的，这辈子都不可能。要不我念你写吧。行，来人笔墨伺候。凤小姐请上车。上来，送你回府。这太傅府离这海棠诗社只隔了一条街啊，走快点的话15分钟就可以到了。莫玉牙却在这等了快1个小时。坐上马车后，车厢内的气氛有些的静默。多谢殿下送我回府。你打算怎么谢？除了这个，其他都行。那除了这个，你还有什么？我呀，我有劳动力，可以帮你干点活什么的。陪臣掉头回府。这是干嘛呀？本王府里有一处屋顶要修，你不是要感谢本王，那就帮忙搬砖吧。这他妈的是辆黑车啊！现在跳车还来得及吗？半个时辰后，凤微月在搬了第4车的瓦片后，终于忍不住抓狂了起来。莫玉牙，狗男人，你到底懂不懂怜香惜玉啊？竟然真的让我来搬砖了！虽然我力气大，可你也不能不把我当个女人看啊！人家明明是个无敌可爱的萌妹子，你却非要我来搬砖，你咋不让我给你表演胸口碎大石呢？姑娘动作快点啊，这边的瓦不够了。
凤婷婷，凤微月抬眸对上了莫玉牙的视线，哼了一声，随后气呼呼的别过眼去。这是生气了。这间院子修缮的时候多了一些白玉石，人手不够，你替本王处理了吧？好呀好呀，这种粗活就适合我来干。白玉石在哪呢？我这就去给您处理了。先用膳。老天爷，你是不是也看不下去了？让莫玉牙良心发现了。凤微月看着堆了一桌子的可口佳肴，肚子不争气的叫了几声。吃吧，都是你的。我吃不下那么多的。莫玉牙似笑非笑，也懒得戳穿他。吃过晚饭，天色全黑，我该回去了。本王送你。别，我自己回去就好。我吃多了正好消消食，谁再让你送谁就是傻子。莫玉牙面色一黑，好像把自己坑了。那啥，白玉石在哪呢？我顺便给您带走处理了。陪臣。多是多了点，不过没关系，这方面我正好有门路，我这就拿去给你处理掉。那我就不多留了啊，荣王殿下再见。陪臣提醒他明日过来学武。是殿下。凤微月离开了荣王府后，直奔当铺。当铺的掌柜看见这些白玉石，命小厮过来数了数，最后一共是39块玉石。而这白玉石一看便是上等品，16000两。16000两。一见凤微月表情变了，掌柜的弱弱的道：“那就18000两。”我操，又涨了！凤微月往掌柜看去，还没出声呢，只听掌柜哭丧着脸：“2万两，真不能再多了。合着这一回2回的都没透底价啊！刚刚殿下给我白玉石的时候，明明说最少能当个3万两的，他居然骗我！不行，我得找他去。凤小姐，是小人刚刚眼差看错了，看成了另外一种白玉石。这些白玉石的确是要3万两银子，我这就给您去取银票。这搬砖搬得太值了，看来没事得多去荣王府搬砖，不出半年我就是京城第一富婆了。回到太傅府时，凤太傅正在门口等着，来回踱步。他不是自己出去浪了一天，表现得太明显了，毕竟昨日还一口一个安姨娘，帮着安氏说话呢。你总算回来了，父亲在等我。微月，那篇宋诗赋是你写的？目前算是吧。为父曾以为你不学无术，教了你那么多年诗词歌赋，你却总是表现平平。如今看来是为父错了，没想到你把为父教你的那些东西全部熟记于心，今日更是在海棠诗社一鸣惊人，成为皇城一段佳话。听着凤太傅嘴里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顺带自夸一波，凤微月很想翻个白眼。你可拉倒吧，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呢？就你这水平，还敢和辛弃疾、韩愈比，可别侮辱我老祖宗了。那啥，我今日有些困了，父亲我先去睡了啊。你等等，你那篇宋诗赋里有几句为父想和你探讨一下，为父想说一说自己的理解。不听，王八念经。快，是你叫本王还是本王教你啊？我这不是看你还要上朝，所以掐着点过来嘛。谁说本王要上朝？那是我会错意了，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开始吧。平时用兵器，鞭子吧，比较熟练一些。带了吗？没有。跟本王来。此鞭名为仙椅，即仙灵之气，挥舞时如灵蛇舞动，却又能勾魂追觅。你自己试试，姿势不对。莫玉牙走近他，一只手握住了他拿着鞭子的手，感觉到手背上传来的凉意后，凤微月微微一怔，才发现莫玉牙不知何时站到了自己的身后，他整个人都被一股青木香给包围住。这个狗男人，讲解就讲解，凑这么近干嘛？最后凤微月都没听清莫玉牙究竟说了什么，在莫玉牙说完最后一句后，立即逃离似的往前走。完了，我死了！我居然亲了莫玉牙。莫玉牙似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面色有几分的僵硬，但看到凤微月红着脸像只兔子一样，满面的惊慌失措后，心情莫名愉悦了几分。凤微月，你轻薄了本王。我哀家好像来的不是时候哦。听到这声音，两人往门口看去，只见梅太妃不知何时站在了那里，此刻满面笑意的看着他们，眸光中带着满满的欣慰。我要是晚来一些，按照这架势，说不定就直接生米煮成熟饭了。别急，哀家这就走，这点心就放在门口了，一会儿你们记得吃啊。别走啊，救救孩子吧！你还想靠在本王怀里多久？本王有些累了。那你先去休息吧，我再继续练。你这么吵，本王怎么休息？你也过来。殿下，雷言有事求见，让他去书房等本王。本王处理一些药物，这些你都吃了，不准浪费。吃完不得撑死，何况都黄昏了，这些吃完还吃不吃晚饭了？许久，莫玉牙回来的时候，以为凤微月走了，仔细一看，才见他趴在那闭着眼睛睡了过去。讨厌的莫玉牙！我很讨厌这个没良心的小东西。我送他东西，教他武功，竟然说我讨厌，看来真是胆子肥了。我竟然在莫玉牙的府里过夜了。回想了一下昨天睡着前的场景，凤微月一拍脑袋，暗骂自己心真大，于是又悄悄地把房门打开的大了一些，运气使着轻功，悄无声息地离去。街角茶楼里，凤微月得空约了叶老头出来饮茶。话说那宋师傅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师说吗？那也是误打误撞的，谁让那莫玄机眼睛长在头顶上，非要和我比赛斗诗，我就让他开开眼。
我可太佩服你了。不过树大招风，这段日子你可得小心一点。我明白。两人又坐了一会儿，叶老头刚想说什么时，耳朵微微一动，脸色一变。怎么？嘘，我来听听。切，你们几个去把凤微月那个小贱人给老子办了，老子看他一个被人玩过的残花败柳，还有什么脸面嫁去荣王府？严大公子请放心，小的们一定会好好伺候那小囊们。凤微月这个朝三暮四的小贱人，就该吃点苦头才是。等荣王知道凤微月给他戴绿帽子了，看他还会不会娶她。隔壁叶老头把严鹤的话和凤微月复述了一遍。严大公子是谁？你惹人家了？听起来似乎是严继的哥哥，若是严继的哥哥，那倒也说得通了。这刚说到麻烦就自己上门了。严继那么一个温柔贴心的小绅士，怎么有这样一个下贱的哥哥？去吧，等下手轻点。谁说我要打他们了？那你干嘛去？去药铺。那我能干点什么吗？半个时辰后，帮我想办法引点人到前面的巷子里。凤小姐，请留步。你们要干什么？当然是好好疼爱你啊，凤小姐，你实在太美丽了，让爷先亲一口。你们不要过来，求求你们了。说完，手一挥，藏在手心里的粉末喷洒而出。6个男人闻到这粉末后，一个个的眼神顷刻间又变了，神智也开始渐渐的紊乱。凤微月离开后，巷子外被扔进来一个昏迷的人。凤小姐，你这就躺着了，爷来了，先亲一个。约莫过了1炷香的时间，巷子外传来了大批的脚步声。我的娘喂，那个不是尚书府公子吗？他怎么和一群男人在一起？真是没想到啊！尚书府大公子不仅是个断袖，竟然还有这当街玩乐的情趣。快去报官啊！光天化日的，实在有伤风化，我都吃不下烧饼了。不一会儿，严鹤和朱广等人便被扣押着，押去了大理寺。严鹤，你身为尚书府嫡子，却与朱广等一群男人当街聚众，做出淫乱之事，藐视印北朝律法，该当何罪？而后感觉自己的神智又清醒了一些，脑海里渐渐浮现起前不久发生的一幕幕。这他娘的，还以为自己抱了个美人了，搞半天竟然是严鹤这么一个大男人。旁边几个小兄弟也都一一反应过来，一个个脸色怪异，胃里也不上不下的，想吐又吐不出来。严鹤，你可知罪？现在还在印北朝刑罚最森严的大理寺，还涉及到了太傅府和荣王府，他敢说实话吗？说了还能活吗？严鹤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感觉。小民一时玩脱了，请大人降罪。真是好恶心呀！这大白天关起房门不行吗？什么癖好啊，非要去街上玩？对呀，主要还一群男人，这下尚书府的脸都丢尽了。严鹤啊严鹤，这就叫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吧？敢算计姑奶奶，姑奶奶要你好看，要不是看在严继的面子上，今天弄死你都不一定了。少卿大人，犬子一向安分守己，规矩老实，今日之事怕是有什么误会。在尚书大人来之前，严大公子已经认罪。什么？赫儿？按照印北朝律例，当街聚众淫乱者，需关押3个月，且罚150两文银。既然几人都已认罪，那么下官只好公事公办了。大理寺卿能，本官要见他。尚书大人，大理寺办案一贯按照印北朝律例严格执行。尚书大人若有异议，可向皇上提出，来人将这几人押入大牢。多气，我这输给你就算了，现在连夜校都输，这几日微月都忙着，等下他回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提起凤微月，连言想到了这2日在府中稍显无聊的某人。凤小姐忙什么呢？在府里陪她母亲呗，加上前几日尚书府那事情闹的，她怕出门又遇见严尚书，自讨没趣。尚书府可是严鹤那事情，这事情和凤小姐有关？那可不，我可把你当自己人才告诉你的。叶老头将严鹤那件事情的内幕如数告诉了连野，说完还发表了感慨：微月这次要不是看在严继的面子上，我恐怕那严鹤现在骨灰都能撒大海了。那可真有意思了。今天先到这里，我得先走了。那行吧，有空再来玩。我一个空巢老人，每日都怪孤单的。好。父皇的新书还真是邪说，的确非常的邪，邪到一句话都看不懂。殿下，你最近似乎很闲。我刚刚去了一趟叶府，和叶老先生玩了会儿牌，听到了一些关于凤小姐的事情。她怎么了？就是关于严家大公子的。连眼将叶老头的话复述了一遍，临了还特意强调一句：要不是为了那严二公子，恐怕凤小姐就不留情了。闻言，莫玉牙神色一冷，为了严琦，这个女人还真是有情有义呢。连眼站在一旁，忽然感觉周围的气压变低了很多，忍不住抖了3抖。殿下，凤小姐来了，说是来给您检查身体。一听是凤微月来了，某人的脸色更难看了，但听说是来检查身体，神色稍稍缓和几分。让她进来，还未到解毒之日，你怎么来了？凤微月一怔，总觉得莫玉牙今天好像心情不太好。
现在已经进行了几期了，所以要随时观察情况呀。我今日是来给你检查一下身体的。怎么，本王身体很差吗？那谁身体好？颜齐？不是，这怎么又扯上颜季了？莫玉牙今天怎么了呀？怎么感觉阴阳怪气的？一旁连颜忍着笑意，默默地转过身去。颜季身体看起来挺健康的，难不成他也有问题？莫玉牙强忍着把凤微月扔出去的冲动，浑身透出一股薄凉的气息，看来要把整个尚书府都一锅端了才行。本王身体很好，不用你检查。那不行，你让我治病，你就得配合我。若不配合呢？那算了，亏我还磨了一天的药材，双手都磨出了血泡，就想着给殿下您补补身体，没想到您竟然不需要。那我就先走了，算我自作多情了吧。莫玉牙身形一正，往凤微月的手看去，当瞥见食指几乎都包扎着后，眸光一闪，一股无名思绪在心间漫开，压抑的他不上不下。这一刻，莫玉牙薄唇轻抿，盯着他看了许久。给本王检查。才刚碰上他的手腕，凤微月的手猛地被握住，一抬头时就见莫玉牙抓着他的手，将他的手心朝上，看着他的手。可惜了，今日不能搬砖了。靠，你是魔鬼吗？别动！凤微月抽回了自己的手，重新按在莫玉牙的手腕上，似乎是带着一些小脾气。凤微月诊断后撇了撇嘴，胡诌一句：“有点肾亏肾虚。”一旁偷听的连眼没忍住笑出了声，在触及到某道冷厉的目光后，又立即转过身去。把这些药粉直接兑水喝了吧，1日3次，这里一共是7天的量，我都分装好了，1包1顿。你确定本王肾虚？那当然了，我可是凤小神医。可本王觉得你的诊断有误。不可能。凤婷婷，你要和本王试一试吗？凤微月先是一愣，而后再反应过来他话里的意思后，脸刷的一下又涨红了。混蛋，竟然调戏我！莫玉牙，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表面看起来那么正经，其实……正当凤微月左右不适时，一本书拍在了他的脑门上，打断了凤微月满肚子的想法。知识之母，替本王讲解一下。杰叔啊，这位太上皇是退休生活过得太闲了吧？怎么天天写这种玩意儿折磨人啊？连古人自己都看不懂，我一个现代人更看不懂了。讲解一页换一块玉石。好了。这第一篇啊，我认为的意思是这天气四季变化多端，这马上天凉了，就要多穿衣服，如果穿少了，就容易得风寒，这得了风寒就要去找大夫。这字数凑的，在玩俄罗斯套娃嘛。哈哈哈，不愧是皇城第一才女，小六啊，你真是找了个好媳妇啊。儿臣见过父皇。父皇，卧槽，太上皇怎么突然冒出来了？只是刚刚竟然叫莫玉牙小六，这名字配上莫玉牙往日这回阎王的名号，一对比还显得怪可爱的。臣女见过太上皇。都免礼吧。父皇怎么突然来了？再过几日就是竟然的生辰，这出登基首次半生辰宴，朕总该来看看。说完，目光落在桌上的书册上，又往凤微月看去，伸手指了指他。小六媳妇啊，你刚刚讲的非常好，朕写的就是这个意思。多谢太上皇夸赞。太上皇这本书内容写得非常的深刻，又通俗易懂，句句都是醒世恒言呢。那你继续讲讲，朕这本其余想表达什么？我的天，你饶了我吧！真是出门没看黄历，竟然会在这里撞见了太上皇这么一个大人物。万一说错了啥，岂不是说被拉去砍了就直接砍了？凤微月朝莫玉牙投去一个求救的眼神，哪知悠悠道：“正好，本王也想一起听一听。”臣女来讲一下自己的理解，若是说错了，还请太上皇谅解。你且说说，让朕看看你这皇城第一才女是有真才实学，还是沽名钓誉？臣女认为太上皇是对最近的季节变化有感，因此想提醒世人一定要爱惜身体，毕竟身体是本钱，这身体爱惜好了，福报自然也就来了。凤微月一边翻书一边通俗的解释，这边太上皇听着对凤微月那叫一个赞不绝口。小六，这媳妇找得好啊！上回你见朕时，朕让你讲一讲上本书写的内容，你却说的马马虎虎，完全没有讲出朕那本书的精髓。你瞧瞧你媳妇儿，你可真是高攀人家了。父皇说的是。凤微月没想到自己瞎猫碰上死耗子，还真说对了，总算是松了口气。又坐了一会儿后，凤微月实在待不下去了，起身提出告辞。太上皇和荣王殿下许久未见，想必有很多梯级的话要说，臣女先行告退了。太上皇点点头，而后看向身边侍奉的老太监。从德，奴才在。赏凤府嫡女天宝轩的文房4宝1套，琉璃茶盏4对，再把朕这次带来的那个莲花夜明珠一并赏了。还有啥？那再赏个10万2白银吧。哇！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吧？这荣王府是什么风水宝地啊？怎么每次来都能赚到钱啊？
臣女谢太上皇赏赐。这次竟然的生辰宴，秦越国也会派使臣前来。这小国一向阴险，你可要替竟然把关。说起秦越国，莫玉牙不免想起了一些事，神情也不太好看。另外，朕听说老三私下手脚不太干净，这小子向来不安分，也只有你能治得了他。若是万不得已，你不必留情。他虽退位多时，可有些事情心里门清。当初太子纣氏，他心中的继承人选一直都是这6儿子，却不想他却拒绝了皇位。虽不知是什么原因，但此事也无法勉强。父子俩聊了一会儿后，太上皇又聊起一些轻松的事情。听说你这媳妇儿是你亲自选的？选得不错，你母妃也曾书信给朕，对其赞不绝口。只不过朕听说，从前她追了你3年，你都不为所动，如今怎么想开了？被小姑娘的一片诚心感动了。也好，也好。没一会儿，太上皇似又想起什么，脸色微变沉。听说你烧了玄机的府邸。是儿臣做的。太上皇对这小六的脾气一点也没辙，只叹了一句：下回做的也会一些，你都不知道。玄机给朕写了10几封信向朕告状，朕每天忙着写书都累死了，哪有空理他这些破事？是，儿臣知道了。从德公公怎的在此？莫不是太上皇来了？太上皇此次赶来参加皇上的生辰宴，今日刚到荣王府，正巧遇见了凤大小姐，聊了一些后感觉很是投缘，这些都是太上皇给凤大小姐的赏赐。闻言，凤太傅满眼不可思议，太上皇是怎样一个人？他最是清楚不过，曾是一代应北朝的霸主，杀伐果断，他竟然能与微月投缘。不知臣能否去拜见一下太上皇，以表感激？不必了，太上皇今日刚到皇城，正在与荣王殿下叙话，太傅大人还是等生辰宴那日再拜见吧。皇上生辰宴是什么时候啊？宫里的帖子今日刚送过来，时间是5日后，到时候你和青允随位父一同入宫赴宴。父亲，姐姐最近真是给府里长脸了。凤太傅看了眼凤青羽，对于这个女儿，目前感情十分的复杂。从前凤青羽是自己最骄傲的女儿，可如今安氏出了事，连带他对这个女儿都亲近不起来。你姐姐迷途知返后，一直表现得很好，你也要以她为榜样，听明白了吗？玄机公主约了女儿去茶楼，女儿先走了。你最近和玄机公主走得很近，玄机公主与你相处的如何？大公主称和女儿很投缘，把女儿当作妹妹看。同王在众多的王爷里也是十分出色的一个，虽然已经娶了正妃，但侧妃的位子却还空着。若是青允能做她的侧妃，那么荣王与崇王那里我都分别占了位置。如此一来，太傅府夹在中间，但却也能谋了个安生。那你去吧，记得在大公主面前不该说的不要说。父亲忽然转变了态度，他岂能看不出是什么意思？我这个父亲就是太温吞了，什么都想谋个太平，可太平日子哪是那么容易得来的？今日太傅府这般对待我和母亲，来日就休怪我不客气了。凤青允来到约好的茶楼时，进了门，却发现莫玄机的身边还坐着一个年轻的男子。莫玄机见到他后，朝他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凤青允，快来拜见一下秦越国世子。小姐，我听说那严大公子关在牢里还不安分，和那些个囚犯又做出了那些恶心的事情，大理寺卿一怒之下加重了他的刑罚。不会吧？听说大理寺卿亲自出面，命人打了严大公子100板子，把他打得皮开肉绽的，后将原本的关押3个月延长到了3年。这真是挡不住自己作死的脚步啊！可不是，据说严夫人都气得昏过去好几回了，天天躲在府里哭。这离皇上的生辰越来越近，这2日有不少邻国的使臣都来了皇城，大街上也变得热闹起来。邻国使臣，据说是秦越国和元定国的使臣。秦越国。没多久，又去叶府找了叶老头，合计了一些事情。总之呢，事情就是这样，所以你得先帮我名声给造出去，反正说的越神秘越好。没问题，只不过这跑腿费和宣传费。对，凤微月拿了5000两银票给叶老头，叶老头美滋滋的收下银票。空还在升级呢。是啊，进度才19%，估摸着要到过年才能升级完成，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新功能，我还挺期待的。参加宫宴的大臣以及家眷们都等在宫门口，依次入宫。凤微月下了马车后，往周围看了一眼，白家的马车还没来。凤大小姐，您不必在这排队了，先随老奴进宫吧。真是放肆，赶遮了太妃娘娘的梅花。相传梅太妃曾一曲梅花舞惊艳天下，可如今患了腿疾，一切就只能成为往事了。娇姐姐，你是咱们秦越国最会跳舞的女子，武艺当今无人能及，这梅太妃鼎盛时期，怕是都不及你。说起这梅花舞，当今世上本郡主称第2，恐怕就没人敢称第1。跳个舞你还跳出高潮来了？本郡主说话有你插话的份。不就是跳个舞，长了腿的谁还不能跳了？
你的意思是你能跳？那我怎么从来没听过你的名号？你敢和我比试比试吗？何人在哀家梅林门口喧哗？您就是梅太妃娘娘吧？相传您梅花舞跳得极好，晚辈一直仰慕不已，不知您今日可否传授一二呢？竟然敢在我小可爱梅太妃的伤口上撒盐，是可忍孰不可忍！麻蛋，不就是跳舞吗？老子今天让你开开眼！你不就是想比武吗？来吧，本小姐和你比。微月，梅母妃请放心，微月自有分寸。比之前可得先说好惩罚。行，你要是输了，就跪在地上把本郡主的鞋子舔干净。就这么简单？那你听好了，你若是输了，我就要你一条腿。好，本郡主答应你。话落，凝娇已经一个漂亮的转身，神情似艳的在梅花林里舞动起来。凤微月倒是因为这段舞对凝娇有些的改观，跳得很好，但却没有一丝的情感。这样的舞好看，但却不够动人，至少是没有打动哀家。该你了。凤微月深吸了一口气，看了眼这一片沁香的梅花林，忽然想到了过世了很久的妈妈。这一刻，天地万物间唯有他。一舞完毕，做最后一个动作时，却直直的对上了莫玉牙幽深的眼眸。为什么没人告诉我，莫玉牙也在这里？微月，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让您见笑了。服吗？不服，本郡主不服。那再比比，比到你心服口服为止。我。郡主，您怎么跑这里来了？两位世子到处找你。哥哥找本郡主嘛，那本郡主先去找他们。惩罚还没做，谁让你走了？爹，随便比比就够了。本郡主乃是秦越国的郡主，你是什么身份，敢如此对本郡主说话？她是本王的王妃。今日真是开了眼啊！没想到秦越国如今已经这般猖狂了，一个小小的郡主，连荣王妃都不放在眼里。荣王妃？什么荣王？秦越国宁臣见过各位王爷。宁子圭，这个傻逼果然出现了，只不过一段时间不见，这傻缺好像变得挺狂，连开口请安都免了。还不跪下赔罪？荣王妃，刚刚是凝娇出言不逊，还请荣王妃原谅。道歉有用的话，还要大理寺卿干什么？荣王妃是宁臣没有管好身边的人，还请荣王妃降罪。今日是皇上的寿宴，加上各位也是远道而来，见血光也不合适。既然如此的话，那就改到明日吧。明日我亲自去你们住的使馆，要凝娇的一条腿。话落，周遭一片寂寥，唯有莫玉牙面露欣慰。凝臣身形一怔，但听凤微月说起明日，唇角微微一弯，忽然就放宽了心。这明日的事情，谁又说得准呢？多谢荣王妃宽宏大量。秦越国的人走后，凤微月感觉梅花林里的空气都变好了。婷婷，莫玉牙垂眸看着凤微月，忽然开了口。一旁，莫纯婷听到莫玉牙这称呼，莫名有些受宠若惊的看向了莫玉牙。我这个六哥一直冷冷淡淡的，没想到今日竟然这样亲切的称呼自己。六哥，婷婷在。没叫你了，敢问在场还有人叫婷婷吗？可能是在叫我吧。你不是叫凤微月吗？怎么改名婷婷了？你是不是也觉得本王这名字很好听？走开，不想和你说话。跳得很好。那有奖励吗？有。微月，你这个小骗子，之前还骗哀家说不会跳舞，没想到竟然跳得这么好。其实也就一般般啦，比起凝娇那是绰绰有余。你就别谦虚了，母妃都看在眼里呢。这宴会快开始了，咱们差不多的过去了。表姐，我刚刚看到荣王殿下对你笑了哦。没有吧，你大概看错了。我又没瞎，怎么会看错？话说那几个秦越国的人一直在瞪你。瞪就瞪吧，反正瞪我又不花钱。我告诉你哦，秦越国那几个人里面最丑的那个世子，他竟然是个哑巴。秦越国席位里一共就坐了2位世子，1位郡主，还有一些散臣。最丑的那个世子宁子圭，哑巴，你确定？随着几段歌舞声的截止，到了送寿礼的环节。皇帝呀，这是朕这段日子亲自写的书册，里面包含着朕在位几十年的心得，你拿去细品后，相信定会对你有所帮助。多谢皇爷爷，朕一定会仔细翻阅，不辜负皇爷爷的一番心血。你若是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去找你六婶，他对朕写的书见解非常的独到，朕对此颇为满意。太上皇谬赞。印北朝新帝登基，奈何国主身体欠佳，未能亲自到场贺寿，所以特派我等前来，给印北朝送上一份举世无双的大礼。来人，抬上来。此巨鼎乃是我们秦越国的镇国之宝，亦是当今最沉的巨鼎，在这世上除了我们秦越国的大力士外，恐怕再无人能够举起，因此特将这独一无二的宝物献给皇上。秦越国的人真是狂暴，不过是个鼎而已，竟然说除了他们无人能抬，这岂不是在嘲笑我们印北朝不如他们？
各位若对我们这宝物有疑义的话，不妨找人来试一试。若是能够将此鼎举起，以后我们秦越国甘愿为印北朝效力。一个破鼎也值得你们在这里显摆吗？信不信本小姐一只手就能举起来？月啊，不得胡言！姐姐莫不是刚才酒喝多了，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凤微月，说大话也要看看场合，这是你撒野的地方吗？表姐，你快醒醒，你可是个蚂蚁都踩不死的弱女子啊！堂堂，这个梗能不能不提了？皇上，臣女可以举起这具鼎。这么多年，栽给了小六那么多女子，她没一个瞧得上了。此番突然请旨要娶这凤家姑娘，只怕这凤家姑娘的确是有过人之处啊。那行，你姑且一试。方才你们句句都称这具鼎除了你们秦越国之人，再无人能举起。说此大话已经是冒犯了我们印北朝的圣威。此番我若能举起，你们秦越国必须要向我们印北朝的子民道歉。好。还有，你们秦越国一贯作为咱们印北朝的附属国，这些年来也收了印北朝不少的好处。等等，我若举起了，你们必须还要割让2座城池作为赔罪，怎么敢赌吗？若是凤小姐能举起这具鼎，秦越国愿意割让9尾，要日2座大城。相反，若凤小姐不能举起，那便请印北朝割让云路，迁进2座大城。凤微月往殿上看去，寻求莫静然的意思。莫静然下意识地看了眼莫玉牙，莫玉牙也往他看了眼，对他微微点头。好，朕答应。我的天，这个女人10个壮汉都搬不动的巨鼎，凤微月竟然用一只手轻而易举地举了起来。凤婷婷，你真是能给本王一次又一次的惊喜，只是那么小的身板，力气真的好大。微月之前是不是嫌你太瘦弱了，所以才瞧不上你啊？看清了吗？你一定是使了什么邪术，是不是？我就算使了邪术，那也是我有本事，你有能耐使一个看看，别丢人了。承认别人比你们优秀很难吗？这胜负已分，秦越国还是履行自己的诺言吧。秦越国认罚。凤微月，此仇不报非君子。想罢，宁晨朝莫玄机看了一眼，对上莫玄机的视线后，往宁子归看去。怎么回事？那个秦越国二世子怎么一脸深情地看着凤微月？这玄机怎么了？子规哥哥，一段时间不见，月儿十分思念你，带你回来相聚。子规哥哥，月儿今日总算接近了荣王一些，可一颗心全然都在思念着你，盼你待我及笄时前来娶我。莫玄机一连读了10几章，信中的内容无疑都是表达对宁子规的情深，而众人也都听出来了，这信中自称月儿的女子就是凤微月。凤微月，你既然心悦于他人，为何要追求荣王多年？你究竟是安的什么心？吃锅忘盆吗？这些信件长达3年的时间，你们难道不知道吗？臣女2年前曾经见过这些信，可姐姐和臣女说，她已经和二世子断了联系，没有任何瓜葛了，怎么还……凤青云的话无疑是证实了凤微月和宁子规之间的关系和联系。凤微月，此事你怎么说？凤微月看着这一出大戏，又下意识地看了眼莫玉牙，只见他此时眉眼沉沉，敛着眸子，根本都没抬头看他一眼。凤微月莫名心里酸酸的。当年原主的确是深爱着宁子规，才会做出这些荒唐事，可没想到如今宁子规为了对付我，会将这些私密的信件拿出。启禀皇上，这些信件的确是臣女所写，但是从一开始，秦越国这位二世子就是因为某些阴谋才接近臣女，臣女提早了发现了他的一些阴谋后，才假意与他相好，想要勾出他背后不可告人的目的。凤微月，你以为我们会信你的话吗？臣女可以证明。这是什么？微月，上次给你的毒，你给莫玉牙下了吗？荣王殿下在我心中那可是天神一般的人物，你算个什么东西？让我去刺杀荣王殿下，你脑袋是不是被驴给踢了？一大段对话结束，大殿内又沉默了。这对话的内容清晰的可以分辨出是凤微月和宁子规的。这东西叫做录音笔，是前不久仙境派的繁星仙子赠予我的。莫玄机没想到局面轻易就被扭转了，也没想到宁子规竟然诓他。你怎会认识仙境派的人？凤微月，你是妖女变的吧？半年前，繁星仙子来皇城游玩，一不小心丢失了钱包，是我帮她寻回的，所以她为了表示对我的感激，就送了我这个。关于这东西，她能录下我们每个人当下说的话。大公主若不信，可以当场录一段试试。凤微月说着，已经按下了录音开关，可莫玄机却是紧闭着嘴，一言不发。谁来试试？替我证明一下。哀家来试试。秦越国这些不得好死的狗杂碎，哀家咒你们一个个出门被马车撞死，喝水呛死，吃豆腐噎死。秦越国这些不得好死的狗杂碎，哀家咒你们一个个出门被马车撞死，喝水呛死，吃豆腐噎死。
臣女作为印北朝的子民，坚信以印北朝为终身信仰。当秦越国小人找上门时，臣女自知无能为力，只能想出这样的笨方法，想借机勾出秦越国的阴谋。但臣女对荣王殿下的心意日月可见。说完，凤微月自己都感觉快肉麻死，都不敢往莫玉牙看一眼。这件事一出，莫玉牙从头到尾都没有给过凤微月一个眼神，因为他忽然心头堵得慌。凤婷婷这些话骗得了别人，骗不了他。他从一开始接近自己就是抱有目的，包括一次又一次的刺杀。莫玉牙忽然之间很羡慕这个叫宁子归的男人，他曾真正的收到过凤婷婷的心。秦越国人，你们还有何话说？你出息了，刚刚你姐姐差点就要毁在你的手里。此事是宁子归一人所为，我们秦越国其余人一概不知。为代表秦越国的诚心，今日我们自己清理门户。秦越人，你们走吧。今日你们毁了朕的寿宴，朕希望你们国主能给朕一个完美的交代。秦越国人一出接着一出的闹剧终于落幕，好好的一个寿宴见了喜，众人也没心思再继续下去了。只是临结束前，在太上皇的授意下，莫竟然当场颁布了一道旨意，由宋礼宣读：凤家嫡女凤微月足智多谋，颖悟绝伦，今日又立下大功，册封凤微月为正二品郡主，封号永嘉，特赐郡主府礼一座，白银100万两，令太傅府教女有功，特赐凤太傅2等爵位，封其夫人白氏为一品诰命，学士府同样教导有功，特提学士为朝中一品大人，其夫人为一品诰命，白家长孙白继唐为3品县主，天才。众人总算明白什么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顺带两府都跟着一起沾光。这两府里唯有凤青羽是一肚子的怨气，这八竿子都打不着的白继堂都捡了个现成的县主，而他竟然什么都没有。他是疯了吗？凤微月又推了推眼前的人，可唇上的触感又加重了几分，蛮横又霸道。正当凤微月感觉自己要窒息而亡时，眼前的人终于松开了他，低沉又带着几分沙哑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喜欢本王吗？只能喜欢本王，知道吗？听见了吗？莫玉牙低眸看着他，指尖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动作是意想不到的轻柔，似是闻到了他身上的些许酒气。凤微月咬了咬唇，有些不敢去看他的脸。你喝酒了吗？醉了吗？你觉得呢？莫玉牙的声音带着满满的磁性，眸光柔情似水。凤微月在这一刻觉得醉的人好像是他。那你呢？本王只喜欢你。你说的喜欢是我理解的那种喜欢吗？难道还有别的喜欢吗？那个其实我也不是，就是。凤微月开始语无伦次起来，脸红的似是能滴血。莫玉牙欣赏着他手足无措的娇羞模样，眸里的柔意扩散开来，连唇角都不自禁含着一抹宠溺的笑。他好像已经知道了他的回答，他的反应不会欺骗人。此番你立了大功，切记要脚踏实地，不能忘了初心。那么父亲，你的初心还在吗？凤微月反问。凤太傅哑口无言。凤微月不理他，走到白氏的身旁。母亲身子重，别在这风口站着了，回屋休息吧。月儿长大了，母亲都跟着你沾光了。母亲这话说反了，要是没有母亲，怎么会有月儿的今日呢？月儿此次立下了大功，可却无形中得罪了许多的人，树大招风，将来的路怕是不好走。若是荣王殿下护着他还好，就怕……你说什么玩意儿？莫玉牙和你表白了？我就说这小子对你有意思，你之前还不信，没想到啊，他那样一个尊贵不凡的人，竟然会亲自和你表白。不然呢？还要雇一个人向我表白吗？我不是这意思。那既然他对你表白了，你答应没有啊？我有些不太确定。那你就是没答应也没否认。那不就是你也喜欢的意思吗？你想想，如果我给你表白，你是不是一口就直接拒绝了，顺带还能把我一脚踹飞？部长，承认吧，你栽了。在感情面前，凤微月就是一张白纸，对这方面一窍不通。只是现在，凤微月空荡荡的心好像一瞬间被什么填满，这种感觉是从未有过的。莫玉牙，我可能也是喜欢你的吧。对了，都忘了恭喜你了，如今都成郡主了，不愧是部长啊，来到古代也升职那么快，真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啊。那是，其实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秦越国这帮人这么菜，眼巴巴的给我送上了门来了，害我不想出风头都不行。说完，想到了秦越国人，忽然想起还有一件事情没做，想罢立即站了起来，往外走去。你干嘛去啊？找人要一条腿。快点，速度都给本郡主快点儿！他怎么来了？难道……哟，宁郊郡主还没收拾完呢。我要是你呀，昨夜就算爬也爬出皇城了，怎么还如此心大，在这里收拾东西呢？凤微月，昨天是我错了，我不该冒犯你的，你饶了我吧。
你冒犯的是我吗？你张口闭口拿梅太妃腿疾说事的时候，可曾想过你是在往人家的伤口上撒盐？宁娇，作为一个郡主，你可以骄纵任性，但你不能失了一国郡主应有的气度。再者说，这做人嘛，就得像你的二哥一样，要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我还没动手呢，你叫什么？这次我放过你，是因为你与我年纪相仿。宁娇，你还有大好人生，我给你一次回头的机会。若是下一次，我可就不会留情了。出了使馆，凤微月和叶老头往郡主府的方向走去。只是在他们离开后，裴晨的身影出现在了使馆的2楼。永嘉郡主放过了你，可不代表殿下就会饶恕你。宁娇的一条小腿已经被生生的砍下，当即昏死了过去。一旁的几个丫鬟也被吓得直接晕了。太妃娘娘的腿一直是殿下这些年心底的一根刺，也是殿下这辈子最为愧疚的一件事。任何人都不可以拿太妃娘娘的腿疾来说事，否则这就是下场。裴晨离开后，得到消息的宁晨很快进了宁娇的房里。印北朝欺人太甚，今日之耻，将来必定百倍奉还。凤微月，此仇不报非君子。怎么了？得风寒了？没有啊，可能是秦越国那些人在骂我吧。话说起来，以后你可得更加小心了。毕竟以前你都是得罪个人，这回直接得罪了一整个国家，恐怕等他们回去后，还得找法子收拾你呢。不怕，搞不好弄死我了，我还能穿越回去呢。你舍得离开墨玉崖？荣王殿下好啊！啊，他来了，他来了。府邸还满意吗？挺好的。用膳了吗？还没有，打算回去了。一起吧。好。这他妈什么绝世尬聊？你确定他和你表白了？这不还是那副死样吗？该不会是你自己喝多了出现幻觉了吧？不，我没有，昨晚明明。行了，那我也不给你们当电灯泡了，我先撤了。嘿嘿。墨玉崖进了府门，就见凤微月还没跟上来，回眸看去时，见他还站在门口。婷婷，本王有礼物送你。真的呀？那都不好意思。先用膳。吃饭时，看着小鸡啄米似吃饭的凤微月，眉眼附上一层柔色，将他爱吃的往他面前推了推，直到凤微月撑得一口都吃不下。我的礼物呢？送你。哇！这礼物对他目前来说，可比那些金银珠宝实用多了。若是他能将这些练好，无疑是又多了一个护身符。墨玉呀，我实在太爱你了。哦，你是爱本王，还是那本鞭谱？当然是我们荣王殿下。荣王殿下，永嘉郡主，皇上有请。这是要干嘛呀？可能要发挥你知识之母的力量了。太上皇，您老人家什么时候回去台山庄啊？我可以给你众筹路费，真的。来到大学堂，凤微月震惊地发现里面坐了不少的人。小六媳妇，你来了。太上皇找臣女来是。这普天之地，除了你以外，似乎就没人能理解朕了。所以朕特意把人都召集齐了，想让你给他们上一课，让他们体会朕的一番苦心。太上皇指了指底下几个，可怜底下几个，一个个全是印北朝有头有脸的人物，甚至2王爷莫清川和3王爷莫重言都快年过30了，还要被差遣来这几岁孩子来的学堂，还要被父皇训斥。行了，今日你是主讲，你做主位，朕和皇帝就坐两边旁听。小六，你也去坐好，听听你媳妇是怎么讲的。六舍，朕对这第一篇有些困惑，麻烦讲解一下。莫竟然微微一笑，一副谦逊有礼的样子。凤微月感觉自己快折寿了。小兄弟，你是皇帝啊，和我不必这么客气的。凤微月仔仔细细的看了莫竟然不理解的那篇后，几次以为是自己理解错了，可按照他对太上皇写文的风格和套路，又觉得自己应该没有看错。这第一篇说的是，如今正值秋季，秋季乃是丰收的季节，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朝堂才能得以安稳。但在丰收的同时，且莫要忘记另一位大功臣，那就是原本准备了纸笔想要记录的莫清川，满眼的不可思议，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就这，感谢大黄牛，你中午不还吃了一顿小黄牛肉？唯有莫竟然听完后细细的想了一下，然后露出一抹释然的笑容。原来如此，黄爷爷果然比一般人想的周到，仔细一听确实非常的有道理。孩子，您醒醒，别走这歪路啊！一直过了2个时辰，微月小课堂才下了课。临走时，太上皇似是想到什么，朝凤微月竖了个大拇指。宁娇的腿是你砍的吧？这是做得很好。我没砍啊，怎么这娘们来碰瓷了吗？看你这表情，不是你的做的。没有啊，我的确是上门想砍她腿来着，可后来见她是个女孩子，又和我年纪差不多，就放了她一马。可有暗卫来报，宁娇的腿被人砍了，不是你的话，难道小六是你做的？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太上皇倒也没有多大的意外。太上皇走后，莫玉崖看着凤微月的表情，眸色微微一紧。觉得本王残忍吗？不会，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凤微月走后，莫玉崖看向裴晨。元定国那些人呢？元定国的使臣昨夜潜入了崇王的府邸里，一直到此时才离开。现在大队人马已经启程回国，但队伍里有崇王府的人。继续查。
翌日，听说太上皇也启程回了屈台山庄，继续过着归隐山林的生活。莫玄机也被禁足，一切又好像恢复了平静。听说二小姐得了重病，已经2天没下床了，老爷命人去请赵大夫，可赵大夫不愿上门。说起凤青允，凤微月想到那日皇帝寿宴时，凤青允配合莫玄机的那一出。现在重病，无非是看到我最后不仅没死，还丢了本该有的赏赐，活生生给气出病了呗，活该。他和安氏还真是母女，不做就不会死。这时，凤太傅进了院子，如今见到凤微月，凤太傅不禁觉得自己理亏，加上那夜凤微月在宴场的表现，他忽然发现自己竟然有些害怕这个女儿。微月，父亲怎么来了？青允得了重病，魏父已经找过几个大夫，都说是心有郁结，加上青允也不配合吃药，所以病情越来越严重。所以魏父想让你去看看，毕竟你不是江神医的弟子吗？我为什么要去救一个差点害死我的人？微月，青允当时被大公主的话吓到了，才会说出那样的话，他不是有心要害你的。这样的说辞你信吗？凤青云是你一手调教出来的女儿，更是从小就跟你参加皇宫各大的晚宴，你觉得她会被轻易吓到吗？再者说，那日我若自己没有准备证据，你作为父亲会信任我和宁子圭是清白的吗？凤太傅没想到凤微月会说出这样尖锐的话语，堵得他一句话也反驳不出来。怎么每次一出现针对我的事情，你下意识的就会觉得我是家族支持，而凤青云就动不动就是无辜的呢？他这次不也丢了太傅府的脸，你怎么不一视同仁，把他也关去北院，顺带着不给他吃食呢？在凤微月的一串问题下，凤太傅一个也答不上来，最后愤然离去。凤微月，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小姐，安姨娘听说了你的病情，很是挂心，她给你传了话。凤青允唇边还挂着血迹，听到安氏2个字后，脸色也没有变好。说来说去，还不是怪他没用。他若那日顺利升为平妻，我一个嫡次女，又何须去巴结莫玄机？他说什么？安姨娘说，如今太傅府已是大小姐的天下，凤太傅更是不可靠，二小姐唯有另辟蹊径，方能出头。另辟蹊径，谈何容易？二小姐，安姨娘特意说了一句，一个女人最大的武器就是她的美貌，您可要好好的利用您的美貌才是。这皇城中不是还有其他几位王爷吗？皇上虽然年轻，可因北朝的重权却在荣王殿下手里，其他的唯有3王爷手握兵权，可以与荣王殿下抗衡，一较高下。凤青羽愣了一会儿，仔细品了品这话中的意思后，忽然就笑了起来。是啊，我还有美貌，哪个男人不爱女人的美貌呢？一日，千宁给凤微月带来了一个消息，这就振作起来了。千宁看着凤微月，自从得知凤微月与宁子圭没有任何关系，当初屡次接近殿下，也只是为了打探秦越国背后的阴谋后，就对凤微月没有那么大的偏见。安氏昨日提点了他一些，安氏那个猪脑子10有8九又要把凤青云给坑了。第2天，凤微月去找叶老头，这一去，凤微月惊恐地发现叶老头失踪了。爷爷3天前说无聊去戏园子逛逛听听戏，可后来一直就没回来过。我去戏园子问过了，他们都说没看见爷爷，3天都没回来了。是啊，皇城其他角落我也寻过了，我还找了丐帮的其他朋友们一起帮忙，都没有找到。我本来想去找哥哥你的，可我不知道你住哪里。虽然凤微月已经在他面前换回了女装，可叶笑还是下意识地喊他哥哥。以叶老头的身手，按理是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可这3天没回叶府，也没去找我，究竟是怎么了？你先别急，我去附近转转。凤微月跑出了叶府，顺着皇城各个街角都找了一遍，的确是没有任何的踪影。不远处，荣王府的阁楼，莫玉牙坐在暖阁内休息，余光一瞥，忽然瞥到了隔壁郡主府里多了一道身影。怎么回事？谁欺负你了？叶老头不见了。你不知道他的身份？他能有什么身份？莫玉牙沉默了一会儿，发觉自己问得很多余。叶老头的身份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凤微月又怎会知道？现在凌云宗内部大乱，几位门主趁机争夺掌门之位，眼下还是不要让他牵扯进去为好。或许他回到属于他的地方了。难道叶老头穿越回去了？要不然的话，怎么会突然之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凤微月越想越可能，最后笃定叶老头一定是找到了时空隧道，自己跑了。这没良心的家伙竟然抛下我自己跑回去了，好不容易在异世有个交心的盟友，这下好了，就又成了我一个人了。不过他却也是替叶老头高兴的，只是可惜的是还没和他好好的道别，可能这辈子再也不能遇见了。抱抱。本王上次问你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上次的问题，喜欢本王吗？凤微月脸上顿时火辣辣的，感觉到自己正被拥在一个温暖的怀抱里，甚至还能听到他心跳的声音时，这一刻仿佛是凤微月来到这一世时最安心的一刻。所以为什么不给彼此一个机会呢？喜欢。凤微月，记得你没有回头路了。妈妈，我害怕。眼下叶老头不在身边，这郡主府也空着，似乎我该培养一批完全属于自己的势力了。凤青允出府了，身体这么快就养好了，好像还特意打扮了一番。
不行，我得去看看热闹。他们往湖中央去了，我们靠近不了。如果坐船，很容易被发现。没事，不慌，我带了这个。好一个凤服小美人，只是你这张脸比起你姐姐还是差了一些。你懂唇语？皮毛而已。可惜姐姐再美，也是荣王殿下的人了。自己脱。能给我看看吗？对。好神奇，是吧？这个东西叫望远镜，是先进派发明的。千宁点点头，又看了一会儿后，脸颊忽然有些的红，将望远镜还给了凤微月。我不看了。这一看不得了，凤青云此刻正被按在一张软榻上，两人做着一些大人们才能做的运动。天，凤青云这就把自己卖了，看来安氏给他出的一出美人计。他不是一向心比天高，想要那皇后的位置吗？现在这皇后之位是没戏了，估摸着退而求其次，想要个三王妃之位了。不过他不是才14岁吗？这小年纪的，还是别看了吧，容易长针眼。没事，我有药膏。你别说，这莫重颜体力还不错，凤青云骨头都快散架了，这下子病肯定好了。本王会以你侧妃之位。殿下要封凤府二小姐为侧妃，王妃那边，本王有说何时册封她吗？送上门的，不用白不用。凤青云这种10几岁的少女，还真是天真，妄想利用我，呵，愚蠢又可笑。据莫重颜说，里面是一只小臂长的毒蜈蚣，任何人只要被精心饲养过的毒蜈蚣咬一口，那便大罗神仙来了都救不了。凤微月，你等着吧。微月出了府，又买了个黑色斗笠戴上后，去了皇城最乱的地黑市，也叫奴隶市场。殿下，王妃去了奴隶市场。丹药，新鲜出炉的丹药，品种应有尽有。公子，新鲜出炉的极品丹药，要不要买一些回去？公子，这是回魂丹，一旦服用，只要是半只脚踏入鬼门关的人，都能给你拉回来，而且售价也不贵，一颗只要5000两。妈的，还真是黑店啊！而且这算哪门子的回魂丹？成分就是一些普通的补气药材制成，根本没有回魂的功效。这是定颜丹，一颗下去保你1个月青春，8000两一颗。你这全部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丹药，一颗卖10两你都能赚一半，你好意思卖5000两一颗？竟然来了个行家，光闻味道就能分辨出材料。你等着，我去叫我们老大来。哟，还找救兵？是谁对老娘卖的东西不服气？老大，就是他，刚刚在这里砸场子呢。我去，你卖黑心丹药，我还不能揭穿你了，臭不要脸！原来是个识货的，那就进来吧，给你看看真正的好货。进了店里，他倒是闻到了许多高级药材的味道，整个人都变得舒心起来。你挑2样，然后把银子付了吧。强买！忘了告诉你了，凡是接触到上品丹药的，就必须得买。万一你偷了我的成分，我不就亏大了？你说呢？有理有据，凤微月竟然无法反驳。这丹都是你自己炼的吗？当然，老娘告诉你，老娘的炼丹术天下第一，就是仙月宗那个姓江的糟老头子也比不上老娘。你说的是江以渊神医？对，就是这个糟老头子。怎么，你叫他神医，莫不是也被他这些虚名给骗了？凤微月作为江以渊的徒弟，如今听到自家师傅被人给质疑了，自然是要出来说一句话的。他是我师傅。你说什么？你是他徒弟？难道你是凤家那个嫡女？那你告诉我，姓江的现在身在何处？我就这么暴露身份了吗？见这绝色女子和江神医一副仇深似海的模样，凤微月感觉下一刻她就要和这绝色女子打起来了。正当这里气氛剑拔弩张时，绝色女子忽然又坐了下来，神情带着几分的落寞。这个没良心的，这么多年还是躲着我。你们是什么关系？我是你师母。师母是我理解的那种师母吗？师傅怎么着也有个60、70了吧？忘年恋。小姑娘，我告诉你，男人都是不可靠的，他们都是喜欢外面年轻又漂亮的女子，所以来一颗定颜丹，让你青春永驻，长胜外面那些狐狸精。还有，你完全看不出来，其实我已经60岁了吧？这就是丹药的奥秘所在，有的丹药是短时的，有的是永久的，但永久的丹药一般都特别稀有，就像我吞下的这颗定颜丹，时间到现在也只炼成了1颗而已，然后被我服下了。香香，午膳时间到了，一起用膳吧。凤微月循声看去，忽的就见刚刚斜对面那个一脸凶神恶煞的武馆老板，这会儿笑得像朵菊花一样，朝这里走来。绝色师母听到这声音后，有些的头疼，扶着脑袋，低声对凤微月道：“那个40岁的小子以为我20出头，天天缠着我，还说要娶我，你有没有办法打发他？我送你一些极品丹药。”
不想死的话，你给我起开！我雷震的女人也是你敢肖想的。我就肖想，你能把我怎么的了？吆喝，你还挺狂啊！那今日我就让你这毛小子见识见识我的厉害。你敢和我比试一场吗？怎么比？来个最直接的，用拳头说话。你若是赢了，从此你就是我雷震的大哥。我雷震和武馆300精英也任由你差遣。可你要是输了，看见那个狮子笼没有，我就把你丢进去喂狮子。行了，比武可有什么规矩？不比内功，不比兵器，就比近身格斗，怎么样？这很公平吧？的确很公平。作为一个古武医学世家出身的人，这近身格斗还真难不倒他。小公子，你还是现在求个饶，赶紧下去吧。就是，现在赶紧给雷爷磕几个头赔罪，或许雷爷还能留你一命。小家伙，你别闹了，赶紧下来吧。江香对这小子可真好，不能忍。雷老板还打骂。大哥好，底下的人听着，以后这位小兄弟就是我雷震的大哥，谁敢得罪我大哥，就等于得罪了我，听清楚了吗？我乐了。行，我这就带您去吃饭。哟，这女妖精又出来勾引男人了。马如花，你给我嘴巴放干净一些！臭娘们，你给老子闭嘴！你再说香香一句试试。风微月看着看着，看出了一丝的猫腻。这角色师母和雷震好像还挺忌惮这个老鸨的，要不然的话，以雷震那架势，不就是早该把这个老鸨扔进狮子笼里了吗？我说他秦香就是个老妖精，整日勾三搭四的，现在又找了个毛都没长齐的小白脸。哟，这位大妈，说话前麻烦先撒泡尿照照自己，也不知道你舔着一张大倭瓜脸，是怎么好意思说我们倾国倾城的香香？好你个小白脸，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老娘的名号，敢在老娘面前撒野，老娘今天就让你有来无回。靠，古树，我说他怎么那么拽呢？连续4支麻醉枪打入老鸨的膝盖和双手，老鸨忽然就觉得腿一软，倒在地上，紧接着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双腿和双手渐渐没有知觉了，而他放出的孔也被凤微月精准的麻醉枪法射中，直接掉在了老鸨的眼前。宝贝们，我帅吗？我的腿，我的手，大妈服气吗？秦香，你这回找的小白脸也太狠了。谁让你嘴贱来着？你这蛊术挺厉害的，但就是前奏太长了。你说你下回再遇到我这样的人，你不就直接歇菜了吗？马如花一听，觉得非常有道理。学蛊30年，今天竟然被个小白脸给上了一课。还有啊，你刚刚那个虫蛊太低级了，你应该……过了一会儿，马如花然后发现4肢也开始有知觉了。你刚刚给我用的什么？为何能让人这么快失去知觉？秘密，还觉得我是毛都没长齐的小白脸吗？哪能啊！刚刚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老别往心里去，我给您赔个不是。你打算怎么赔？嘿嘿，这简单，姑娘们出来接客了。哎，别跑呀！秦香、雷震，你们干嘛去呀？和我大哥吃饭，你别来添乱了。我也要和大哥吃个饭，见见世面。大哥，你尽管吃，不够再点。弄半天你是个女人了。大哥，你是第一次来奴隶市场吧？对啊，第一次。那你原本是来干嘛的？想来买奴隶的？来收小弟帮我修缮屋子的。大哥，你住哪儿？我明天派人去给你修屋子。皇城大街29号。等等，我怎么记得28号是荣王府来着？那29号，永嘉郡主府。本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永嘉郡主凤微月是也。永嘉郡主玩得很开心。亲爱的，你怎么来了？是专程来找我，还是浪漫的偶遇呢？其实我……哎呀！这世上果然是一物降一物啊！大哥慢走。一直到被带上马车，莫玉牙才松开了凤微月，但紧绷的脸显示他此刻的不悦。大哥，这小东西果然到哪都不老实。感觉到了暴风雨快要来临时，凤微月先发制人，搂住了莫玉牙的手臂，靠在他身上，甜甜的说道：“几天不见，好想你哦！你好像又变帅了呢，能让我在你帅气的脸上亲一口吗？”某个原本还黑着脸的人顿时没脾气了，低头主动把脸凑了过去。以后还敢来这种地方吗？乖，再给你一次奖励。这是母妃要我们用膳。你怕不是在整我？无妨，你什么样子，本王与母妃都不介意。开窍了，臭小子总算是开窍了。还有啊，微月今日穿的好像也别有一番风味呢，难不成是现在年轻人的心情去？见过母妃。微月来了啊，快坐，饿了吧？离晚上还有一些时间，不如用些糕点吧。梅太妃看着凤微月吃糕点的模样，忽地发现凤微月的嘴巴有些的红肿，在往自己的儿子看去。母妃，你笑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哀家只是心里高兴，看到你们两个如今好好的，哀家就放心了。凤微月嘴角一弯，下意识地看了眼莫玉牙，莫玉牙目光也正从他身上掠过，眼中也藏着点点笑意。一顿愉快的晚膳过后，凤微月回到太傅府时，天色全黑。
凤微月，我要你死！只有你死了，父亲才会重新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而我便会成为这府里的嫡女。从前那些属于我的，也全部会回到我的手里。凤青云想罢，换来了贴身婢女小星。小星是他1年前托人从奴隶市场买来的，买来的原因也仅仅是因为小星的武功很好。凤青允临走前，莫重言递了个东西给他，想来就是这了。真是没想到，原来不知不觉之间，就连莫重言都对我起了杀机。也罢，那就陪你们再玩会儿，随我一起夜探崇王府。现在我本来想自己去的，可我对崇王府地势不熟悉，我想你应该了解。是发生了什么事吗？你若是有事，我可以自己跑一趟。这事儿我必须自己亲自做才放心，你给我指路就行，剩下的交给我。怎么样？二小姐放心，那毒蜈蚣奴婢已经亲自放入了大小姐的闺房里，恐怕现在大小姐已经死于梦中了。安氏这一次还真是给我出了个好主意，我没办法扳倒凤微月，可崇王殿下有本事啊！而且万一荣王殿下查起来，也不难查到这毒蜈蚣是出自谁的手。到时候就算找麻烦，也只会找到崇王殿下，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带千宁来还真是带对了，这老3家和老6家一直不和，想必以莫玉牙的性子，早已将敌人的路数都摸清楚了。千宁作为莫玉牙的暗卫，对这崇王府很是熟悉。这个点是崇王府暗卫交接的时间，所以是府中防卫最松懈的时刻，但是只有一盏茶的时间，一盏茶时间后，我们必须走。殿下，凤青羽那个贱人竟然戏耍本王。江峰有些惶恐，难以置信凤二小姐会反过来摆一道。先给本王解毒。一整晚，崇王府都没有安宁下来。在莫重言的人找来了毒蜈蚣的解药后，发现这解药不仅不能解毒，反而让他体内的毒变本加厉了。殿下，这毒蜈蚣的身上莫名又多了一种毒，这毒我废物，留你何用？殿下饶命！之前这毒蜈蚣，老朽仔细检查过，没有任何问题，只是这明显被人做了手脚。去将凤青允那个贱人带来。凤青允当场被打得皮开肉绽，不停地打滚求饶。崇王殿下，饶命！凤青允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好端端的莫重言的人把他掳过来就算了，怎么突然发这么大的火？凤青允，你胆敢算计本王？算计？臣女怎么敢算计殿下您呢？那这是什么？本王送你的毒蜈蚣为何突然出现在此？怎么会这样？小新不是说毒蜈蚣已经放到了凤微月的房间里吗？怎么会出现在了崇王殿下的房间里？难道说是凤微月识破了的？凤微月怎么可能会有这手眼通天的本事？一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莫不是小新背叛了我？殿下明鉴，臣女今夜明明让侍女将毒蜈蚣放进了凤微月的房间里，的确不知为什么会出现在此，臣女是冤枉的。说起凤微月，莫重言沉默了一会儿，再看看凤青羽，整个人抖得像个鹌鹑一样，一看就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难道是凤微月摸玉牙的女人？可真行啊！来人，先将她关进密室里，等本王查清一切再做定夺。江峰，传消息出去，就说本王身染怪病，求仙月宗帮忙。是，殿下。你们怎么那么早？大哥，你昨日不是说要找人修缮屋子？我这不是给你带人来了。这样啊，那先去帮我把那2棵树砍了吧，砍完别浪费，给我劈成柴，以后能省不少柴火钱呢。身后的伙计们看着2棵巨大的参天大树，顿时眼泪汪汪。这劈成柴得劈到猴年马月啊！还愣着干什么？大哥说话听见没有？微月，昨天答应给你的丹药还没有给你，今天我直接带了一大包来，你看看有需要的就留下。绝色师母找了个亭子，将自己带来的丹药取了出来。凤微月看了一眼，有昨天说的定颜丹、还魂丹，还有一些补血丹等等。不过凤微月很快被一个叫假孕丹的丹药给吸引住了。这有什么功效？顾名思义，吃了能让人假孕的丹药，一般都是宫里的娘娘或者大户人家的小妾争宠用的。服下1颗后，除非像糟老头子那样的神医，否则一般的大夫都查不出是假孕。而且随着月份的增加，肚子也会跟着变大，而且卖很贵，1颗就5万两银子。这么神奇？怎么？难道你想吃这个药去荣王那里争宠？我还需要争宠。以莫玉牙那身份，将来可不得要3妻4妾的，而这一点我可忍受不了。不对，莫玉牙说过只喜欢我的，我该给莫玉牙多点信任才是。师母，这个给我1颗吧，我有大用处。全给你吧。绝色师母也懒得往回拿了，直接将10几颗不同种类的丹药全给了凤微月。谢谢师母，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永嘉郡主，奴才可算找到你了，皇上宣你即刻进宫。凤微月进了御书房，一眼就看见了坐姿慵懒又随意的莫玉牙。朝莫玉牙抛了个媚眼后，凤微月才中规中矩的请安。六皇婶不必多礼，今日都是自己人，坐吧。
今早崇王府有人来报，崇王突然身染恶疾，求助仙月宗江神医，可江神医行踪不定，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所以不知六皇婶可否上门去诊治。回禀皇上，臣女这医术可是远远不及师傅的呀，要不还是继续派人去找师傅。六皇婶谦虚了，作为仙月宗江神医的关门弟子，朕相信你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听皇帝也这么说了，凤微月也不好推脱，勉为其难的接了下来，随后又道一句：“那这诊金？”六皇婶直接问崇王府要就可，忽然明白六皇叔为何会选择这位凤家嫡女，不为权贵，实在是很有趣的一个女子。行，那皇上能否容许我去一趟太医院？毕竟我这出门匆忙，一些常备药都没带。这莫重言身上染的毒是他亲自下的，这解药他当然也知道，放点毒血，打一针，再吃一些清毒的药就可以了。去太医院嘛，没别的，主要就是想见见世面。好，朕让宋丽带你去。不必了，本王带他去也好。凤微月，莫玉牙忽然连名带姓的叫他，凤微月脚步一顿，感觉到一丝不对后，刚想撒腿就跑，后领就被人给扯住了。你胆子越来越肥了，连崇王府那么危险的地方都敢去了，是不是哪一日我一不注意，你能把这座皇宫都给拆了？我冤枉了，是莫重言那个臭不要脸的想害我来着，我这人一向有仇就要报，所以才。你要是出事了，你让本王怎么办？凤微月一怔，抬眸看了眼莫玉牙，似乎在他的认知里，莫玉牙从来不会用这样的口吻与人说话，也从来不会这样放低姿态。莫名的，凤微月感觉心里酸酸的。正当凤微月感动的快要落泪时，头顶又响起莫玉牙的声音：“那就没人给本王解毒了。要本王帮你报仇吗？”不用，我已经想好了对策了，这回你尽管看戏就好。凤微月从太医院出来的时候，直接扛了2大麻袋的东西走，看着那些太医们一脸肉疼的模样，凤微月一本正经地说：“我这是去给崇王殿下治病用的，你们要是不舍得，就还给你们吧。”舍得，要是不够，您再来拿就是。且不说崇王殿下是个狠角色，这荣王殿下现在可就站在一边凉飕飕的看着他们，他都没开口说什么，哪里轮到他们说一个不字？不知郡主可否带上微臣一起？微臣也想讨教一下郡主的医术。行了，但是记得交学费。你回去后记得帮我监督一下我的府邸哦，看看他们砍树砍得怎么样了。要是没砍成柴火，让他们黄昏时候先回去，明天再来。还有啊，他们可能还没吃饭，你记得管饭。凤微月和莫玉牙叮嘱了一大堆，莫玉牙听着头疼，他还要负责那些人的饭食。毕竟以咱俩这关系，他们是我小弟，也是你的小弟嘛。说完还点脚在莫玉牙的脸上亲了一口，一口亲完，莫玉牙彻底没脾气了。一旁目睹这一切的杨太医擦了擦额头的冷汗，这还是我认识的荣王殿下吗？简直是被媳妇吃了死死的。永嘉郡主，劳烦你亲自跑一趟，只是殿下的情况实在是棘手。凤微月对这崇王妃第一印象不错，随后也露了几分笑意。我得先看过崇王殿下的情况，才能决定是否能医治。王妃先别抱太大的希望，你尽力吧。凤微月被带着来到了莫重言住的院子，走进院子时就看见了莫玄机那厮也在。凤微月，你还真敢过来，大公主不得无礼。听说这崇王妃娘家实力雄厚，因此这么多年莫重言也没娶个侧妃，只有2房小妾而已。现在看莫玄机这态度，怕是对这嫂子也是有点忌惮的。在见到凤微月后，意识还清醒的莫重言面色猛地一沉。见过崇王殿下，劳烦弟妹亲自跑一趟了。凤微月对着莫重言勾唇一笑，两人对视就像一场博弈。莫重言为什么躺在这里？凤微月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彼此都心照不宣，只是不能拖而已。怎么样？本公主就说凤微月就是个沽名钓誉之辈，她怎么可能会解毒？这毒我能解，真的？毒是能解，只不过我准备的治疗工具造价都很贵，所以你们能付点诊金吧？付诊金是应该的，只要能救回殿下，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莫重言这个牲口，有这么好的媳妇儿还不知足，还和凤青云鬼混在一起，实在是替崇王妃可惜。刚刚诊脉是10两银子。听到10两银子后，在场所有人都松了口气，还好不贵。然后接下来我要用的材料都是我们仙月宗独创的，这注射器是20万两一针，一针配2瓶药水，药水是10万两一瓶。以崇王殿下的情况，一共要打10针，所以这里一共是400万两银子。手术后需要我每日亲自来给伤口换药吗？需要的话还要再加。够了，我们自己来就好。这随便一算，加起来竟然就要整整1000万两银子，这简直是要掏空整个崇王府啊！莫玄机也反应了过来，气得恨不得抽凤微月几鞭子。凤微月，你趁机勒索是不是？解什么毒要这么多银子？你不怕本公主去皇上那里告发你吗？你去呗，既然崇王府付不出诊金，那就另请高明吧。念在马上就是亲戚一场的份上，我再给你们提点一些。眼下这情况，我不出手的话，你们还有一个办法解毒，那就是截肢，把这条腿全部砍下来，或许能保住命。
床榻上，莫重言终于体会到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感觉。没想到这次非但没有弄死凤微月，还要白白折出去1000万两银子，不愧是墨玉崖的女人，和她一样的狠。云南，去取银票。一般像这种被毒虫叮咬过的毒，以我的个人经验是，最好是先在伤口先把毒血挤出来，然后其实你们再早1个时辰找到我就好了。刚刚这毒已经开始蔓延了，而且蔓延到了那个地方，以后生育子嗣会有一定的影响。莫重言脸色顿时沉寂下来，内心已然燃起熊熊烈火。他至今只和王妃有一个女儿而已，对子嗣会有影响？难道他莫重言要就此绝后了吗？哎，我已经尽力了。过半个时辰后，把这些药吃了，止血和排毒的，还有这剩下的针剂。杨太医，你刚才看会我的操作没有？有些困难，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剩下的9针，你来给崇王殿下继续打，每3个时辰1针，打完为止。是，郡主。崇王妃命人送凤微月出府，杨太医跟在凤微月的身后，想要再询问一些细节。那2小瓶清水一样的东西，当真有如此大的功效？当然了，你觉得它是清水，可里面却藏了无数种的药物成分，否则我凭什么卖那么贵？请永嘉郡主收我为徒。我是仙月宗的人，没有我师父允许，我是不能轻易收徒的。我一生钻研医术，虽医术比不过江怡渊，可却也能在这印北朝牌上名号，现在竟然被拒绝了。不过呢，你当个小学徒给我打下手，还是没有问题的。真的？真的。不过你先把刚才的学费给我交了，一共25两。这小姑奶奶刚才赚了整整1000万两银子，居然还记得我这25两。到了郡主府时，凤微月感觉气氛有些怪怪的。那些伙计们还在卖力砍柴，包括雷震都加入了砍柴的队伍当中，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绝色师母和马如花难得亲密的靠在一起坐着，2人坐得直挺挺的，一动也不动。嗨，我回来了。小祖宗，你可算回来了。这是干嘛呀？你说呢？马如花眼神往凤微月身后一瞥，顺着她的眼神看去，凤微月一眼就看见了隔壁荣王府的阁楼边站着一抹巨傲金贵的玄色身影。亲爱的，原来你是这样帮我监工的，怪不得把这一个个吓成这样。你们吃饭了吗？吃了，荣王殿下特别的热情，给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2大盆饭，而且亲自看着我们吃的。你都不知道，那饭盆比我的脸还大。这有些人看来还是冷淡点好啊，这太热情了，一般人招架不住啊。凤微月有些心疼他的这几个小弟了，好歹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差点就要撑死在这郡主府了。行了，今天就到这里吧，你们先回去。大哥，这还没到黄昏呢，我们真的可以走了。你不想走？走。等明天老时间。明天等着柴火砍完后，你们再帮我把前面那个花园铲了，给我种一些果树。还有啊，我也不是让你们白干，每天20两银子的工钱，1个月后一次性付清。秦香，没看出来你饭量那么好呢。我有消食单啊。事情办完了？对啊，我和你说，我拿成本不到50两的东西，坑了莫重言整整1000万两银子。做得不错，小东西终于知道坑比大的了。我和你说，莫重言以后可能再也生不出孩子了。他不是有个女儿了？是啊，可是我看他当时那个眼神，恨不得爬起来把我吃了。可能是觉得没有儿子就绝后了吧？你会不会也觉得一定要有个儿子比较好？生什么就是什么，本王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从前他是从来没有想过生儿育女这些东西，但最近似乎才慢慢的有了一些想法。他想，如果有个女儿也很不错，说不定会和凤微月一样的可爱。你最近还在吃那些东西吗？什么东西？那些实现你梦想的丹药。实现梦想。丹药等等。凤微月的思绪忽然飘到了某一日，她坐在墨玉崖马车内，一口气吃了1大包麦丽素的场景。那天为了怕墨玉崖误会麦丽素，就随口胡扯自己吃这个是想补身体，方便以后怀孕。其实那天吃的就是一种糖而已，不是什么丹药，也不是什么吃了能那什么的。凤微月越说，声音越低，带着满满的窘迫。哦，其实你这个梦想，本王可以帮你实现。我安全带还没系，这怎么突然就开车了？凤微月刹那间脸红的快要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似乎逗弄他很有趣。莫玉崖忍着几分笑意，继续开了口：本王忽然也挺想要个女儿的。要不你认我当女儿，我喊你一声爹。看到把莫玉崖堵得无言了，凤微月心情大，顿时就笑开了。听说你今日去给崇王殿下治病了，怎么样？情况如何？治完了，没事了。那就好。对了，二妹呢？青允今日身子不舒服，一整天都在院子里躺着。这样啊，我去给她瞧瞧。大小姐来了。她来做什么？让她滚。大小姐说是奉了老爷的命令来替二小姐诊治的。她何时这么听父亲的话了？让她走。
话还未落，凤微月已经走进了凤青羽的屋里，笑意盈盈地看着躺在床上浑身是伤的凤青羽。凤微月，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大小姐，你先出去吧，二小姐现在不方便。你算什么东西？让我出去！我走了。我二妹这一身伤你来治吗？你能保证她不留疤痕吗？你能保证她伤口不受感染吗？万一她死了，你能负责吗？这小丫鬟身上江湖气倒是挺重的，恐怕潜入祭月阁的人就是她吧？的确，我不能死啊！我现在死了，不就便宜凤微月了吗？可是，大姐，我已经没有多余的首饰银票给你了。这话说的，咱们可是一家人，你这次病得那么厉害，我怎么还能落井下石呢？来吧，我给你上药，上药前先把这颗止疼丸吃了。凤青羽紧抿着唇，仿佛凤微月给她喂的是剧毒一般。如果你能忍痛的话，不吃也行。1个时辰后，凤微月出了凤青云的房间，床榻上，凤青云整个人被包裹得像个木乃伊一样，手脚完全不能动弹，但身上那股子疼痛却在渐渐的消失。二小姐，你说大小姐怎会那么好心？大约是怕我将她给崇王殿下下毒一事说出去吧。可是大小姐若是害怕二小姐说出去，为什么不索性让二小姐伤口溃烂而死呢？小新有些想不明白，总觉得哪里不对，可又说不上来。补内力好像对我有用哦，吃一颗试试吧。老大，不好了！刚刚盘点丹药的时候，发现内力丹多了1颗，性格丹少了1颗，不知道是不是白天给您的时候装错了。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当初偏偏就不信，所以特意练了这性格丹，吃了会让人直接改变原有的性格，完全成为另一种性格的人。这吃了性格丹，变得乖巧温顺倒也好，可要是变成那种变态杀人狂，那就不好了。不行，我得赶紧出去一趟。老大，不好了，丹药炉炸了！什么？你们这群废物！这丹药炉可是我花了大价钱弄来的。喜儿，小姐今日穿哪件呢？怎么一件比一件丑？给我找件黑的过来。厨子今早吃屎了吗？做的东西那么难吃，连个糕点也做不好，杀了吧！小姐，你今天是吃错药了吗？有事。二小姐的伤口有些裂开了，劳烦大小姐过去看看。凤青云算什么东西，也配本郡主亲自给她诊治。大小姐今日这是怎么了？心情不好吗？大小姐，太医院的杨太医求见。微臣见过郡主。你又有什么事？昨日微臣回去后仔细想了想，能给郡主当学徒是微臣的荣幸，所以微臣准备了1年的学费，请郡主笑纳。说完，杨太医将手里的锦盒打开，里面放着1叠银票，还有一些金银珠宝。偷偷打听过了，据说永嘉郡主喜欢珠宝和银票，所以索性就投其所好，这样说不定能学到更多东西。滚！我像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吗？最鄙视你们这种满身铜锈味的人，在我出手揍你之前，赶紧消失在我眼前。这小姑奶奶怎么了？昨日坑了1000万两银子后，不还惦记我那25两的学费吗？怎么今天就翻脸不认人了？是哪个挨千刀的说永嘉郡主喜欢钱啊？这不坑我这把老骨头吗？今天这些人怎么一个个都莫名其妙的？算了，出府透透气吧。微月，你要出府吗？正好魏父还有些事情找你。你说。这诗词有几句内容我不是很懂，你能不能帮着看看？你不是太傅吗？这么简单的诗词都不理解，你不告老还乡还占着这位置做什么？你公主，那好像是永嘉郡主。莫玄机想到最近皇城的风向，在百姓的眼里，凤微月已然是新一代的奇女子，连她这个堂堂长公主都被比下去了。莫玄机越看越气，狠狠的一拍桌子，一个凝气，抬起一阵找死！凤微月，你敢打本公主？为什么不敢打？你婷婷，住手！婷婷这名字真难听，像狗一样。这是你自己取的名字是吗？凤微月仔细想了想，好像是这么回事，忽然有点嫌弃从前的品味了呢。莫玉牙今日正好是在忘忧阁里，听到他的消息后，就立刻赶了过来，看着他今日这反常的模样，微微蹙眉。凤微月，你当街殴打皇家公主，以下犯上，此事本公主一定会亲自禀报给皇上与父皇，让皇上给本公主一个交代。随便你啊！你六弟，你就是这般纵容他的吗？只可惜这回的事情有关皇家颜面，恐怕连父皇都不会站在你这边。莫玄机，你好自为之。你们给本公主等着。在想什么？在想刚才有些发挥失常了。你过来亲本王一下。这光天化日的，有伤风化吧？哦，这一夜之间性格大变，莫玉牙似乎是确定了某些事情。真是个不省心的小东西。你不喜欢本王了吗？我什么时候说不喜欢你了？那你亲本王一下。莫玉牙忽然发现，不管是什么性格的他，逗弄起来都非常有趣。回去的马车上，凤微月又被莫玉牙按在怀里亲了好久。下马车前，凤微月理了理衣服和头发，回眸瞪了眼莫玉牙，警告一句：今天先放过你，下次再这样别怪我不客气。
起了。莫玉牙生平第一次，还是有人敢在他面前说这般放肆的话。可谁让那人是凤婷婷呢？他不仅不觉得生气，反而觉得十分的有趣。去奴隶市场。大小姐，老爷气病了，赵大夫这会儿在他院子里，让你回来后过去一趟。没空。秦香，你看看你造的孽，好好的给大哥吃什么性格大，我现在都不敢和他说话了。一旁雷震也是难得站在马如花这边。从早上过来，大哥就连个眼神都没给我。现在这副架势，活脱脱一个翻版的荣王殿下。这两公婆不愧是下的，一个比一个可怕。绝色师母也有些无奈，前日荣王殿下就因为此事亲自找上门来了。这性格丹的时效是5日，还有2天就能恢复原样了。这2天我们谨言慎行吧。凤微月看了眼这阴沉沉的天气，随时就有一场大雨要下，外加这天气越来越寒，恐怕过2天都要下雪。闲暇时忽然又想起了叶老头，也不知道这老家伙到底干什么去了。雷震，大哥怎么了？你在江湖上人脉怎么样？大哥，别的不说，我雷震人脉绝对管够。是吗？那你帮我去找一个人。话落，3个人都凑了过来，随后默默地交接了一下眼神。大哥这画工绝了！这纸上他们除了依稀能看出是个人影外，其余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根本就分辨不出好不好。能看懂吗？能，此事就包在我身上。那你们继续，我走了。青雨那里究竟怎么回事？你也见不到他。小星说二小姐近日身子不适，所以闭门谢客，奴婢实在没办法见到。安氏皱起眉头，感觉实在太反常了，心想青允8成是出事了。不行的，我实在是等不了了。难道我这辈子就要被困在这小小一间院子里吗？眼看着凤微月母女越来越风光，又是郡主又是诰命夫人的，加上再过几日白氏就要生产，万一生个儿子出来，安氏越想越乱，有些六神无主起来。老爷最近怎么样？老爷这几日也病了，今天连上朝都没去，据说是被大小姐给气的。他最是了解凤太傅这个人，古板严谨，这么多年，哪怕是得了风寒发烧了，都会坚持上朝，何时会告假？看来这次病得很重啊。安氏望了望外面的天空，忽然嗅到了一丝自由的气息。这日莫玉牙的人过来，请他去荣王府用膳，在凤微月出了府后，一到深夜匆匆地跑进了安氏的院子。再吃一些。不吃了，我要减肥，吃太多容易胖。胖。莫玉牙听到这个词，嘴角微微勾起，想起前不久他连吃了2桶饭后，还要准备添饭，且理直气壮地说他才15岁，还在长身体。多吃些，你不胖。等我变胖了，你就不会这么说了，到时候说不定还会嫌弃我。本王在你眼里就是这样的人，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本王的嘴只会亲你，不会骗你。这男人谈了恋爱后简直骚得飞起。启禀殿下，启禀郡主，太傅府有人来报，凤夫人突然摔倒，怕是要临盆了。大小姐，你可算来了。稳婆们说孩子的头太大了，夫人怎么也生不下来，怕是要难产了。好端端的，怎么会摔倒？是安氏推的夫人。眼下凤微月也顾不上去找安氏，得先帮白氏顺利生产再说。小师妹，这情况实在棘手，孩子实在太大了。除了招大夫，其余的人都出去。微月，你要做什么？剖腹取子。什么？小师妹，你可知剖腹取子是什么概念？这是要死人的，难道你打算保小的，不保大的了？微月，还是救你母亲吧。这个孩子虽然他也期盼，可若白氏出了事情，他如何向白家人交代？我让你们出去，别耽误我时间。哥，师兄，你给我打下手。白夫人难产，大小姐选择剖腹产子，本王相信她。小师妹，你想好了？你给我递刀就行，其他闭嘴，别打扰我。来个人，先把孩子抱走。恭喜老爷，是个男孩。莫玉牙眸光淡淡的瞟了眼这个孩子，皱巴巴的一团，什么也看不出来。于是又将思绪放在了那道门内，仿佛在里面生孩子的是凤微月一样。这简直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用针线将活人肚子缝起来的操作，而且这缝针的技术也和平时那些不同，是拿着2把剪刀在缝着，而且针脚细密，这简直太考验技术了。不练个10年8年的，是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技术。不会裂开吗？恢复好的话不会，这种线是长线，可以被人体给吸收，所以恢复好了也不用拆线什么的。可以了，这就好了。可白夫人怎么还没醒？她进行了全身的麻醉，还要再睡一会儿。不过等麻醉失效后，她这肚子上的伤口会很痛，就看她能不能熬了。简直闻所未闻！我在仙月宗待了那么多年，也从未见过这样精湛的医术，能将一个人的肚子划了2刀后，还能一针一针的缝起来，且产妇当时只是睡着的状态，感觉不到一点的痛苦。微月，你母亲，我只能说目前是活着。我厉害吗？大小姐，那接下来该怎么做？你们该走的都走吧，不要留在这里，还有不要随便进那个屋子，这几日这里就交给我。说完，似是想起了什么，眼神一瞬间冷了下来，余染杀意。安氏人呢？快送我出城！安明如，你丧心病狂！
妾身冤枉，明明是姐姐自己摔倒的，妾身根本没有碰她。你胡说，奴婢明明亲眼看见是你冲出来推了夫人的。但是上回你在我母亲的衣物上熏了麝香，我暂且放过了你，没想到你这次竟然自寻死路。说起麝香一事，安氏一脸惊恐，不可置信地看向凤微月。这件事凤微月怎么会知道？麝香怎么回事？带人上来。话落，只见北院的雨晴还有紫云都走了上来。你们自个说说是怎么回事？胆小的雨晴立即磕了个头，老老实实的将安氏联合马夫刘震以及他和紫云一起给白氏下麝香一事全部交代。安氏自以为编排了一出好戏，好生不知鬼不觉的让母亲的孩子胎死腹中，可他不知道我会医术，麝香这种小把戏怎能瞒得过我？安明如，我杀了你。是我恶毒，可难道不是因为你一直在骗我吗？从我生下青羽，你就说要抬我为平妻，这都14年了，你还要我等多久？是，我是小户人家出身的女儿，可当初是你要娶我的，是你自己说白相宜无趣，和他没有共同的话题。今时今日，我变成这样，怪我一个人吗？冤有头债有主，你入府14年，我母亲找过你麻烦吗？凤微月，你现在是得意了，可你别忘了一句话，站得高摔得惨，你总有一日也会从高处跌下来的。你放心，我就算从高处跌下来，也有人接着我。而你呢？听说你还唆使凤青云用美人计去勾引虫王，可你知道你女儿听了你的话后现在是什么样子吗？青云，她怎么了？青云呢？青云呢？你还想死个瞑目吗？想得可真美啊！我的刀呢？话落，就见莫玉牙一脸雍容地站了起来，面无表情地给凤微月递了一把刀过来。凤大小姐，你要干什么？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这次吧，我保证再也不敢了。安氏第一次感觉自己离死亡这么接近，在这一刻，一股深深的悔意才涌上心头。可凤微月又怎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呢？以后谁在府里兴风作浪，这就是下场。娘，凤微月，是你杀了我娘，你这个杀人凶手，我要杀了你！安明如屡次要害我母亲，我留她活到现在已是仁至义尽。你若想死，我现在就可以送你去陪他。二小姐，你要三思啊！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凤青允紧紧地攥着拳头，忍着眼眶里的眼泪，目光一一划过在场所有人。我不甘，我怨恨，我嫉妒。说到底，还是我不够强大。如果我足够强大，现在又岂会被欺负成这样？回去的路上，凤青允一步一步走得格外的吃力。安氏的死不瞑目，凤太傅的不为所动，凤微月杀了人却还一脸神气。莫玉牙一副完全要给凤微月撑腰的样子，都深深地烙在他的心里。等着吧，你们都等着吧，拉瑞，我凤青允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一个人。累吗？还好。累的话，先去我的祭月阁休息，我接下来还很忙，没空管你。这丫头今天是不是疯了？都敢这样和荣王殿下说话？好。凤微月到了白氏的院子后，赵大夫开口道：“你来的正好，你母清醒了，现在疼得厉害。我去看看。”月儿，我这是怎么了？你的孩子个头很大，所以你难产，我没办法，只能给你剖腹取子。你现在腹部被我划了一刀，但是我给你缝起来了，所以忍一忍，别让伤口裂开了，否则大罗神仙也保不住你了。剖腹取子是把我的肚子剖开了，然后取出孩子了吗？那我竟然没死，没想到月儿的医术竟然已经到了这个惊天的程度。今晚我在这里守着你，在你没有通气之前，不能吃任何东西，明白吗？白氏听到这话，莫名脸一红，还是点点头。今天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总觉得月儿变得冷漠了好多，或许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感觉比较糟心吧。在白氏睡下后，凤微月躺在一张软榻上，也闭目开始休息，一闭眼就觉得脑袋格外的昏昏沉沉。大小姐，是奴婢不好，吵醒你了。让我看看弟弟，11斤的小胖子，你可把母亲给害惨了呢。大小姐，你也守了一夜了，要不先去沐浴，再吃点东西吧，这里就先交给奴婢了。那行，我过会儿再来。小姐，你回来了。是啊，赶紧给我准备热水，我要沐浴。我原来的衣服呢？去哪了？小姐前日不是说原来那些衣服都不好看，所以让奴婢拿去捐给贫困户吗？什么捐了？卧槽，那些衣服可都是花了大价钱做的，我就这么捐了，这是我干的事情。凤微月仔细想了想，好像的确是他干的。可是为什么啊？我为什么忽然和钱想不开了啊？还能给我要回来吗？亲爱的，你怎么在这里？凤微月问出后，忽然想起昨晚是他留莫玉牙住在他这里。怎么回事？我脑子是短路了吗？竟然留宿了莫玉牙，我的衣服首饰都不见了。没事，本王给你买。真的？真的。那你等我一下哦，我先去沐浴再换件衣服。需要本王帮忙吗？不用，我自己来就好。用膳时，凤微月回想了一下这几日做的事情，忽然整个人都不好了。怎么搞的？我竟然把莫玄机打了，把安氏也给杀了。我是得了狂躁症吗？怎么变得那么冲动？
我真是蠢啊！莫玄机先打我，我应该假装被打倒，然后再讹他一笔医药费啊！你误吃了性格丹，才会性情大变。性格丹那是什么？你师母给你的内力丹，装错了，放了性格丹。凤微月皱起眉头，这才想起自己几天前的确是吃了一颗内力丹，还想增长内力来着。然后后面就发生了这一切。凤微月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做出那些离谱的事情，真是害人不浅啊！还害得我最少损失了快1000两银子。我去看看母亲和弟弟。出了祭月阁，就有人告诉他杨太医来了，且等了他1个时辰。郡主，听闻你昨日使了一出剖腹取子，母子均安。是啊，郡主的医术实在是令人佩服，仿佛施了仙法一般。不知微臣能否去看一眼凤夫人的情况？闻言，凤微月倒是有些的犹豫了，毕竟白氏现在已经是下了手术，这大老爷们再去看人家肚子不太妥当吧？见凤微月犹豫了，杨太医立即明了，又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个锦盒，笑了笑。前2日郡主拒绝了我的银两，微臣想了想，的确是不够诚意，所以亲自用一些药材做了一些补身的糕点，还请郡主尝尝。什么玩意儿？我拒绝了杨太医的银两，我去，变了性格的我是个神经病吗？为什么要和钱过不去？为什么？凤微月2号，你是猪马，你是猪马，你那天准备了多少银两来着？微臣准备了一些银两和珠宝，这7七8八加起来大约有个8万两。谢谢你的糕点，有心了。不过我母亲毕竟是个妇人，且伤口在肚子上，你想看的话，我需要征求她的同意。好，多谢多谢。